这个少年竟转生成了好兄弟的孙子，还只是个旁系中的旁系，在家族中毫无地位可言。回想起300年前异兽横生，魔物遍地，5大魔王统治人间，人类的延续危在旦夕。他和好兄弟几人一起讨伐5大魔王，目前已解决3大魔王，胜利在望。这时几人却被众多魔物包围，一时间险象环生，而且前方还有更多的魔物大军正赶过来。不过在好兄弟贝尔姆特的带领下，这些魔物没有一合之敌，各个勇士也是个显神通，将魔物通通解决了个干净。这时他闪亮登场，大叫着都闪开看我表演。随后他挂上2档加速度，只身一人就冲向了魔物群，一通小母牛踩电线牛劈带闪电的操作下，所有的魔物通通被他打了腰子。解决完小喽啰后，众人正在回想刚才摆的造型够不够帅之际，突然他发现远方有什么东西在快速接近，他连忙大声呼喊好兄弟赶紧闪开。然而还在忙着摆造型的好兄弟此时已是躲闪不及，千钧一发之际，他一个闪现来到好兄弟背后，为好兄弟挡下了这致命一击。而发出攻击的正是一直躲在暗处，关键时刻跳出来搞偷袭的魔将。眼见得手的魔将收回触手，得意大笑。被捅了个透心，良心飞扬的他瞬间感觉身体被掏空，随后支撑不住瘫倒在地，眼看就是要领盒饭。反应过来的好兄弟闪身上前，愤怒挥斩，一刀就让魔将先一步领了盒饭。大家慌忙上前查看他的伤势，不过也都知道无济于事了。好兄弟默然道：“你不该就这样死的，还有大好人生等着你去享受。”弥留之际的他坚强道：“至少这样死我很光荣，不是吗？”随后他拉住好兄弟的手，希望他一定要打败所有的魔王，而好兄弟也向他保证一定做到。于是得到肯定答复的他，就这样含笑着离开了人世。直到300年后，他却转生成了好兄弟的孙子，名为尤金的13岁少年。这个少年是让他老爹都害怕的存在，年仅13岁就已是一身腱子肉，一拳可以锤死一头小母牛的那种。他本是300年前勇斗魔王的勇士，为救好兄弟搭上了自己的小命，没想到300年后他竟转生了，还是带着记忆转生成了好兄弟的孙子。好兄弟有108个老婆，明明年轻时不在意这些，真是纱窗擦屁股给我露了一手啊！莫非是年纪大了想弥补回来？而他转生的是其中的旁系后裔，在家族的地位低下，旁系在成人礼之前进行的训练不得使用真剑，只能用木剑替代。但哪怕只是如此，他也练就了强悍的体魄，基本功相当扎实。不过今天也将是他最后一天使用木剑，因为明天他即将迎来成人礼。眼见牧人被他3下5除2就斩成稀碎，他的父亲在一旁也是吓得不停念唾沫，不敢相信这是他的主，毕竟他父亲也不过是旁系中平庸的存在，没想到生个儿子这么棒。尤金看到父亲过来，不由得有些气恼，全身肌肉紧绷的模样，不看脸都不敢相信是个13岁的孩子，吓得他父亲直接亚麻呆住了，不敢有多余动作，不由在心里吐槽，尤金那凶狠的眼神哪里像是个孩子会有的，自己有时都耐不住这眼神的注视。而这边尤金还在内气恼村里木匠做工太差，这些牧人都坚持不了多久，卖这么差劲的东西就应该拉过来打一顿，居然还好意思收钱。他父亲连忙答应下次一定注意，不过明天就是成人礼，暂时用不到这些了。尤金也回过神来，那是雷恩哈特家族每10年一次的传统仪式，直系和旁系10到15岁的孩子都聚在一起，在那一天进行角逐，实力强劲的人将被冠以雷恩哈特的姓。但让尤金不爽的是，直系可以使用真剑训练，旁系先天就弱了下风，他的父亲也因此在一旁为他担忧。虽然天赋过人，奈何生在了旁系，还不如像自己一样生而平庸，日子过得安逸就行。最后还是劝告尤金千万不要和直系竞争，毕竟那些人从小就是真剑斗不过。听闻此话，尤金确实直叹气，真是老太太钻被窝给爷整笑了，和一群孩子打架无聊的都要睡着了。这次仪式有3名直系和6名旁系参加，其中1名直系是正妻儿子，另外2名是庶出的双胞胎，旁系则都是来凑数的。就让我瞧瞧伟大的贝尔姆特呀，你和108个老婆生的后代有多强吧，想想即将能狠揍好兄弟的孙子们，尤金就忍不住兴奋起来了。这个少年竟迫不及待想欺负好兄弟的孙子，只因300年前勇闯魔王殿，他为救好兄弟英年早逝，如今转生回来却成了好兄弟的孙子，莫名降了几个辈分的他即将前往本家参加成人礼。坐在马车里的他不由得回想起前世的自己，曾经他以为自己是天才，学啥都快，实力也比别人强很多，直到遇到了那个男人伟大的贝尔姆特。他精通魔法和剑术，被世人称为武神。这家伙在故乡基尔帝国当公爵，虽然归还了爵位，但直到最后还是被世人尊称为勇士。还有那讨人厌的丫头片子塞尼亚，被邀请到魔都帝国做了魔塔的主人，以及那个绿茶女人阿尼斯，也在神圣帝国被尊称为圣女。就连那个笨蛋莫龙都卖掉了城堡，成立自己的王国，成为了国王。听到这些消息的尤金相当不爽，大家最后都过得相当好，只有自己领了盒饭，而且魔王竟然还活着。贝尔姆特那个混蛋，分明答应过我会将所有魔王都打倒的。原来在他死后，贝尔姆特和魔王签订了和平契约，魔王因此结束战争，世界迎来和平。300年来，这和平也一直维持并持续着。终于到达本家雷恩哈特家族，看着这气势恢宏的城堡，尤金暗想，不知道会有怎样的欢迎仪式。他已经准备好摆什么造型更帅点了，结果只有个仆人在打扫卫生，一副冷冷清清的场景。白期待一场的尤金顿觉尴尬，妈妈给尴尬开门，尴尬到家了。这边管家也过来请他去厢房休息，等人到齐才会开始仪式。然而没想到到达厢房后，却有一个妙龄女仆在那等着他差遣，还声称任何吩咐都会照做。提问：有这样的女仆，你会吩咐她做些什么呢？尤金没想到还有这待遇，
这就是雷恩哈特本家的豪气吗？随即他询问女仆有多大，怎么看起来那么小。女仆妮娜说自己年方16，刚过见习期。尤金听出了里面的阴谋，让刚过见习的女仆服侍自己，看来是等着他犯错好责难到自己头上。不过懒得理会这些小伎俩的他，随即吩咐妮娜带自己去演武场训练，这让妮娜很是意外，这怎么跟预想的要求不一样？而这时另一边的直系双胞胎却是在密谋着什么。这个少年竟转生成了好兄弟的孙子，如今兄弟强上挂，他却要来把兄弟孙子气。此刻来到本家的他异常兴奋，因为这副继承了好兄弟血脉的身躯，无论他怎么操练都不会生病，哪怕受伤也能很快愈合。前世的他虽然也在刻苦锻炼，但效果却不及如今这副身躯，不愧是被称为伟大的贝尔姆特，血脉就是不一样。看着他速度快的影分身都出来了，一旁的妮娜很是震惊，竟然绑着那么重的沙袋还能那么快，要是卸下沙袋不得原地起飞吗？随后想起了什么，不由得羞红了脸。而这时直系的双胞胎两人也来到了这边，准备给尤金找点不痛快。之前二人还嘲讽尤金这乡下来的小子，身上的臭味污染了马车，都让人无法呼吸了。白毛希尔趾高气扬地指着尤金问他在干什么。尤金轻蔑道：“你是肚脐眼放屁咋想的？看不出来我在练枪吗，蠢货！”见自己哥哥赤扁妹妹希尔在一旁煽风点火，让哥哥继续他的表演。果然西安愤怒地要求尤金道歉，不然要他好看。然而没想到尤金很果断地就向他道了歉，这让正准备发飙的希尔一下子愣在原地，一拳打在了棉花上。于是再次借题发挥，要求尤金弯腰低头诚恳地道歉。尤金可不惯着他，叹气道：“你再这么胡搅蛮缠，小心我收拾你！”西安不敢置信：“收拾我？我可是本家直系，你敢动我？”希尔看他越说越跑题，连忙提醒他回到马车的话题上来。于是他再次指向尤金，嚣张道：“赶紧去把马车打扫干净，你身上的米田共味弄得整个车厢都是。”尤金看他那样也是无奈，懒得再跟小孩子计较，于是吩咐女仆妮娜去把车厢打扫干净。妮娜慌忙应下，而一旁的西安非都要气炸了，他大怒道：“竟敢在我面前指使仆从，你听不清我是叫你去打扫吗？”他随即捡起木剑，既然你不识抬举，那我就来教教你礼仪，决斗吧，小子！尤金也是曹丕岳父不说话，真鸡巴无语了，竟被小毛孩看清了。既然如此，你应该做好觉悟了吧？西安听不懂他在说啥，以为他害怕了，便叫他赶紧道歉。然而随着尤金的沙袋重重砸落在地，西安终于发现不对劲，问他在干什么。尤金随意道：“不是说要决斗吗？我就扔个沙袋而已，你紧张什么？害怕了？”这个少年竟对好兄弟的孙女产生非分之想。少女指责他赖格堡找青蛙长得丑玩的话，居然对自己起了不该有的心思。少年春风得意，全当他是在夸赞自己，毕竟自己刚揍了他亲大哥。原来就在刚才，西安看尤金不顺眼，向他提出了决斗。结果看着尤金卸下手上的负重，西安面色逐渐开始颤抖。随着尤金将身上负重全部卸下，地面都被砸出了凹陷。西安终于绷不住了，原来那些东西不是尤金用来装杯的呀！看着他妹妹在后面满眼小心心地注视着，很想哈利波特骑着扫帚飞，有多远躲多远的他很是为难。没办法的他只能掏出小肚兜赶鸭子上架，暗想万一自己赢了呢？于是他向尤金正式发出决斗邀请，将红肚兜扔了过去，只希望等会输的不会太难看。终于卸完负重，尤金看着他扔过来的红肚兜，欣然答应了这场决斗。随后尤金枪出如龙，一招直刺就顶在了西安腰子上，西安被捅得当场口吐酸水，双眼翻白，幸福的差点晕过去，整个人被尤金捅飞出了800米开外，才缓缓停下。看着他一招都没接下，尤金无趣道：“你输了。”希尔连忙跑向倒地的西安，准备查看他有没有事，结果刚到跟前，西安就畅快淋漓的吐了一地。希尔连忙捂嘴后退，一脸嫌弃，这哥哥还真是曹丕的媳妇进菜园真鸡拔菜。随后想想不对，都是这家伙害得哥哥丢面，他指向尤金就大骂他老太太喝粥无耻下流，竟然趁西安不注意搞偷袭。尤金让他不要血口喷人，丢下肚兜，那刻决斗就开始了。是西安自己走神才会中招，不过你哥哥也有点无奈，能在关键时刻反应过来向后躲闪，不然就不只是吐点东西那么简单了。这时缓过劲来的西安颤颤巍巍从地上爬起，嘴里念叨着豆豆鞋紧身裤，我叫西安，你记住，今日之耻来日必定加倍奉还。尤金歪头道：“以后的事以后再说，今日事今日毕。决斗中输了是不是该说句我输了？”听闻此话，西安不禁羞红了小脸蛋，转过头去不想接话茬。尤金看他一副小媳妇受气的模样，都快哭了，便决定不再跟他计较下去，好歹也是个直系子弟不是。而这时的大别野中，一个气势汹汹的男子飞快地向着尤金走来。欺负好兄弟的孙子是什么体验？一招击败了西安的尤金，现在只感觉浑身舒爽。然而他正准备心理上再让西安投降认输时，大别野里走出一个彪形大汉，怒气冲冲向着尤金走来。大汉怒目圆睁，瞪着尤金：“小子，竟敢欺辱我家少主！遗言准备好了吧？”尤金也觉得完大发了，正想怎么才能度过眼下难关时，一旁的西安看着大汉的到来，瞬间泪水湿了眼眶。马尔扎哈，你终于来了！说完他就扑进大汉怀中，放肆哭泣，委屈的诉说着自己输了，决斗竟然输给了一个乡巴佬。马尔扎哈见少主如此凄惨，心中怒火更盛，但决斗中的失败，外人真不好以此，唯有找胜者麻烦。他转头看向尤金，纵有千言万语也只能憋在心里。他不情愿地向尤金低头问好，毕竟他只是仆人，尤金再怎么旁系也算个主人。尤金见他态度转变，知道今天小命算是保下了，心思顿时又活跃起来。不甘心的马尔扎哈追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尤金一通阎王拉二胡鬼扯道：“西安不但找我茬，还侮辱了我父亲。”西安听闻此话，连忙争辩：“你胡说，你父亲都不在这里，我怎么侮辱他？再说我的取向很正常。”尤金严肃道：“
你学过礼仪的话，应该知道骂我胆小鬼，不仅侮辱了我，更侮辱了我父亲。听完尤金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话，马尔扎哈感觉理由很充分，没法发卖，随后只能带着西安悻悻离开，先去处理伤口再说。同时不忘回头向尤金打招呼，希望下次先生你也能这么洒脱。尤金淡定道：好的，下次尽量低调点。回到别野，尤金终于吃上了昨晚的中秋大餐，心里暗骂作者昨晚只顾自己吃都不给他留点。这时服侍完作者的妮娜也来向他报道，告诉他明天所有人将到齐，到时就可以开始仪式了。大快朵颐的尤金也是意外，来的都挺快嘛，看来都迫不及待了呀。饭后来到街上消食的他，看着天空不由得想起贝尔姆特。贝尔姆特呀，你是喜欢我才让我转生成你后代的吗？随后他举拳向天道，那么别太难过，我即将把你的后代们揍得回家找妈妈。然而尤金不知道的是，他已经被一名美妇人盯上了。这个上百岁的女人为何如此年轻？只因她每天都看作者的作品还好评。她是本家的二夫人安妮，不能失去她的家主把她宠上了天。她也是本家直系双胞胎的母亲。此时的西安正忐忑地站在她面前，听闻自己儿子在决斗中输给了一个乡巴佬，他却满脸笑容招呼西安到他跟前来，下一秒却是将扇子重重捅在西安的伤处，笑容满面道：是被这样一招打败的吗？西安疼得叫他轻点，他却瞬间变脸阴沉道：闭嘴没用的东西。随后转头看向马尔扎哈，吓得他满头冒汗。安妮询问他尤金是否真的没修炼过，马尔扎哈小心回应道：是的，那小子确实没有偷偷修炼过的痕迹。随后他再次向希尔确认西安是怎么被打败的，希尔老实的将现场情况给他复盘了一遍。西安知道要糟，连忙还想向他解释一番，结果却是被他一个大臂斗扇飞，把西安刚准备换的牙都提前打出来了。果然是真慈母，他生气大吼道：你竟然输给了跟你同岁的人，还是个没修炼过的乡巴佬，你这样有什么脸去见你即将回来的父亲？害我还得被正式那女人嘲笑。受惊的小西安只能连连向他道歉，无助地看着他。安妮恶狠狠地瞪着马尔扎哈，让他好好训练西安，敢再给他抹黑，他就让马尔扎哈自挂东南枝。马尔扎哈连忙应下，已是被吓得满头大汗，随后带着还在哭泣的西安连忙逃离了这里。安妮则是在盘算怎么除掉尤金，但这节骨眼上做的话会被怀疑，毕竟家族不允许自相残杀，不然家族守护者就会找上门来。不过他转头看向一旁的希尔，瞬间便有了主意。随后他吩咐已出落得亭亭玉立的希尔，想办法去接近尤金，摸清他的底细。希尔满脸单纯的应下，却不知已是被安妮利用上了。次日，其他旁系的几个小家伙也终于赶在晚饭前到达了本家，而这边负重训练的尤金正肆意挥洒青春的汗水时，妮娜焦急地找上他，告诉他家主回来了，得赶紧去迎接。日落黄昏时，众人聚集在大门处，静静地等待家主的回归。尤金借此机会观察起本家的这些直系来，那边的是二夫人安妮和双胞胎兄妹，之前有过不怎么愉快的接触。这边站得更靠前的是正室夫人迪士尼，以及他边上的那个家伙，本家的嫡长子，也是第一顺位继承人的里德·雷恩哈特。这时门外也出现了人影，家主终于到达了。来人正是现任家主吉列弗·雷恩哈特以及他的弟弟基德。上一代直系有3人，老二结婚了，依旧住在本家，老大带着老三离家出走3年，如今终于归来。这时大夫人迪士尼上前迎接正下马的家主，嗔怪他应该提前通知，自己也好准备准备。结果家主吉列弗却冷淡道：我可是家主，回自己家还需要特意通知你吗？看来离家3年，二人的感情也越发淡薄了。吉列弗慈爱地询问里德长高了不少，实力是不是也进步了很多？彼得忐忑地表示自己会加倍努力的，绝不辜负父亲的期望。听闻此话，明白这儿子还是个渣渣。吉列弗脸色瞬间冷漠下来，转头面对双胞胎时，他却是热情相拥，丝毫不问及实力的事。最后看向尤金这一堆小螃蟹，勉励了他们一番后，随即他便邀请他们一起吃个饭，顺便商讨一下关于成人礼的事。这个男人竟是站在魔法顶端的存在，他是魔都帝国红绿双魔塔的主人，也是塞尼亚的传承者。300年前，塞尼亚作为最年轻的魔塔之主，改良了所有的公共魔法书，被帝国的魔法师们奉为了神明般的存在。而这个男人便是塞尼亚如今的传承者罗德。参加晚宴的众人都被这个男人的强大背景所震惊，尤金也被惊得差点被茶水呛到当场送走。没想到还能在这里碰到故人之后，缘分真是奇妙。正感慨的尤金却是被家主吉列弗盯上。吉列弗问他是不是叫尤金，之前有听迪士尼提起过。吉列弗神色严肃道：你之前说我的种侮辱了你和你的父亲，对吧？一旁的西安听到父亲提及此事，十分忐忑，害怕自己会被再赏一个大逼斗。尤金淡然道：没错，不过我对此事已经不在意了。吉列弗冷然道：是因为你在决斗中战胜了我儿子吗？尤金则是坚定地回答：哪怕失败也一样，如果因为我弱小而没能坚守住名誉的话，那也是我该承受的结果，无关输赢。听闻此话，吉列弗露出赞许的微笑，难怪比我儿子强。随后他当众训斥西安：你不但侮辱别人，还挑起决斗，输了竟然不跟人道歉。他语重心长教导西安，作为伟大的贝尔姆特之后，不仅要尊重自己，也要尊重对手的名誉。随后在父亲的督促下，西安不情不愿地看向对面的尤金，扭捏了半天，还是羞红着小脸蛋向尤金道了歉。尤金看他这么生硬的道歉，不由吐槽：真是邻居门口晒花椒麻了隔壁，不想道歉就不要道歉。而一旁新出场的辛达拉很是惊讶，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仅凭自己练习就打败了直系的西安吗？另一人加尔却是隐隐不屑，就那种实力也能赢下直系。之后便是重头戏时间，
女仆们将各种精美食物送上了餐桌供众人享用。看着这些各色各样的美食，几天没吃饭的作者眼泪不争气的从嘴角滑落。饭后吉利夫终于提起这次的成人礼，准备传达相关内容。听闻此话，众人精神一振，该来的终于要来了。这个13岁的老头即将进行成人礼，但由于只允许直系用真剑修炼，而旁系在这场仪式中将毫无胜算可言。听闻此消息的众人神色各异，尤金泰然自若，边上的2个小龙套却是瑟瑟发抖。而为了改变这不公平的局面，家主吉列夫提出了新的仪式方式，他邀请了魔塔主人罗德前来协助这次仪式。罗德也起身开始向众人介绍具体流程。拥有强大魔力的他只是轻轻打了个响指，桌上便瞬间出现了一个全息投影。惊得喜欢魔法的李德直呼：“真是小母牛妈妈蒸桑拿，真他喵牛批！”罗德介绍，此次仪式将在迷宫中进行，大家会从不同入口进去，只要能击败迷宫中心的怪物大队长，此次仪式就会结束。在到达中心点之前，沿途会有众多陷阱和小怪兽来阻碍大家的前进，但所有的一切都是幻想，所以大家所经历的都是幻觉，不用太过担心。随后他却是话锋一转：“不过你们在里面的五感会比现实还要真实哦。”尤金也是看出了其中的门道，不单是召唤魔法，还加入了高等的精神魔法，不愧是魔塔的主人。罗德继续讲解道：“如果有人能解决怪物大队长的话，仪式会自动结束并统计各自的活跃分数。”这时龙套小胖子紧张道：“走不出迷宫也没关系是吧？”罗德告诉他：“如果你感到害怕，你就拍拍手，老实待在起点也是可以的，不过不会得到好的分数。”尤金则询问罗德：“如果击败了怪物大队长的话，可以得到什么奖励呢？”听到有人终于问出这么勇的话，吉列夫也是开心的露出笑容。随后他宣布，胜利者可在本家宝库内随意挑选一件称心如意的物品。听闻此话，尤金瞬间老太太摸店员精神抖擞，一心只想仪式赶紧开始。聚餐结束后，尤金志得意满，反正自己都会胜利，还是先想到时候拿什么宝物好了。这时前方却是出现2道身影挡住他的去路，正是刚才晚宴才露面的加尔和辛达拉，二人正神色不善地紧盯着他。这个壮汉竟只是个15岁的少年，秀完肌肉的他就准备跟尤金来场击剑大赛，但看着这一幕的尤金心里却在吐槽：这人脑子有病吧？这2人刚才也是这样在走廊里拦住了他，上来就询问他是不是真的打败了西安。尤金懒得理会他们，随意敷衍地回答了他，随后就绕开他们准备去做一下饭后运动。哪成想夜色下，尤金正在练习独孤九剑，耍得虎虎生风，好不快活时，这2人却跟狗皮膏药似的再次粘了上来。看着这2人纠缠不休，尤金不由得再次想起曹丕的岳父来。这时加尔默不作声来到尤金面前，就这么瞪着他不说话，下一刻却是一把扯去身上的衣服，亮出了他引以为傲的肌肉，接着在尤金面前不停地炫耀，看得尤金目瞪口呆。他还西瓜擦屁股没完没了，让尤金可以随意摸不要客气。尤金果断地拒绝了他的要求，然而加尔却画风突变，开始宣传这是他们家族的秘药成效，不使用魔法随着修炼就可以促进肌肉增长，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现在购买可打8折哦亲。他问尤金是不是心动了，心动不如行动，赶紧订购吧。看得尤金满头大汗，不停吐槽：你是来卖药的？这时他的同伴辛达拉上前来无情拆穿他：吃了你家那东西，不管男人女人都会长胡子的好吧？不再理会那假药贩子。辛达拉问尤金之前是用长矛击败的西安，为什么现在却在练剑？尤金告诉他自己用矛用剑都很顺手。听闻此话，辛达拉很是不爽，就要跟他比试一场，紧接着就将手中木矛扔了一只给尤金，准备和尤金来一场鸡毛比赛。辛达拉得意道：我可是用矛专家，既然你用啥都顺手，那就用矛来和我练练，让我看看你的斤两。尤金暗想，相比于那个卖假药的，还是面对这个家伙更省心些，而且他也好奇，能被家主亲自带回来的螃蟹会是什么水准。那个少年仅是散发气息就令人胆寒，只是站在那里就让人不寒而栗，不敢上前。刚才打心里瞧不起他的辛达拉，认为他所说的用矛用剑都顺手很可笑，一定是水仙不开花在内装蒜，便决定让他见识见识自己的专家矛法，揭穿他的谎言，让他装不了杯。但正准备开始比试时，加尔又跑过来掺和尤金，便问他还想干嘛。加尔一本正经地说自己是评委，既然要比试，怎能少得了他这个公平公正的存在。尤金却搞不懂他为啥要像个傻子一样做事，连这性格都那么像莫龙，莫非是他的后代不成？在加尔默默唧唧半天后，这场比试终于是开始了。随着开始声落下，辛达拉提枪就上，抢到先手的他快速冲向尤金，然而下一瞬他却是紧急刹车停了下来，因为对面的尤金让他感觉到强大的压迫感，浑身毫无破绽可言，让他无从下手。尤金见他停下，问他在干嘛，赶紧上啊，粉丝都等不及了。辛达拉有苦说不出，只能咬牙硬挺，准备出击。一个前刺直冲尤金面门而来，是要毁了他那帅气逼人的俊脸。结果尤金木矛向下一压，就破解了他的攻势。不服气的辛达拉继续展开猛攻，而尤金却防得滴水不漏，残影手都使出来了的他还能一心二意。分析着辛达拉的实力不错，未来确实能成为用矛专家，不过很可惜，现在的他还不是我的对手。随后尤金一个上挑就打断了辛达拉的进攻，停下来的尤金不忘嘲弄辛达拉，怎么连一下都挨不住呀？气得辛达拉大骂让他闭嘴，不过他心里却是很吃惊，尤金竟然连位置都没挪动一下，就挡下了他所有的攻击。不死心的他向前俯冲，再次攻向尤金，又是一连串的鸡毛对抗，依旧被尤金轻松挡下。但辛达拉却是虚晃一招闪现来到尤金背后，他心里一阵得意，嘿嘿，这下你应该防不住了吧。随后他枪出如龙，向着尤金后挺刺去，准备让尤金菊花残满地霜。然而尤金轻轻一脚就将他的木矛踩在脚下，
化解了他的攻击。随后在他还在准备奋力抽出木矛再战时，尤金的木矛已经直指他的面门。加尔随即宣布，胜利者是尤金·雷恩哈特。结束比试后，回到房间休息的尤金此时很是火大，因为那两人又粘上来了，简直是牛皮糖甩不掉了。加尔过来是想邀请他一起组队参加这次仪式，但尤金疑惑，不是会从不同的入口进去吗？我们要怎么联合起来？加尔则说这很简单，入口虽不同，但我们目标相同，最后都是抵达迷宫中央对付怪物队长，而且本家的双胞胎肯定是要联合起来的。听完他的分析，尤金却是直接拒绝，表示他自己一个人也是可以的。一旁的辛达拉却说，你很强，有我们的帮助，你一定可以击败怪物队长。尤金搞不明白他们为何执着拉自己入伙。辛达拉告诉他，家族的这个仪式旁系从未赢过本家，但这次有我和加尔加上打败过西安那里，我们便有可能赢过本家。你难道不心动吗？这个世界的人成年就拥有魔法球，可凭自己想象就能铸造出想象之物。如果你拥有它，会想做出什么？万众瞩目的仪式终于开始，众人来到入口前做最后的准备工作。罗德双手凝聚魔法球，随后将其散发出去。参加仪式的众人看着眼前的魔法球，对这新奇之物都很是好奇。罗德向大家解释，进入迷宫前需要先准备武器，这东西可满足你们的需求，相信光它就能造出你们心中所想。紧接着明白过来的希尔率先做出了长剑，随后他好奇询问罗德是否能做出活物。罗德告诉他可以制造任何东西，但唯独活物不行，因为这是魔法的禁忌。说话间，加尔这边也做出了他最爱的大宝剑，他强行解说这魔法球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凭空做出东西来，很不错。辛达拉吐槽他，不是有作者解说吗？你加什么戏？吐槽完，他也做出了自己中意的长矛，拿在手里爱不释手。随后众人也纷纷做出来自己的武器，拿在手中端详。尤金还别具一格的多做出了一个盾牌。一旁的希尔问他，如果你我在迷宫中相遇，你会怎样？他接着摆出一副可爱的模样道，你会对我动手吗？然而尤金没理会他，直接问家主能不能打。家主告诉他，仪式本身就是竞争性质，没什么不可以，但也语重心长道，这场仪式与以往不同，更看重个人判断力以及团结力，毕竟我们都是雷恩哈特家族的一份子。不知把家族听成什么的希尔，小脸羞红的看着尤金不说话，还莫名的一脸微笑，这莫非是连孩子名字都想好了吗？然而尤金可看不懂这些，他只知道女人会影响他拔刀的速度。这时罗德见众人都做好了装备，再次变化出魔法项链准备分发给大家。他告诉众人，这东西会和精神力紧密联系，用于感知大家的精神状态，如果有谁处于危险之中，那他就会及时出现解救，或者有谁想放弃，只要按2下项链大喊请帮我，就可以逃脱出来了。尤金也明白过来，这是个预防危险的装置，不过自己可用不到这东西。准备工作终于结束，罗德招呼众人可以进入迷宫开始仪式了，同时不忘告诉众人，虽然你们是在同一个入口进入，但进去的一瞬间就会被随机传送到不同的路。随后装备好的众人纷纷走向迷宫入口，进去前希尔还不忘给尤金加油打气，尤金也礼貌回应了他，之后便头也不回地踏入了迷宫。来到迷宫内，看着这里面的场景，尤金不由得回想起前世和伙伴一起勇闯魔王殿的经历，迷宫什么的他都走了，而这位孩子们特意搭建的迷宫，其困难程度显而易见不是多高。那么接下来就是我的演出时刻了。少年竟对眼前的怪物产生非分之想，但怪物却看不上他，提着短刀扑上来就要打他腰子。彼得眼见这哥布林对自己不依不饶，疯狂攻击自己，也只能忍痛一剑划过他的脖颈，让他变成了可可布林。随后领盒饭的哥布林直接化作了一团光点，消散于李德眼前。李德看着这一幕十分兴奋，没想到魔法竟能做出那么精美的东西。透过玄光镜看着这一幕的罗德，发现李德好像很是喜爱魔法。一旁的家主吉列弗告诉罗德，李德从小就喜欢魔法，还曾专门找了魔法师教导他，但他现在不太想学了。听闻此话，罗德很是好奇为什么会这样。吉列弗说道，因为他的母亲想要他成为家族继承人，但魔法在继承竞争中不是很有利。了解情况的罗德也是感慨道，虽然魔法有无限可能，但要走的路确实更艰难。吉列弗趁此提出，如果李德对魔法还热衷的话，成为魔塔主人的弟子会是不错的选择，毕竟我觉得他走这条路更好。罗德却是直接拒绝了他的提议，虽然他是与吉列弗有缘才过来的，但没见到李德的天赋之前，他是不会轻易收李德做弟子的。吉列弗微笑着化解尴尬，他说并没有强迫罗德的意思，他只是想给那个孩子一个做梦的权利，毕竟那孩子比起尊敬伟大的先祖贝尔姆特，他更敬重贤明的塞尼亚。听闻此话，罗德也是表示，在贝尔姆特的冒险故事中，他更喜欢塞尼亚。每当他们一行人遭遇困难时，塞尼亚的魔法总会给出正确的答案。起了兴致的吉列弗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那个童话故事中，他喜欢的人既不是贝尔姆特，也不是塞尼亚，竟然不是喜欢自己的先祖。被勾起兴趣的罗德问他最喜欢的是谁，吉列弗微笑道，我最喜欢的人是那个。罗德问他为什么会喜欢那人，吉列弗却发现了尤金此时的遭遇，连忙让罗德一起观看。只见这时玄光镜中尤金的前方竟出现了一头巨大的哥布林挡住他去路，没有任何预兆，哥布林抬手便向着尤金砸下，却是被尤金借着盾牌改变了他的攻击方向，这一拳直接将地面砸出了凹陷。紧接着尤金手拿菜刀砍电线，一路火花带闪电的连砍了哥布林365刀。这番操作看得两人瞪大了双眼，一脸的不敢置信。吉列弗更是双眼放光，真是3套衣服丢2套，果然有一套。
而这边被凌迟了一遍的哥布林终于倒下。尤金眼神凶狠，紧盯前方。怎么样，我的表演够不够酷炫？这个少年竟被眼前的老头看上了，只因少年打怪太猛，体型巨大的怪物也耐不住他摧残，被他连砍365刀后化作了漫天光点。这番操作看得家主吉列夫惊叹连连。没和怪物打过交道的13岁少年，竟能如此干脆利落结束战斗。罗德也很吃惊，这些怪物并不是他为战斗而制作，实力甚至比真实怪物还高，居然能被尤金轻易打败。心情大好的吉列夫开心道：“有没有这种可能？尤金自出生起就资质卓越呢？”罗德则提醒他，那种类型的孩子你应该知道意味着什么吧？那可是像贝尔姆特一样被称为天才的存在啊！相比于尤金的轻松，加尔就艰难多了。指挥硬刚的他，被哥布林一拳揍的空中转体3周半，才勉强平稳支撑落地。不过再凄惨也好歹是家主带回来的人，屁股上挂暖壶有一定水平，不像之前那几个螃蟹小龙套一样，还没1小时就通通被淘汰。吉列夫表面安抚他们好好休息，心里却不禁吐槽：你们可真是曹丕媳妇进菜园，真鸡拔菜。此时缓过劲的加尔一个怒火续起，提着他的大宝剑直冲向哥布林，迎着哥布林的拳头就要再次正面刚。不过难得机智的他，还是一个闪身躲过了这一击，继续向前冲去，冲到哥布林的大脚掌前。他的大宝剑对着这只大脚掌就是一招横斩，被断了脚的哥布林瞬间站立不稳，摔倒在地。加尔借着他庞大的身躯一个旋转跳跃，便举着大宝剑来到了他的上方，紧接着大宝剑狠狠捅入了哥布林的身体。霎时间绿色糖浆漫天飞，加尔顺势一个横拉，伴随着哥布林的惨叫结束了这场战斗。另一边的西安同样也遇到一只大哥布林，不过机智的西安知道这不是为打架才给他们设计的怪物，他将手中石块向着哥布林的另一边扔去，趁着哥布林成功被石块发出的声响吸引住，西安轻而易举就绕过了他，顺利通过这一关卡。不过他还没跑多远，就在转角遇到妹妹希尔，看来他们离迷宫中心越来越近了。西安担当起了哥哥该有的风范，让希尔跟着自己走就不会迷路。之前毫无方向感的希尔，就在迷宫中多次迷了路，场走到死胡同里。此时西安想的是要趁此机会找回自己的名誉，毕竟几天前尤金让他在妹妹面前丢尽了脸。这时希尔问他，迷宫都是魔法做出来的，那是不是什么东西都会冒出来啊？走在前面的西安肯定了他的说法，但希尔却紧接着问，那鬼会不会也会冒出来啊？西安顿时一个机灵，忍不住咽了咽口水，但还是强装镇定地问希尔是不是怕鬼。而希尔看他浑身发抖，已是乐开了花。西安回头安慰妹妹，有他这个哥哥在，不用担心那东西，却没注意前方出现了一只手，紧接着就冒出一张满是红色糖浆的脸。这一变故吓得西安再也绷不住，放声大叫了起来。这个少年为何如此大惊失色？只因怕鬼的他见到了一张满是红色糖浆的脸，然而看清来人，他才发现是旁系的辛达拉，并不是他害怕的鬼。恼羞成怒的他质问辛达拉为何装鬼吓他，辛达拉强行辩解说他才是被吓到的那个，实则内心慌的一批，偷袭竟然失败了。西安可没那么笨，看出了他是想偷袭自己。辛达拉一边向后挪动，一边说自己是因为掉陷阱里才弄成这样的，这次偷袭失败让他很是不甘，但眼下已没了机会，果断的他不再犹豫，趁两人没反应过来时一个转身就战略性撤退。还是聪慧的希尔率先反应过来，连忙提醒西安辛达拉跑吧。看着满眼期待的妹妹，西安大为恼怒，竟然害他又在妹妹面前丢脸，真是不可饶恕。他当即做出决定，带着希尔就向着辛达拉追去，而辛达拉只能继续战略性转移，毕竟2对1他没有任何胜算，同时也在恼怒加尔怎么还不来。殊不知打完哥布林的加尔还在呼呼大睡，分神的辛达拉一不小心踩中陷阱，地面瞬间塌陷，还好他反应迅速，借着下坠的地砖成功通过塌陷区。追来的西安也发现了地面塌陷，本准备就此作罢，但感受到妹妹崇拜的目光，他立马掐灭了换路的想法，他再也不想在妹妹面前丢脸了。随后他浑身包裹魔力，挂上2档向着前方疾驰而去，紧接着奋力一跃，险之又险地越过了塌陷区。他连忙回头想叫希尔跳过来，有他接着不用担心，顺便也能在妹妹面前找回点自信。结果希尔已经十分轻盈地越过了塌陷区，安全落在了他旁边。西安只能强装镇定地夸赞道，不愧是我的妹妹。随后他剑指前方是要追上辛达拉，招呼希尔就继续向前追击。3人就这么的他追他插翅难飞，一路追逐到了迷宫的中心点。看着眼前的牛头人，几人都被他那巨大的体型所震撼。这时由金悠哉的声音在后面响起，你们3个怎么混在一起了？西安被他吓得一个机灵，转过身问他怎么会在这里。尤金淡定道，当然是在这里等我，我想看看会是谁先到。西安感觉有被冒犯到，再次向他确认刚才听到的话。希尔插话道，最先到的不就是你吗？尤金淡定回应他确实是这样。辛达拉问他先到了却在等待，是接受了和他们合作一起对付大怪物的提议了吗？尤金懒洋洋地否定了他的问题，表明他之所以会等待是想把大怪物让给他们，毕竟他一个人就可以轻松解决大怪物，但那样的话辛苦赶来的他们岂不是很可怜？西安不爽地问他到底是想怎么样。不再废话的尤金向他们介绍起牛头怪，不靠近这家伙一定的距离他是不会醒的，也不会发起攻击，所以你们可以按照到来的顺序排队，辛达拉在前，西安第2，最后是希尔依次和牛头怪战斗。安排完后，辛达拉率先提着长矛向牛头怪走过。西安问尤金不上吗？尤金很大气的让他们先打，打完了他再上。西安则表示，按尤金的顺序来的话，牛头怪会被他击败，那就没有尤金出场的机会了。但尤金胸有成竹，只要西安能击败牛头怪，
这辈子他就认西安做大哥。听闻此话，西安的小脸都兴奋红了，他随即得意道：“嘿嘿，那你就准备好认我做大哥吧。”这个少年竟因一句话红了脸庞，只因尤金立下赌约，他能击败牛头怪尤金就认他做大哥。一想到能一雪前耻，西安就忍不住的一阵激动。前方待机的牛头人虽然体型庞大难以对付，但比起哥布林和独角怪来说，也仅仅是比较大而已。西安自认使出底牌的情况下，他是可以击败牛头人的。而对于排在前面的辛达拉来说，单独对付牛头怪还是太过于艰难，因为直系有相应的底牌，而旁系没有，这就是直系和旁系的差别。走近的辛达拉看着对面的大家伙，也是不禁惊呼：好大，是要怎么打？但他也只能咬牙硬挺，既然来了就没有再退缩的道理。随后他开启疾跑加速，提着长矛向着牛头怪冲了过去。岂料只是刚冲到半途，牛头怪的五指山就已向他压来。虽然他险之又险地避开了攻击，但还是被震飞到了半空中。不过敏捷的他在半空使用长矛借力，一个托马斯回旋就稳住了身体。随后再次枪出如龙朝着牛头怪冲去，牛头怪的脚掌被他这一下狠狠地怼到。然而让他意外的是，无论他再如何用力，都无法捅破这几十年不洗的大脚。这一打击让他顿时呆立在原地，完全没注意到牛头怪已向他抓来。紧接着他便被牛头怪抓在了手中，危在旦夕。本以为自己要完蛋的他闭目等死之时，却是直接被牛头怪甩飞了出去，一下子就已飞出了数十米距离，最后狼狈地飞回了众人身旁。羞得他只想自挂东南枝。希尔问身旁的尤金，为什么牛头怪不继续攻击了？尤金告诉他，那不是真的怪物，被抓住的瞬间就已决出胜负，所以不会再继续攻击。这时等了半天的西安迫不及待地爬起身准备战斗，还不忘回头挑衅尤金：我这就让你看看本家和旁系的差别在哪里。尤金嘲弄道：你真是屎壳郎打哈欠口气不小啊。听闻此话，西安被他气得咬牙切齿，要让他见识见识自己的厉害。随后他运起自身魔力包裹住全身，散发出阵阵蓝色光芒。之后他将魔力全数导入手中之剑，顿时整把剑充满了魔力，冒出嘶嘶声，最后被魔力附着的剑变得坚挺闪耀蓝光，感觉锋利无比。辛达拉很是震惊，那居然是可破开一切的魔法剑人，至少修炼10年魔法才能达到的剑气化形。哪怕他心有不甘，也不得不承认这就是本家与旁系的差别。尤金也是赞叹真不错，小小年纪就能有如此剑气。西安看着他们惊讶的表情，很是舒爽。虽然他剑气的持久时间不够，不过击败牛头怪绰绰有余。然而正当他春风得意时，剑气却莫名消失，他不禁疑惑，难道是持久力下降了？尤金看着他在那里惊慌失措，突然回想起之前晚宴时的情景，家主曾说过他只是想测试一下作为雷恩哈特家族后裔的他们资质如何，无关他们是本家还是旁系。所以罗德制造的这魔法迷宫中才不允许在迷宫中央使用魔法了吗？那确实是本家和旁系处在同一条件作战了。不愧是家主，真是有意思的设定。看着西安还在那里继续尝试使用剑气，完全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尤金对他激将道：怕输就赶紧回来吧，看来是不想我认你做大哥了呀。西安感受着妹妹希尔的期待，还有讨人厌的尤金在那傻笑，他很是不爽。你以为没了剑气我就对付不了牛头怪了吗？走着瞧。说完他提着剑便冲向了前方的牛头怪。少年看着眼前的大怪物兴奋不已，因为只要解决牛头怪，他就能收尤金做小弟。激动的他提着剑就迎上了牛头怪的大巴掌。西安一个闪身躲过牛头怪这一掌，还借机在他手臂上划拉了一剑。随后西安和牛头怪进行了激烈的对抗，打得不可开交。中场休息时，西安却发现牛头怪受的都是不足以致命的皮外伤，他必须攻击腿部让牛头怪倒下才能攻击他头部。说干就干的西安躲过牛头怪的拳击，直奔他的大牛蹄子冲去。眼看希望就在前方，即将得手之时，他都已忍不住裂开了嘴角。然而西安的剑却是犹如斩在了钢铁之上，震得他双手发麻，皱起了眉头。定睛一看，他才发现牛头怪居然用铁柱般的肌肉大腿挡下了这一击。在他站立未稳之时，更是被紧接着袭来的大牛掌抓了个正着。随后跟辛达拉一样，西安也被牛头怪狠狠甩向了入口处，空中转体3周半才稳稳落地。这点他倒是确实比旁系的辛达拉强了不少。在一旁等待的尤金趁机奚落了他一番：你这真是孩子妈妈失踪丢大人了呀！气得他忍不住回怼：你是数前列腺的吗？谁叫你发言的？心情舒爽的尤金没继续逗他，而是转头问希尔准备好了吗？哪知希尔直接拒绝：不能使用剑气还打啥？上去找面吗？这倒是让尤金惊讶了一番。不错呀，比他哥哥聪明多了。既然他不打，尤金便拿起装备向着牛头怪走去。希尔在后面追问他有没有信心打赢。尤金自信一笑：嘿嘿，我没有输的自信。看着走过来的渺小人类，牛头怪已经想好等会要做个甩手巴巴了。果然等尤金靠近攻击范围后，他那巨大的拳头就向着尤金轰去，准备把尤金先砸扁再说。看着攻来的大牛掌，尤金不慌不忙：来吧，让我试试你有多厉害。本想做人大哥，如今却成了别人小迷弟。明明刚才还信誓旦旦要解决牛头怪，让尤金认他做大哥的西安，却是3下5除2被牛头怪收拾了一通。不但在妹妹面前再次颜面扫地，还丢了收尤金做小弟的机会。看着尤金独自走向牛头怪，他心里万般不爽，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这边牛头人举拳轰向尤金，本以为他会一招都接不下来，结果却是被他轻松躲过这一击。
远远避开了冲击波范围。随后他反身横跳，将牛头怪的手臂当作攀云梯，冲向了牛头怪的上半身。途中面对另一只袭来的牛长，尤金不慌不忙，瞅准空隙的他，一个闪身便躲过了牛头怪的这次攻击，继续向着上方攀登而去。结果竟是被他这么轻易就爬到了牛脑袋上。不能忍的牛头怪举拳就向着尤金砸来，是要砸扁这个冒犯他的小蚂蚁。殊不知他已是中了尤金的计，被尤金轻巧闪开后，这一击狠狠砸在了他自己脸上，被自己揍得惨叫的他不由得忍不起来。抓住机会的尤金提着长剑对着他的大脖梗就是一顿疯狂输出。看着这一幕的众人都被尤金这番小母牛做钢锯巨牛劈的操作惊得压麻呆住了。他们没想到还可以通过集中攻击同一地方，以此来破除牛头怪防御造成伤害。还没等他们惊叹完，尤金已经摆好了最后的攻击动作，他长驱直入，一剑就捅进了牛头怪的身体里。霎时间绿色糖浆满天飞，遭受致命伤的牛头怪终是支撑不住，庞大的身躯向后倒去。尤金也借力从牛头怪身上跳下，这下整个空间都回荡着因牛头怪瘫倒在地发出的巨大轰鸣声，同时也激起了大片烟尘。而淡定的尤金则站在一旁，潇洒地挥甩着剑身上的绿色糖浆。他问西安有没有看见他是如何操作的。还处于震惊中的西安磕磕巴巴地回答他看见了。回过神来后的西安却连忙辩解，他要是能使用剑气也能做到。不过内心也不得不佩服尤金，因为哪怕他有剑气也做不到如此潇洒利落。看着尤金凯旋归来的模样，他说不清是恐惧还是激动，只感觉自己的心跳得好快。这该死的感觉到底是什么？而差点扳弯西安的尤金，这时手上的装备开始化作光点消散，身后的牛头怪以及建筑也都化作大片金光开始消散起来。希尔开心道：“这仪式终于是结束了呀！太好了！”这边正观看仪式的家主和罗德，眼前的玄光镜也因仪式结束开始慢慢消失。吉列夫看完尤金的精彩演出，不由得大呼：“真是无精彩杰伦，精彩绝伦啊！”他向罗德炫耀，那个魔法都没修炼过的螃蟹孩子，却能干脆利落解决牛头怪，很厉害不是吗？罗德也是赞叹，确实很不错。那牛头怪可是设定成无法被一个人打败的呀。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强调仪式的团结性，那是为了让孩子们齐心协力、团结合作，尝试各种办法去击败牛头怪才制作出来的。但尤金却将他制作的陷阱和怪物轻易击败，他不由得惊叹那小子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吉列夫告诉罗德，他曾派人去尤金老家打听过，每天刻苦训练的尤金在那边很出名的，天生五谷加上那刻苦锻炼的身体，能让他们发现这闪闪发光的宝贝，就是此次仪式最大的收获了。罗德却问他：“你不会不爽吗？螃蟹超越本家赢得了胜利。”这话让激动的吉列夫瞬间愣住。成为好兄弟的孙子的养子是什么体验？这边尤金刚击败牛头怪结束了这场仪式，另一边的罗德却问家主吉列夫：“螃蟹赢过了本家，你不担心吗？”这话让开心的吉列夫瞬间愣住。罗德担心道：“虽然我的话不太好听，但那孩子确实比你的孩子要出色，现在差距就这么大，以后那孩子如果再学习了魔法该会有多强？”吉列夫笑呵呵地告诉他：“那不是好事吗？雷恩哈特家族的名声会将更加响亮。”罗德继续追问：“如果他厌恶本家想自立门户，你该怎么办？”罗德的这个灵魂拷问让吉列夫沉默了下来，不过他很快回应道：“雷恩哈特家族将由最优秀的雷恩哈特继承，万一我的孩子没能守住位置，那也是无可奈何。如果自出生起就没有抢夺权力的欲望的话，那也就没有成为雷恩哈特家族的资格。”听到他的回答，罗德也面露难色，表示这是你们家族的事，自己不好深入议论。他随手撤销了魔法帐篷，继续道：“但作为你的知己，我劝告你一句，把那个孩子收为你的养子吧，对你对他都有好处。”罗德的这个建议让吉列夫很是惊讶。罗德告诉他，螃蟹在家族仪式中胜过本家，会让螃蟹嗤笑本家，觉得本家不过如此，可能会产生隐患。听完罗德的分析，吉列夫觉得很有道理，收为养子确实是个很有魅力的提案了。不过在此之前，还是先恭喜他们再说吧。二人前方走来的正是刚结束仪式归来的众人，此时的众人排成一排，接受着吉列夫的检阅。长子李德连迷宫终点都未能到达，竟因好奇魔法和怪物扰乱了精神，在证明资质的仪式中因好奇心忘记目标，这让吉列夫大失所望。希尔和西安虽然没能打败最终大怪物，但面对陷阱和怪物都表现得很好，不宜过多责怪他们。加尔和辛达拉的表现，相比于其他螃蟹来说也是不错。吉列夫发表讲话，能够在如此困难的试炼中坚持下来，大家都做得非常好。勉励完大家后，他特意点名尤金，夸赞他在面对陷阱和怪物表现的都特别好，特别是激战牛头怪的戏码很是精彩，而且全程没受一点伤，很是不错。听到这一消息的加尔相当吃惊，和凶恶的牛头怪战斗竟没受伤，那弱鸡的身体是怎么做到的？可惜了，如果用我们家族的肌肉增长剂，一定会比现在还强。这时吉列夫让他们先回去休息，原本准备开个盛大晚宴，但没想到你们出来的这么快。罗德也表示，本来以为你们会待2天的，大家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宣布完明天再开始晚宴，吉列夫让罗德先带大家回去，他叫住随众人离开的尤金，示意尤金和他一起走。希尔明白这是要带尤金去家族宝库，他问父亲现在就要给尤金礼物了吗？吉列夫告诉他，没什么理由推迟这件事，快点给他不是更好吗？希尔则表示很不开心，从小就央求父亲带他去宝库玩，但父亲一次都没带过他。在他还在闹小情绪时，吉列夫已经带着尤金走向了宝库的方向。这个少年竟被老头当场告白，只因相比于被称作武神以及全能大师的先祖贝尔姆特，老头更喜欢仅次于贝尔姆特的高手哈梅尔。
而哈梅尔就是尤金前世的名字。突然听到这一告白，尤金很是惊讶。吉列夫告诉他，相比于完美无缺的贝尔姆特，哈梅尔更有人情味。虽然哈梅尔和贝尔姆特比试几次都输了，但他并没有因此受挫，反而为弥补自身不足更加努力，并且还为救自己的好兄弟牺牲了他自己。吉列夫的这番话说的尤金都快羞红了脸。虽然童话书中的表达手法稍显露骨一些，不过尤金还是很开心，表示他也最喜欢哈梅尔了。看到尤金和自己一样喜欢哈梅尔，吉列夫不由得也露出了微笑。之后二人一路闲聊，终于来到家族宝库前。经过层层关卡，一路向下，二人开始向宝库进发。吉列夫告诉尤金，他是除了家主以外第一个来宝库的人。尤金很是惊讶，问吉列夫他真的可以进去吗？吉列夫自然不会食言，毕竟之前答应过会让魁首来挑选宝物，并且这件事也得到元老院同意。元老院是以上代家主为首，以及旁系家族中有威望的人一起组建而成。尤金询问吉列夫宝库里有些什么宝物，吉列夫说里面有家族几百年的积累，以及伟大的贝尔姆特的遗产，这让尤金一下子来了兴趣。那把圣剑也在里面吗？吉列夫微笑道，有是有，不过你是不可能拿走它的，因为圣剑是象征雷恩哈特家族的剑，不能被任何人所占有。听闻此话，尤金觉得真是可惜，还以为有机会拿走圣剑呢。吉列夫继续道，不单如此，除了伟大的贝尔姆特以外，还没有任何人得到过圣剑的认可。什么认可？尤金很疑惑。吉列夫让他自己去看看就知道是什么了。走了半天的二人终于来到宝库门前，吉列夫将自己手指咬破，把鲜血滴到门前狮子头嘴里。随后大门机关被启动，大门开始徐徐开启。吉列夫告诉尤金可以进去挑选了。尤金问他不一起吗？吉列夫回答他，我就在这里等你，如果一起进去你还要看我脸色行事，那样反而影响你挑选。感受到来自这位家主的关怀，尤金认真地向他行礼表示感谢。进来了的尤金却是乌龟伴走，憋不住笑了。在他前方地面上插着的就是传说的圣剑，尤金怎么可能错过拥有圣剑的机会？怎么也要试试能不能获得圣剑认可。做着热身活动的尤金快笑道，就先从圣剑开始吧。琳琅满目的宝物少年竟都看不上。进入宝库的尤金看着眼前的神剑，很是垂涎欲滴。要知道这可是传说中神明遗落世间的佩剑，在漫长的岁月中只选择了贝尔姆特为主人。300年前勇闯魔王殿，贝尔姆特曾用它迎战魔王，所向披靡。虽然后来一度被当作火炬使用，但无法否认它的强大。尤金看着眼前的圣剑也是一阵激动，当年可是眼馋了很久，现在机会就在眼前，他得意道，小宝贝你是我的了。说完他便使出了吃奶的劲，准备拔出圣剑，奈何圣剑看不上他，手都酸了，圣剑也纹丝不动。不愧是圣剑，果真是神仙放屁不同凡响。既然无缘，他也只能再去看看其他的宝物。结果一路挑选下来，直接让他眼花缭乱。吞噬之剑阿斯玛可以将魔法吸收成自己的力量使用，面对再强大的魔法也能一招定胜负，也就同为优秀魔法师的贝尔姆特能用这么好吗？目前尤金并不具备魔力，拿来也没啥用。还有拥有龙的威力的龙击枪卡尔沃斯，被风之精灵庇佑的风暴剑尼德，除此之外还有众多的宝物数不胜数。尤金感觉无论拿走哪一样宝物都是会后悔系列。本想找威力强悍的月光族之剑、月光剑，还有魔神之枪、魔枪来着，结果找了一圈都没有。想想也是，已经过去了300多年，厉害的装备早被人挑完了，只留下了这些好看的花架子。思来想去，尤金也只勉强看得上风暴剑尼德。这把剑只需握在手中就能召唤风之精灵，如果魔力足够的话还能召唤风之精灵王。毕竟如果没有精灵魔法天赋，一个优秀的魔法师可能连低级精灵都召唤不出来。不过好不容易来一趟宝库，尤金决定看看再决定。他来到饰品展示柜这边寻找中意的宝物，然而其中一样东西却让他惊骇莫名，这是前世的他所佩戴的吊坠，竟然会在这里看到。那是被怪物吃掉的父母的遗物，后面他报仇之后便将其一直佩戴，是他死之前都一直佩戴着的东西，从未曾离开过他。尤金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在这里，莫非是贝尔姆特整理了他的遗体吗？居然没有直接扔掉，这让他很是困惑。贝尔姆特和魔王签订契约换来和平，但魔王仍然活着。当初说好了要一起杀了5个魔王的他们，到底是因为什么约定，竟然将尤金前世的遗物带到了这里？尤金想不通，当年的贝尔姆特到底在想什么？莫非是因为他中途提前去世，所以力量不足的原因吗？但他不想去埋怨伙伴和贝尔姆特，他认为造成如今的局面一定还有其他原因。虽然宝库里的宝物有很多，但既然发现了这条吊坠，尤金不希望自己前世的遗物再继续留在雷恩哈特家族宝库里。吉列夫看着尤金带出来的吊坠很是惊讶，他没想到尤金竟然选了这么个东西。尤金只能尴尬解释他很喜欢这个吊坠。吉列夫接过吊坠查看起来，他想不通这廉价的东西怎么会出现在宝库。他将吊坠放在狮子头上检测，却发现并未登记在册。他问尤金，即使这东西卖了也换不了一把长剑，你也要吗？尤金激动地回答他想要，毕竟这对他意义非凡。看尤金这么想要，吉列夫也没办法，但他告诉尤金，由于这东西出处不详，所以要拜托罗德清理磁场，探查一下是否带有魔法才可以给你。同时他告诉尤金，由于这东西严格来讲不算雷恩哈特的宝物，所以他特别允许尤金可以再挑选一样宝物。听闻此话，尤金激动地向他行了一礼，转头跑进了宝库内。尤金没想到吉列夫竟然这么通融，完全不像贝尔姆特那么死心眼。不再犹豫的他直直冲到之前看中的宝物前，拿起了风暴剑尼德。尤金十分开心地看着这锋利的宝剑，嘿嘿。
现在你是我的了。少年究竟做了什么惹得少女愤怒圆睁？只因少女爱长枪，少年却从家族宝库中选了长剑，让他很不爽。一旁的15岁肌肉壮汉加尔也认为尤金应该选大锤和巨斧更好，还顺便向尤金又推了一波他家的肌肉增长剂，而尤金再次果断拒绝。辛达拉也让尤金别和这个肌肉大脑说话，同时他让尤金拔出长剑给他开开眼。尤金当场满足他的要求，拔出了长剑。他问尤金这把是什么剑，尤金告诉他这是风暴剑尼德，这把剑可以召唤风之精灵王，等以后修炼了魔法，他要见见美丽的女精灵。虽然辛达拉也觉得这把剑很帅，但他对女精灵不感兴趣，还是觉得拿枪更好。尤金故意吊他胃口，告诉他确实有很多枪在宝库。辛达拉兴奋地问他有没见到那把一击就能冒出火焰的龙击枪塔尔沃斯。尤金装作没见过的模样，说他不知道那枪长什么样。有些失望的辛达拉继续问他有没有见过魔枪，那可是伟大的贝尔姆特最厉害的武器。这时加尔也插嘴表示他也知道那把魔枪，那是消灭残酷魔王时使用的枪。听闻这魔王的名字，尤金不由得想起那5大魔王。300年前魔晶有5大魔王，排名第1的名为灭亡魔王，排名第2的是幽静魔王，疯狂魔王排在第3，排名第4的是残酷魔王，以及排在最后的杀戮魔王。这时加尔告诉辛达拉，伟大的贝尔姆特最强的武器是打败杀戮魔王时使用的粉碎锤齐格拉斯达。辛达拉则和加尔争论起哪个魔王厉害，加尔认为魔王的排名不能决定武器的排名。看着二人争论不休，尤金也想起确实没在宝库见到粉碎锤，贝尔姆特最强的魔枪和粉碎锤都不在宝库，难道是不吉利才没放，还是封印在别的地方呢？见二人还在那里吵吵嚷嚷个不停，尤金觉得跟他们完全不在一个频道，没办法再和他们一起玩耍了。转身离开的尤金觉得，真要给贝尔姆特的武器论排名的话，当属被封印在魔晶剑形破灭的月光剑最厉害，无论是被魔枪击败的残酷魔王，还是被粉碎锤击败的杀戮魔王，最后都被月光剑一招领盒饭。看着手中的风暴剑，尤金突然想起，这还是这一世他第一次拿起真正的剑。随后他将风暴剑轻轻划过夜空，带起缕缕蓝色光芒。这一变故让正在争吵的二人都不约而同停下看向他的方向。只见尤金摆出架势，开始舞动风暴剑，风暴剑带起的缕缕蓝色光芒在他的舞动下形成了蓝色光带。此时的尤金就像在跳一支舞，让人不由得看直了眼，简直是貂蝉做火箭美出了天际。在他的舞动下，后方二人看得聚精会神，默默欣赏着他的舞姿。加尔只觉此时尤金的剑舞真帅气，但那双眼放光的样子，莫不是被尤金扳弯了？就连辛达拉也红着小脸蛋，看得很是起劲。尤金这一舞成功俘获了这少男少女的心，而与此同时，吉列弗和罗德却救尤金的是在密谋着些什么。这个少年终究是被老头看上了。在尤金为加尔和辛达拉献舞，看得二人的心小鹿乱撞时，这边的吉列弗和罗德正讨论着尤金的事。罗德拿起由精选的吊坠，开始用魔法检测，探查这东西是否具备魔力。一番检测后，罗德告诉吉列弗，这吊坠并不具备魔力在其中。他问吉列弗是不是尤金在开玩笑，吉列弗却觉得没有那种可能，毕竟如果不是他让尤金再挑选一件宝物，尤金是什么都不会拿的。罗德也觉得奇怪，他认为这其中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虽然确认了吊坠不具备魔力，但他还想再深入一下子。吉列弗好奇罗德还有什么办法深入研究，罗德说他还有一招，是贤明的塞尼亚创造的魔法，记忆魔法。魔法无处不在，而且大部分物品都带有魔法，这东西应该也带有记忆魔法。明白还有这一招，吉列弗郑重地拜托他再探查一下。罗德不再废话，双手掌心相向，开始汇聚魔力探查手中吊坠。他发现这吊坠大概是100年前的物品，几经转手后，通过一个传教士卖给了最后一任主人。探查结束，他告诉吉列弗只能查到这些，大概是因为宝库的魔法阵让这东西的记忆魔法停止了。吉列弗听着这结果一阵沉思，看来是没人知道这吊坠的出处了呀。罗德问他要怎么处理，吊坠还要给尤金吗？吉列弗觉得不管有没有魔法，他都打算给尤金，毕竟这是那孩子放弃宝物也想得到的东西。看他这样，罗德问他是不是对那孩子很满意。吉列弗起身来到窗边，看着外面舞得正起劲的尤金，他说自己没有不满意的理由。他告诉罗德他准备接受罗德之前的提议了。罗德还没转过弯来问他是什么提议，吉列弗开心道，当然是收尤金·雷恩哈特为养子的提议。这么出色的孩子，谁又会不心动呢？次日清晨，却是有个男人找上了正和妮娜交流感情的尤金，此人正是家主吉列弗的弟弟基德·雷恩哈特。尤金想不通他为何会找上自己，莫非是因自己赢了本家过来找麻烦呢？谁知道这个年过30还没结婚的男人对子侄的感情是不是很深厚？但出于礼貌，尤金还是向他行礼问好，毕竟伸手不打笑脸人不是。然而还没行完礼，尤金就被他猛地搂了过去，他的左手已是握拳瞄向了尤金的脸。这个大龄剩男竟对13岁的少年下手，他是家主吉列弗的胞弟基德·雷恩哈特，年过30还跟着大哥吉列弗出去疯了3年，婚期过了很久也不结婚。此次找上尤金，是因为昨天尤金赢得了一世的魁首。他兴奋地一把搂过尤金，问尤金是不是赢过本家的那个螃蟹孩子。突如其来的热情让尤金很不适应，抬开他的大手问他有什么事。他告诉尤金是家主让他来接尤金过去，本来是要派其他人来的，但他迫不及待想见到尤金，所以就直接过来了。他听说了很多关于尤金的事，但没能直接看到仪式让他很是遗憾，所以就不请自来了。
经过一番交流下来，二人相谈甚欢。基德爽朗外向的性格赢得了尤金的好感。尤金暗自猜想他不结婚的原因，大概跟他这自由奔放的性格有关。二人去往家主房间的途中，尤金问家主为啥找他。基德猜想大概是想称赞你之前的表现吧。尤金告诉他之前就夸赞过了。看来基德你也不知道呢。基德尴尬一笑，看来自己的推测不准了。不过这不是我要关心的事，我只觉得能和你经常见面的话，会是件令人开心的事。尤金也认同他的话，和这么个外向开朗的人交流也令他开心。接着尤金来到房门前敲响房门，向家主禀报他到了。里面传来请进的声音后，基德为他拉开了大门，同时不但微笑鼓励他，还给他抛了个媚眼。这过分的热情倒是让尤金有些接受不了。进来房间后，尤金和吉列夫相对入座。吉列夫拿出尤金的吊坠放在桌子上，他告诉尤金已经让罗德检测过了，确实只是条普通的吊坠罢了。虽然连吊坠的记忆也读过了，但没发现什么特别的点。残留的记忆。听闻此话，确实让尤金一阵惊讶。他回想起这是塞尼亚的魔法，当年他曾亲眼见过。他担心自己前世的事情被发现，那就拿不到吊坠了，便心虚地问吉列夫是什么记忆。吉列夫却告诉他，是一段大概100年前在首都的街上被购买的记忆。这下反倒让尤金震惊了，怎么可能？这分明是300年前他戴了10几年的吊坠，他不可能记错。他认为罗德没有说谎的必要，莫非是其中的记忆出错了？但想要骗过罗德这个魔塔的主人没那么简单，难道是贝尔姆特？不过尤金觉得无论如何现在是弄不明白了。他开心地问吉列夫，他现在能拿走吊坠了吗？吉列夫欣然应允，按照约定你喜欢的话就可以拿去了。于是尤金开心地将吊坠戴到了身上。时隔300年，这东西再次回到了他手上。这时吉列夫告诉他，今天找他来其实还有件事要和他商量。吉列夫表示这不是件糟糕的事，相反会对他以后的发展有帮助。听到这里，尤金明白过来，这莫非是要跟他商讨婚姻大事不成？少年看着眼前的老头，竟然羞红了脸，只因老头给他准备了一件对他有利的事。少年就以为老头是要将希尔许配给他。他连忙强调，虽然希尔可爱又善良，但他目前没有成婚的打算。同时他也认为，难怪吉列夫平常对他如此亲切，原来是在这里设了陷阱等着他。见他还在那里自说自话个不停，吉列夫连忙伸手制止了他。听得满头大汗的吉列夫告诉他，并不是要将希尔许配给他。尤金瞬间亚麻呆住，这才发现他误会了吉列夫，一个13岁的孩子居然想着要结婚的事。尤金只觉尴尬，妈妈给尴尬开门，尴尬到家了。他觉得自己转身后都快成榆木脑袋了，净想些有的没的。吉列夫怕他再次天马行空，连忙表示自己是想收他做养子。这个消息更让尤金曹丕的岳父不说话，真鸡巴无语了。转生成兄弟的后代就够丢面了，现在还要认好兄弟的孙子做义父，他感觉自己越来越难了。虽然能留在本家发展是个不错的办法，但这个话题对他冲击力还是有点大。吉列夫揶揄他应该没有成婚那么惊人吧。尤金被羞得老脸再次一红，真是孩子妈妈失踪丢大人了。这时吉列夫表示，如果尤金同意了的话，可以将他的家人也接过来本家。尤金担忧那样的话，他岂不是有2个父亲了吗？吉列夫说没他想的那么复杂，只是将他的家族接过来一起生活。吉列夫还是3个孩子的父亲，并不是要抢走尤金父亲本杰明的孩子。虽然还没和本杰明见过面，但吉列夫表示会像对兄弟一样尊重他。听完吉列夫的慷慨陈词，尤金犯了难，看来这义子的身份是躲不过去了。沉默许久，尤金问吉列夫，如果我拒绝的话会有怎样的后果？听闻此话，吉列夫一下从椅子上跳起，他感觉尤金的问题有些好笑。他揶揄地看着尤金，虽然有些话从他嘴里说出有些难为情，但他自认不是那种拙劣的人。如果尤金拒绝了他的提议，他只会感到可惜而已，这就是全部了。他会尊重尤金的选择，也祝福尤金的未来。感受到他的好意后，尤金还是觉得这不是他自己能决定的事，需要听听他父亲的意见。吉列夫当即表示，那就先暂缓晚宴，等他派人将尤金父亲接过来再说。尤金同意了他的提议，顺便他还问吉列夫刚才说的对他未来有利的事具体是什么。吉列夫想了想，告诉他会有很多优秀的助理来教导他修炼，让他事半功倍。尤金好奇道，如果成为养子可以直接跟家主你学习吗？既然要学的话，他就要跟最强的人学习，毕竟他很好奇当代的雷恩哈特家主到底会有多强。在这个世界想要成为魔法师有多难，不但需要高等级怪兽的魔法师为引，还需要实力高强的魔法师引导者，而这些都不是眼前的旁系少年能具备的，显然那是富人的专属。如今即将成为家主养子的尤金提出想跟最强的人学习魔法，因为他很好奇家族的当代家主能有多强。然而家主吉列夫却告诉他，目前家族里最强的人不是自己另有他人。尤金很惊讶，居然不是家主最厉害，连忙追问是谁。吉列夫告诉他是自己的弟弟基德，曾经自己确实是家族最强，但现在基德的实力更厉害。尤金没想到刚见过面的基德竟然是家族最强。这时吉列夫询问他有没有从他父亲那里得到修炼魔法的方法。尤金表示吉列夫不说这回事，他都没想到要修习魔法，像是看出他的窘迫。吉列夫安慰他是他训练的太过勤奋，所以都没关注而已。吉列夫实在不忍心这么个练武奇才，最后因经济原因被埋没，这也是他想收尤金为养子的主要原因。来到本家，尤金才会有更好的修炼环境。随后他嘱咐尤金好好训练，一切等本杰明到了再说。尤金也觉得讨论的差不多了，便起身向吉列夫道了别。出来后准备闲逛一下再回去的尤金，却是闻到了空气中的香水味，这是他的鼻子犯了罪。顺着香水味过去，尤金感觉到了前面的柱子后藏着人，既然那人没有动，
看来是专门在此等候多时了。果然，当他走到转角处时，那人也装作偶遇出现在尤金面前，正是家主不能失去的安妮。看着他那一副遇见尤金很是惊讶的模样，尤金不禁吐槽：他这招真是武大郎放风筝，出手就不高，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但表面上尤金还是向他行礼问好，做足礼数不落人口舌是最好。安妮还准备客套一下再插入正题来着，结果尤金单刀直入，问他在这里等自己是有什么事吗？被戳穿了的安妮嘴角一阵抽搐，差点没忍住他的暴脾气。但想着尤金虽是乡下来的，现在却是家族一世的魁首，以尤金的天赋，将来定是会成长到令人惊讶的程度。与其敌对，还是交好关系来的实惠。如果能和希尔联姻的话，是最好不过了。快速盘算完的安妮也不废话，直截了当地问尤金和家主谈了些什么。尤金则表示，因为是和家主单独讨论的事情，所以他也不敢随意说出来。眼见尤金油盐不进，还把话题搞得这么敏感，安妮连忙解释，他就随便问问，没别的意思。他表示这次来还想向尤金道下歉，由于家族仪式开启在即，所以西安的事一直没来找尤金。尤金则告诉他，和西安的误会早已解开，毕竟他儿子都差点被尤金扳弯了。安妮夸赞尤金真是个成熟的孩子，能那么想最好了。既然你们误会已解开，那以后要好好相处哦。尤金开心道，当然会了，毕竟我们是有着同一个姓氏的家人嘛。结果听到家人这个字眼，安妮却是一阵皱眉。话虽然不错，但他听着让他倒胃口的尤金讲出来，却是感到十分的不安。尤金打断他的沉思，问自己可以走了吗？安妮连忙露出康姨母笑，让尤金快回去吧，耽搁他这么久真是抱歉。不再理会他的尤金掉头朝着自己的住处走去。这个女人从第一天就对他有所防备，还非常露骨地表现出对他的厌恶。尤金不想和他有什么牵扯。安妮默默站在那，看着尤金远去的背影，表情却是十分阴沉。小子，你可千万别让我找到机会折磨你。少年本是让他老爹都害怕的存在，年仅13岁的他已是一身腱子肉，强壮无比。如今夺得家族一世魁首的尤金，却是让他老爹引以为豪。时隔2天，尤金的老爹本杰明终于到达本家，他还是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种竟然拿到了家族一世第一。想到自己的孩子竟然赢过了本家直系，他不禁泪湿了眼眶。尤金这孩子打小就聪明，天资卓越，但他却不能给尤金更好的助力。他以为这次仪式尤金会被本家孩子打醒，明白本家和旁系间的鸿沟是出生起就无法跨越的。在他还在神游时，前方传来了尤金的一声呼唤。站在吉列佛边上的尤金开心地向他挥着手，见到儿子那纯真的笑颜，本杰明将刚才的顾虑都抛之脑后，他冲上前一把将尤金拥入怀中。本家又怎样，还不是被我可爱的儿子超越了？他抱着尤金老泪纵横，我好骄傲，身为你的父亲我真的好骄傲。尤金哄小孩似的安慰着他，我不是说过我会给你带回好消息的吗？你还信不过我呀？他连忙向尤金道歉，你是那么说过来着，对不起，我没能相信你。父子二人聊了许久，本杰明才发现家主吉列夫在旁边站了半天，他连忙向吉列夫自我介绍，也表达着自己那么晚才打招呼的歉意。吉列夫毫不在意这些，也向他正式自我介绍起来，表示是自己招呼不周，没能好好招待他。二人一阵寒暄，当代家主的待人亲切让本杰明受宠若惊。随后吉列夫礼貌地邀请他去房中一叙，本杰明连忙应下，但还是恋恋不舍地看着自己儿子，毕竟才刚见面就分开。入座后，吉列夫向他讲述了收尤金为养子的提案。本杰明很是惊讶，以为自己听错了，再次确认了一遍。吉列夫告诉他，尤金被收为养子的话，你也会被视为本家的人，可以在此生活。思索片刻，本杰明突然起身向吉列夫鞠躬致歉。他感谢吉列夫那么看重他儿子，但作为父亲，他要为尤金的未来考虑。他认为即使吉列夫是好意，但本家其他人也会排挤尤金。听明白他的意思后，吉列夫告诉他，虽然我不想限制尤金的未来，但本家是有传统的，旁系的孩子无法成为家主，即使尤金成为养子也不可能。所以只要尤金不贪心的话，在这里可以得到更好的成长。尤金作为养子，可以和我的儿子成为兄弟，和我的女儿不说也罢，总之在这里成长，会给尤金的未来带去更多的可能性。本杰明表示，他需要先问问尤金的想法再做决定。这个老父亲为何抱着儿子失声痛哭？只因家族的当代家主要收他儿子做养子，他担心自己儿子在本家遭受冷言冷语，因此他回应家主，需要问问自己儿子尤金的意见再做答复。这边尤金正在练习剑术，耍得虎虎生威，而本杰明正从远处垂头丧气地走来。尤金看到他那副伤心欲绝的表情，就明白他知道养子的事了，但尤金还是将剑归鞘，询问他出什么事了，怎么这副表情？走到近前的本杰明却是瞥见尤金腰间别着的风暴剑尼德，这是将他们家族都卖干净也买不起的剑。虽然不想承认，但这是事实。心情复杂的他告诉尤金，吉列夫打算收你做养子，成为本家养子的话，你的未来发展将会更好，但是寄人篱下的话，以后遇到的困难可能也会多很多。尤金无所谓道，这个我都知道，之前我也和家主讨论过这个话题。他自信一笑，但是父亲，从小你不就看好我尤金·雷恩哈特吗？本杰明听他强调自己的全名，便明白了儿子的决定，不由得泪水打湿了眼眶。他郑重地告诉尤金，你的名字是我和你去世的母亲共同起的，你千万不要忘记了呀。尤金表示，即使成为本家的养子，我的生父就只有本杰明·雷恩哈特一个。得到尤金的保证，本杰明再也绷不住，抱着尤金失声痛哭起来。尤金觉得成为本家养子虽然顾虑很多，但是好处也会更大。虽然他没有成为雷恩哈特家主的想法，但其他人可不会那么认为。光是大夫人迪士尼和二夫人安妮就无法容忍他的存在。
尤金安抚父亲先回去休息，本杰明失落地离开。尤金认为，面对不满和刁难有2个解决方式，要么就无视掉不予理会，任他叫嚣任他狂，要么就去正面硬刚，任他何其嚣张我定当一剑破之。次日，本家晚宴，家主吉列夫邀请了参加仪式的旁系家族。正独自借酒消愁的本杰明突然被人叫住，来人夸赞他的儿子很优秀，也恭喜他成为了本家的人。另一人则是向他推荐起了肌肉增长剂。路过的尤金正巧看见几人正相谈甚欢，看着那位不停摆造型秀肌肉的大汉，尤金都不用拍就知道是加尔的父亲。这时大厅角落里，安妮带着西安出现，他呵斥西安仪态端正点，别丢他的脸，吓得西安赶紧挺胸抬头。他嘱咐西安要时刻和尤金做比较。本家在家族仪式中输了是件很可笑的事情，西安你会感到羞愧是没办法的事情，但是你不能挫败，无论谁嘲笑你，你依然是我的儿子，是正统血脉，这点你要牢记。虽然尤金不能成为家主，但你也不能松懈，为了成为家主你需更加努力，还有记得和尤金好好相处。听到最后这句话让西安很意外，安妮告诉他兄弟间要相互友爱，然后你要让他成为你坐上家主的助理。西安听得云里雾里，只记住了要好好相处这一点，但想着该怎么和尤金好好相处，他却是犯了难。这边希尔找到尤金，问他我们现在是兄妹了是吧？他追着尤金问能不能叫他姐姐，尤金表示他们就差了几个月，叫什么姐姐？希尔不满地嘟囔，他就比西安晚出生了5秒，都是妹妹。尤金则认为这不一样，不死心的希尔在后面追着，让尤金叫一次试试看。希尔在后面不依不饶，尤金则在心里吐槽，让他叫一个13岁的小萝莉姐姐，他是宁愿死不会同意的。想想都是件很丢脸的事。而这时家主的房间中，众人正商议着李德拜师的事，却是被罗德严词拒绝了。他表示自己是不会收李德做弟子的。少年见到眼前的男人竟然心动了，明明男人才拒绝收他做徒弟，因为男人需要长期休息召唤魔法，而少年还未经过阿洛特那边系统的检测，但他表示万一他有学习召唤魔法的潜力呢？罗德告诉他，那你在阿洛特就是雷恩哈特的代表，但如果你没有打败其他魔法师的才能，我是一样不会收你做徒弟的。不过罗德在红塔时和吉列夫交流过，李德如果要过去的话，他会保护李德免受谴责和歧视，为他准备适合修行魔法的环境，这让李德很心动。做不了徒弟也没关系，能逃离这个让人压抑的家，能学习魔法就行。但他害怕吉列夫会反对，忍不住的偷瞄吉列夫。吉列夫让他不用看自己眼色行事，做出自己的选择就行。这时他的母亲迪士尼上前来鼓励他，你父亲既然给你机会，你满怀感激接受就行。虽然你从小就喜欢魔法，但是李德，迪士尼话锋一转严肃道，你是我迪士尼的儿子，你就要有成为家主的决心，哪怕去了阿洛特也不能忘记。看他表情狰狞，担心他吓坏李德，吉列夫出声制止了他。迪士尼无所谓道，不过是母亲对儿子的几句唠叨罢了，但他内心却十分不爽。如果把李德送去阿洛德，安妮那个疯婆娘估计要乐开了花，不过他觉得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李德的性格与他的身份并不匹配，他出生就柔弱不能自理且淳朴善良，去阿洛特学习魔法还能与其他魔法师交流成长，这样对他或许更好一些。于是迪士尼让李德牢记他雷恩哈特家族嫡长子的身份，剩下的就看李德的造化了。但他如果知道李德未来会那样的话，他可能会后悔放他出去。于是宴会第2天，罗德就带着李德离开本家，一起前往了阿洛德。旁系其他孩子也和父母一起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家族，空出的厢房就只剩本杰明和尤金居住。而且今天还是尤金自转生以来第一次开始魔法入门。魔法分精修和体修2种，精修是将灵气通过呼吸转化为自身实力修炼，体修是通过锻炼身体积累灵气修炼，二者都不容易，但精修更上乘。前世尤金开始就是体修，但在塞利亚和贝尔姆特的建议下，后面改为了精修。而雷恩哈特家族的魔法修炼就是精修。尤金来到约定地点时，见到基德已经在等他了。这里有一处本家血统才能使用的灵脉，是300年前贝尔姆特创造的。尤金也是佩服，真是小母牛倒立牛批冲天。基德告诉尤金，虽然有他的帮助，但是第一次入门的话，尤金应该会很辛苦。西安和希尔6岁开始魔法入门，用了4天才感受到灵气。李德用了1周的时间。旁系的孩子一般4岁入门，但得1个月才能感受到灵气。不过基德让尤金不用担心，有灵脉和他的帮助应该用不了多久。尤金问他那样的话，大概会需要多久才可以感受到灵气？基德觉得10天左右应该差不多了。尤金表面上惊叹10天就能感受到灵气，真是很厉害了，内心却吐槽道，什么鬼的10天，10分钟都用不了啊小子。大家猜猜尤金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感受到灵气呢？在这个世界魔法入门有多容易，只需盘腿地上做灵气自会心中来。基德向尤金展示了本家专属修炼法门，是由贝尔姆特所创的白岩石。尤金看着他的模样，虽然之前不清楚名字，但他见过这副状态的贝尔姆特，灵气环绕周身，形成类似白色火焰的存在，看起来就像是狮子的鬃毛。前世的他终究未能超越那白色火焰。基德提醒他，灵气是不能被马上感知的，先从呼吸开始练习好点。尤金头也不抬地告诉他自己已经能感受到灵气。基德觉得他是太投入产生错觉了，便凝聚魔法球准备试探他，结果不断变换位置的魔法球都被他准确指出了所在位置。尤金睁眼的意道，你还想测试到什么时候呢？基德震惊了，真是南孚电池做拉面巨能扯，10天能感知到灵气已经够夸张了。尤金感知速度快得真过分，事已至此，基德也只好直接开始下一环节。
他引领尤金感受灵气进入身体的感觉，他让尤金试着吞入灵脉中的灵气，按白岩式的走向流动，慢慢将灵气汇聚到心脏处集中起来。感觉到尤金已进入状态，基德缓慢松手向后退去，看着灵气环绕在尤金身周，他一副已然入门的模样。基德觉得这已经不是用做的好能形容的水平了，身体才开始接纳灵气，应该慢慢尝试调节灵气才对，但尤金却已经对灵气掌控自如了。基德感觉已经要疯了，尤金则觉得有着前世的记忆和经验，做到这些并不困难。即使抛开那些不表，尤金也能感觉到这具身体非常善于吸收灵气。可惜的是，身体还过幼小，能吸收的灵气不多，只能先到此为止了。而基德麻木地看着尤金，他不知道自己第几次震惊了。一般刚入门的灵核只有芝麻大小，需慢慢修炼才会变大，而尤金的却已是比豌豆还大。最后基德只能送尤金一句：“你可真是个怪物啊！”尤金问他这是在夸自己吗？基德嘴角一抽，算是吧。回去的路上，基德向尤金普及着白岩师的后续修炼。白岩师到达一定境界，灵核会分裂，体内就能储存更多灵气，灵核被称为星。白岩师创始人伟大的贝尔姆特是史上唯一炼到10星的人。基德表示他和吉列弗目前都是6星层次，虽然直系3人都是1星，但西安和希尔明年应该能到2星。2人6岁入门，到2星的话大概花了8年。至于你的话，只要不懒惰应该会更快。尤金开心地表示自己会用心修炼的，内心却是一笑，自己转生的这局身体足以碾压前世，除非自己疯了才会浪费这天赋。真是感谢你啊，贝尔姆特，多亏你留下白岩石，我以后能做的事情变多了。回到本家，尤金让妮娜拿来风暴剑，他准备尝试召唤精灵王。他凝神运气，将刚修炼的灵气灌入剑身，顿时天地间风起云涌，凭空出现了龙卷风。这时乌云中传出一道声音，有些不确定道：“莫非你是哈梅尔吗？”尤金没想到真的召唤出了精灵王，而且他为什么知道我是哈梅尔？少年为何仇视受人敬仰的精灵王？刚被他召唤出来的精灵王，竟是一语道破他前世身。尤金询问他为何知道自己是哈梅尔转世的，精灵王告诉他：“我记得你的灵魂不管时间如何流逝，面孔怎么变化，灵魂是不会改变的。好久没被尼德召唤，我以为是贝尔姆特后代在召唤我，结果却感受到了你的灵魂。”听他提起贝尔姆特，尤金恶狠狠地问他，为何贝尔姆特没有杀死魔王？在我死后，坦佩斯你依然跟随他们继续魔都的冒险，你应该很清楚吧？坦佩斯告诉尤金，他也不清楚贝尔姆特的心思。在与幽禁魔王战斗时，他放下了手中的剑。得知这一消息，尤金很是震惊。贝尔姆特为什么要这么做？坦佩斯继续讲述道，那里的战斗很激烈，同伴们都受伤倒下了，只剩下贝尔姆特和幽禁魔王还能站立。但关键时刻，他却收回了手中的尼德。他没有杀掉幽禁魔王，也没有去找灭亡魔王。听到这里，尤金非常愤怒，没想到自己死后竟发生这种事。他质问坦佩斯，贝尔姆特和幽禁魔王签下的契约到底是什么？但坦佩斯遗憾地告诉他，自己并不知道契约内容。尤金怒骂，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坦佩斯表示，知道契约内容的只有在场的人。贝尔姆特收回剑时，他就无法再介入那个场所了。听闻是这个结果，尤金十分气愤，难不成要我去问贝尔姆特的尸体不成？然而这时坦佩斯却告诉他没时间了，原本靠他匮乏的灵气是无法召唤自己的，是坦佩斯强行打开了门，现在那道门要关上了，下次等你有足够力量时。话还没说完，坦佩斯就消失了，只留下还在怒骂的尤金。突然尤金鼻子流出鲜血，他感觉自己现在浑身无力，头脑昏沉，紧接着他直接倒地不起，昏迷不醒，吓得一旁的妮娜惊慌失措，不知该如何是好。之后尤金被带回房中睡至深夜才醒来，他看着自己止不住颤抖的手，感受到自己本就不多的灵力竟全被榨干。妮娜进来看他醒来，终于是放下了悬着的心，并告诉他家主和基德都在等他醒来，自己这就去请他们过来。不多时，二人来到了尤金的卧室。吉列弗询问他白天出现的异象是怎么回事，是召唤出精灵了吗？尤金知道那种异象很多人都看见了，什么都不说，肯定是圆不过去。于是他选择性的告诉他们精灵王降临了。二人本以为只是召唤出精灵，没想到尤金这么勇，精灵王都被他搞出来了。他说不是凭他能力召唤出来，是感受到久违的召唤精灵王自己过来的。基德很是惊讶，贝尔姆特之后就没人能再召唤出精灵王。尤金也说，精灵王觉得他还太弱小，摆摆手就回精灵界了。吉列弗很高兴，白天才听说尤金秒入门白岩石，下午竟还召唤出精灵王。随后他让尤金休息几天，接下来会让基德继续教导尤金修行。原本他还准备家族仪式结束就继续和基德出去旅行修炼的，基德也表示很愿意继续教导他，当然希尔和西安也会一起。而这边听闻尤金秒入白岩石1星的二人，受到刺激后终于开始认真起来了。被刺激到的双胞胎有多猛？已是深夜，二人却依然在对战练习。希尔忍不住夸赞尤金，真是小母牛坐火车去南极，牛皮轰轰到极点，1天不到就已是1星了。当初他们可是花了很久才到。西安反驳他才没有很久，他们1个月入门已是很快的速度了。希尔再次强调尤金不到1天就入门了，本就憋一肚子火的西安不想再废话，提剑就向希尔冲去。随后二人酣战在一起，打得畅快淋漓。这边尤金等家主和基德离开后，拿出尼德准备再次尝试召唤精灵王，结果这次只召唤出了下级小精灵，让他大失所望。他询问精灵有没有听他们的王说了什么，然而小精灵只是直直地盯着他不回应。尤金这才想起低级精灵的智力不足以对话，
随后他恶狠狠地让小精灵转告坦佩斯，要是敢骗我的话，饶不了他。这人竟敢对自己的王不敬！小精灵气得直皱眉，随后给了尤金一个下马威后回去了精灵界。尤金回想起白天从坦佩斯那知道的信息，在幽静魔王城只有他死了，其他伙伴都生还了，但只有贝尔姆特和幽静魔王知道契约内容。总有一天他要去赫尔穆德弄清这一切。不仅如此，他还要去前世伙伴们归隐的地方寻找线索，但现在的他还太过弱小，没办法去到那些国家。他得抓紧修炼，直到实力足够的那一天，他要去弄个明白。转眼已是4年，尤金的一身腱子肉更加健硕。17岁的他人出落得越发的帅气逼人，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都忍不住擦了擦口水。现在他的白岩石已经达到了3星层次，但他觉得实力还是不够。要想利用好这具天资卓越的身体，不仅要靠前世的本领，还要学习新的东西才行。他告诉西安，他准备去阿洛特学习魔法。西安问他在说什么屁话，在本家修炼不行吗？尤金一脸得意，早晨明明很正常的在修炼，结果却变成这样了。说完，他一个蓄力暴气，3颗灵和共鸣产生的白色火焰十分耀眼。西安被他这一举动惊得说不出话来，反应过来后震惊道：别胡扯了，你这样像话吗？他都还是2星呢，比他晚7年入门的尤金竟突破到3星了。他酸了。尤金潇洒摆手，当然像话了，因为我可是天才，你不懂。西安被他气得真想杀了他。尤金表示他们可是兄弟，不要这么绝情。西安嘲讽他，是兄弟还每天把自己往死里揍。尤金揶揄道：诱惑，是谁求着我每天早上陪他对练的？西安被他对得羞红了脸，没办法反驳，只能岔开话题问他为什么突然要去阿洛特？难道忘记李德的事了吗？去到那边因为天赋不够都没能成为罗德的徒弟，虽然靠后门进了红色魔塔，但4年过去至今都没什么成就。尤金警告他不要什么话都往外乱讲，把西安吓得一哆嗦。但西安劝他不要去阿洛特学习什么魔法了，如果他真去了阿洛特的话，希尔肯定会很难过的。女子为何紧咬朱唇伤心欲绝？只因她从小爱慕的男人即将远行，而男人却不知她心意。尤金路过希尔门前，希尔叫住了他，问他能不能和自己聊聊。尤金让他想和自己聊天的话就出来聊。希尔认为自己刚修炼完，满身是汗，果断拒绝他的提议，问他真的要去阿洛特吗？尤金说自己想去学魔法。希尔不解，那可以在首都招聘魔法师来啊，而且你不在的话，我和哥哥可能会超越你的。尤金表示那再好不过了，这样和你们对练才更有意思。说起来你后面都是一个人修炼，好久没和你对练了呢。希尔像是抓住了什么，问他如果愿意和他对练的话，他可不可以不走？哪知尤金这钢铁直男直接拒绝了他的提议，气得希尔没办法，只能问他要去多久。尤金说他也不知道，不过应该用不了几年就回来。听他要去那么久，希尔很不满，告诉他离开家会很辛苦的，况且本杰明也会难过。尤金认为自己父亲现在熟悉了本家生活，时不时打猎，身上的赘肉也少了许多，他自己可以的。希尔差点脱口而出自己不想他走，但还是改口说自己哥哥不希望他走。尤金笑道，即使那样我也要走，你要好好修炼哦。听到他如此坚决，希尔彻底没了理由，连忙探头出来追问他，真的要走吗？尤金头也不回地冲他摆了摆手，潇洒离去。看他这样，希尔很是伤心，但最终也没说出口，只是自己在那念叨着，其实我也不希望你离开。尤金来到家主这边，向吉列弗说明了自己要去阿洛特学习魔法。吉列弗很惊讶，以他的年纪达到白岩石3星是绝无仅有的，继续努力的话，成年一定能到达4星。但尤金表示，这样一直留在本家的话，将得不到任何成长。虽然不确定自己有没有魔法资质，但如果魔法入门的话，对灵气修炼更有帮助。仅是学到新的东西，对他而言也是重要的经验。他相信这绝不是毫无意义的事。紧接着，他向家主行礼，希望能成全他。见他这么坚决，吉列弗不好再说什么，只能告诫他不要碰关于黑魔法的事。阿洛特那里有黑魔法师聚集的黑色魔塔，虽然现在不像以前，大家对他们的印象没那么坏了，但作为贝尔姆特的后代，我们无条件的将黑魔法排除在外。不用吉列弗提醒，尤金也知道那些人300年前做的那些肮脏事，他让吉列弗不用担心，他对黑魔法也是相当的深恶痛绝。普通人想进魔法师的房子有多难，庭院入场费就得10万打底，想进房子内部100万起步。而尤金现在就来到了这么一幢房子前，刚在本家时，众人都来送别即将远行的他。尤金站在传送门前和大家一一道别，他的父亲哭得稀里哗啦，希尔躲在后面羞红着小脸不敢直视他。本准备启程的他看着父亲这模样，只能安慰父亲不必难过。面对已决定远行的儿子，保持微笑送别不是更好吗？本杰明连忙擦干眼泪，面带微笑送别他。见此，尤金不再犹豫，转身走进了传送阵。魔法王国阿洛特的首都五角大楼，5座魔塔拱卫之势环绕王宫修建。坐在魔法飞梯上的尤金看着下方街景，心中思绪万千。前世的他虽然来过这里，但现在可真是大变样了。众多王国中，只有阿洛特设有空中城堡，彰显阿洛特魔法优越的同时，也是富人的象征。导游向他介绍这15座空中城堡的悬空魔法，全都是当年由塞尼亚亲手打造。尤金问这空中飞梯也是塞尼亚创造的吗？导游自豪地表示那是当然，不过不用担心魔法老旧，经过数百年的不断修补完善，事故率很低，没有差评哦。尤金听得直吐槽，是掉下去的人来不及差评吧？接着尤金制止导游继续介绍其他景点，他让导游带他去塞尼亚的故居，
导游向他介绍那是塞尼亚临终之前的住宅，200年前塞尼亚留下一张要去隐居的纸条，就离开了那栋住宅，再也没回来。尤金问他是不是自那以后就没人知道塞尼亚的去向了？导游说确实是这样，后来许多魔法师以及塞尼亚的弟子都曾占卜过他的行踪，但没人能找到他隐居的地方。而且导游还告诉尤金一个小道消息，他认为塞尼亚是去了魔都。200年前距离哈梅尔牺牲已过去100年，塞尼亚为了给死去的伙伴报仇，所以才会离开阿洛特。因为哈梅尔曾单恋过塞尼亚优，听说哈梅尔临死前还向塞尼亚告白了呢。听到这里的尤金脸色十分难看，愤怒的让他赶紧闭嘴。导游见此时却得停止讲述这段绯闻之恋，不过他再次讲述关于塞尼亚隐居的另外猜测。相传厌恶黑魔法和魔族的塞尼亚隐居前曾极力反对黑色魔塔的建立，于是被信仰黑魔法的魔法师暗杀了的说法。对此尤金颇为不屑，区区黑魔法师怎么可能伤得了塞尼亚？不过他也不由得猜想，虽然黑魔法师不行，但如果是魔王干的呢？毕竟赫尔穆德到现在为止都在通过黑色魔塔从阿洛特吸收着后援，因此在魔王的立场上，塞尼亚很是碍眼，想杀了他不足为奇。飞迪终于到达目的地，众说纷纭下，尤金也说不清楚塞尼亚到底还活着没有。眼前塞尼亚的故居门前很是热闹，挤满了前来祈愿的人。导游告诉他这些都是想考进魔塔的考生，但因为没钱，他们只能待在这外面祈福。毕竟庭院的入场费都10万打底，想进到住宅内部的话，费用更是几百倍以上。尤金问他这么贵会有人进去吗？导游表示岂止是有，还非常的多，因为传说对着大厅里塞尼亚的画像祈祷，就能庇佑他们通过魔塔考试。来到门前，守门的侍卫检查了尤金的身份卡。尤金雷恩哈特家族的来头下的侍卫手忙脚乱，连忙为他打开了房屋的大门，终于是抵达前世伙伴的住宅。此时的尤金十分的兴奋，他要好好看看这些年那个小丫头片子都做了些什么。曾经这个300多岁的少女想结婚生子，可到头来却是独自居住了100多年，终身未嫁。尤金走在这塞尼亚住了100多年的住宅里，回想起当年的点滴。塞尼亚曾问他以后想做什么，花一样的年纪在这破地方干这么辛苦的事，等一切结束后总得去追求自己幸福吧。当年的哈梅尔表示没去想过那种问题。塞尼亚告诉他莫龙那个蠢蛋竟想去当国王，哈梅尔觉得莫龙是疯了，以为国王是谁想当就能当的吗？塞尼亚却不认同他的话，谁都有可以做梦的权利，更何况我们这种说不定哪天就没了的人。哈梅尔问他是不是喝多了，竟说那么煽情的话。他还问塞尼亚有没有看到他的鸡皮疙瘩，实则内心却大受触动。果然前世起就是个表里不一的男人，气得塞尼亚骂他不懂风情。哈梅尔却问他想做的是什么，塞尼亚被他问得愣住，一时间没了言语，想了一下，还是说想像普通人那样平凡的结婚生子，慢慢老去就好。尤金看着塞尼亚的画像一阵唏嘘，不是说要找个好男人结婚生子，平凡老去的吗？为什么到头来你会独自生活100多年呢？情到深处，尤金不由自主伸出手，想要去触摸塞尼亚的画像，结果一旁的卫兵严厉制止了他的行为。被打断的尤金恼怒不已，没看我正搁着抒情吗？不过他也不是为了看画像才来的，于是他转头离开这里，前往下一个地方。这栋住宅的地下是个巨大的书房，尤金觉得书柜上堆满的魔法书籍里或许会有塞尼亚留下的线索。结果刚才的卫兵再次出现，阻止他触碰书籍，气得尤金真想上去给他一劈头。看来是什么东西都不给触摸，要想找线索就难办了。尤金记得当初的吊坠也没有记录在案，估计是因为他的出现才会被他看到，就像精灵王能够认出他的灵魂一样，吊坠也可能是感应到他的灵魂才出现。他不知道是谁策划了他的转生，但如果是塞尼亚的话，那就一定会留下线索。随后寻找了一圈的尤金再次回到塞尼亚的画像前，显然是寻找无果。他想不明白，如果他设想的没错的话，应该会有线索出现在他面前才对。看着卫兵转身离去，尤金准备使出最后一招。喂，塞尼亚，如果你不爽的话就来找我呀。不再停留，转身离开的他却心情复杂。如果你真的还活着的话，男人此刻火大的只想找人给他物理降火，只因他的大哥竟公然和魅魔玩耍，丢了家族的脸。从塞尼亚的故居出来后，尤金让导游带他去红色魔塔，就可以收工回家。坐上魔法飞的后，尤金询问导游知不知道他大哥李德的消息，但此刻导游却显得很为难，表示年轻魔法师中李德的名声很响亮。见他话说一半，一副欲言又止。尤金知道其中棉裤套皮裤必定有缘故，他宽慰导游放心大胆讲出来。他以自己名义起视觉不透露是导游告诉他的。随后他话锋一转，脸色阴沉，你敢骗我的话，先考虑好后果。在尤金的一番保证加威胁下，导游只好妥协。他告诉尤金，听说李德每晚都会从魔塔出来游玩。听闻此话，尤金觉得李德大他2岁，已经19了，不应该贪玩才对啊。导游见他理解错了，连忙强调是找魅魔玩耍，不是游玩。尤金恍然大悟，原来是和魅魔玩耍呀，我还以为啥事呢。秒变脸的他愤怒握拳，就想赶紧找到李德请他吃皮坨。异常愤怒的他质问导游，又不是魔都，为什么这里会有魅魔存在？导游慌忙向他解释，这里虽不是魔都，但有黑色的魔塔呀，那里不但有人类黑魔法师，还有众多魔物，在每个城市都有那么一条街，那里的好几家店都将魅魔当做了招牌，并且他听说李德会定期光顾那几家店，去进行深入的交流。尤金问他那条街在哪里，导游表示平常看不到的，要到15月圆之夜才会营业。这件事让尤金很不爽，
他来阿洛特有自己的事要去做，并不想和没说过话的李德过多接触。但是那混蛋竟然敢去找魅魔玩耍。身为贝尔姆特后代本家嫡长子，竟和魔族混在一起，尤金真想把他揍得满面桃花开，但目前都是传闻，他得亲眼确认才能放他的走。李德呀，你不但天赋渣，品行也渣，千万别让我抓住你现行。只待15月元夜，且看尤金揍李德。不多时，尤金终于抵达红色魔塔前，前方已有人在专门等候他。女子表示很高兴见到他，并询问他是否是尤金·雷恩哈特。得到尤金回应后，女子鞠躬行礼，并自我介绍说她名为海拉，同时尴尬地告诉尤金，他们塔主本来准备亲自迎接尤金的，但是出了一点小问题。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魔塔上方就发生了剧烈爆炸。这个男人竟是曾经的萌萌小正太，长期和魅魔玩耍的他已是被掏空了身体，成了如今的模样。尤金刚来到红色魔塔就发生了变故，红塔上方房间莫名发生爆炸，飘出了阵阵烟雾。接待他的海拉表示，因为他们主要学习的是召唤魔法，所以失败率较高。话音刚落，破碎的窗户里就冲出2个魔物，但他们刚准备逃离，就被紧随其后的2只大手抓住。随后大手用力一捏，就叫他们回家见了妈妈。正是红色魔塔塔主罗德阻止了他们的逃跑。罗德回身质问那些学员是怎么做到召唤出影子军团的，他怒不可遏，问他们知不知道影子军团没有理智可言，只会到处攻击城内居民。学员被他凶神恶煞的模样吓得连连道歉，但罗德可不惯着他们，让他们收拾东西立马滚蛋。发完火，罗德才瞥见下方尤金已到来多时，随后他阴沉着脸降落在尤金面前，却是立马笑眼如花跟尤金寒暄起来。没想到短短几年不见你都长那么大了。尤金也夸赞他还是一点都没变，真是让人羡慕啊。罗德解释自己修炼魔法的关系，所以才看起来那么年轻。尤金也是感叹，确实和4年前不一样了。现在修炼了灵气的他能清晰感觉出，此时的罗德很强，虽然没有塞尼亚那么强，但也不愧是红色魔塔塔主。罗德听吉列弗说起尤金想学习魔法的事，他表示魔法虽难，但他觉得尤金一定会做得很好。这时正在闲聊的他突然发现门后传来异动，在他的震慑下走出一股瘦如柴的男子，正是时隔4年未见的里德雷恩哈特。尤金见到他那副鬼样十分不爽，被魅魔吸成这样了还有脸出来到处招摇。罗德问他不来向自己欧豆豆打个招呼吗？彼得表示自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不等他说完，尤金脸色阴沉地上前向他主动问好。彼得尴尬地回应着，如今的他更是柔弱不能自理。见场面尴尬，罗德让他没事就赶紧回去读书，不要到处瞎晃悠。等李德走后，罗德向尤金表达歉意，刚来就让他看到这么多不好的事。随后他询问尤金，吉列弗说你不想跟我学习魔法是吗？尤金表示不想给他添麻烦，况且如果他也直接跟着罗德学的话，会让很多人对雷恩哈特家族不满，所以他想靠自己掌握魔法这门学问。见他这样，罗德也不强求，还把海拉分配给他做助理，让他在阿洛特期间可以住在塔里，一切随意就行。听闻此话，尤金很开心，当即请求去塔里的图书馆看看。就这样过了1个月，尤金每天起早贪黑在图书馆学习魔法知识，还利用空余时间进行灵气修炼和剑术修炼。即使这样，他每天随便睡会就能精力充沛。现在图书馆的魔法书都被他读完，他准备开始试试能不能魔法入门。300年前，塞尼亚曾自创魔法法则，成为绿色魔塔主人后，后人延续了他的法则，将灵气首尾相连循环起来后，魔法就产生了。当圆圈储存量超过最大值，圆圈就会变大，等级也就随之提升。除了体系不同的精灵魔法和黑魔法，大部分魔法师都以此法则入门魔法。尤金找到助理海拉，准备开始实验他的入门理论是否能行。眼前的男子为何让女人如临大敌？只因男子不遵从现有的入门魔法法则，竟想实验自己的魔法理论。为了保障他的安全，海拉只能做好随时营救的准备，因为有一丝灵气暴走的话，轻则重伤，重者当场嗝屁。但尤金还是表示他想试试雷恩哈特家族的灵气运行方法。海拉告诉他，武术和魔法的灵气运行不一样，不以魔法的灵气运行方式运行，是不会产生魔法的。尤金自信一笑，所以我才要做这个实验呀。我为了尝试那个可能性，才会去读了1个多月的入门魔法书。眼看劝不了他放弃这个危险举动，海拉只能妥协。准备好的尤金开始蓄力爆气，开始尝试以白岩式运行方式入门魔法。白岩式以心的形式在心脏处储存灵气，魔法则是以圆圈储存灵气，二者形式不一样，本质却相同。而且以心代替圆圈还可以使灵气增幅。尤金灵气的变化让随时准备救援的海拉十分震惊，他竟能完美的控制那么多灵气，这个年纪就能做到这一点了吗？在他还在高呼666时，这边尤金手上已经凝聚出了盐气弹。随后他再次转变，一个小火球出现在尤金手中，紧接着他更是在火球上施加魔法，直接变化出了洞洞波。海拉彻底傻眼，尤金并未停留在入门阶段，直接施展了魔法。第一次施展魔法的尤金虽有些疲惫，但十分开心他的理论成功了。随后他让海拉召唤一个怪物出来，他想试试洞洞波的威力。本是援救的海拉变成了召唤小怪陪练，他莫名觉得有点尴尬，但还是听话照做，搞出来了一个石头怪。他告诉尤金，这是由大理石组成的怪物，不是特别厉害的攻击无法击破他的防御，而尤金要的就是这种持久力有保障的。随后他一击洞洞波轰出逃得断，
之后，罗德听到海拉召唤赶来现场，见到的是被洞穿直挺挺倒在地上的石头怪。他不敢置信尤金竟用白岩石魔法入门，还施展了魔法。海拉表示确实是这样，而且灵气纯度密度无懈可击，威力也是魔法的3倍朝上。罗德直呼真是个怪物，这已经不是让人感叹的程度，而是令人恐惧的天赋了。尤金以白岩石入门魔法，3星层次的他相当于入门就是3个圆圈。罗德询问尤金去哪了，海拉说他有约出去了。再三思虑后，罗德问海拉：“你觉得向阿克里昂推荐尤金怎么样？”海拉震惊道：“那里可是只出入高级魔法师和王公贵族的，是皇家的图书馆。”罗德却认为尤金完全有这个资格去那里，他可是仅用了1个月就以白岩石入门魔法，还用那种形式的魔法将石头怪打穿，所以罗德要给有着怪物般才能的尤金推荐适合他的去处。海拉则认为这样其他魔法师会不会不满？罗德却是不屑，因为那点不满否认事实的话，只能说明他们太没远见了。随后他想起尤金在阿洛特也没认识的人了，他是有什么约才出去的吗？海拉说尤金好像是要去见一个朋友。迈尔登广场上屹立着塞尼亚的雕像，看着雕像上塞尼亚的那一抹微笑，尤金记得每次用魔法做出了不起的事情时，塞尼亚都会露出那种微笑。在他缅怀过去时，迎面却是走来一个肌肉大汉，嘴里还亲切地喊他：“小金金，别来无恙了。”看清来人，尤金不敢置信，竟然会是他。这个中年大叔竟只是个18岁的青年，看着他那浓密的络腮胡，打死尤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青年大叔加尔表示：“虽然你不像我一样发育的好，但你也长大了不少。”尤金则吐槽：“你这哪是发育的好，分明是发育过头了呀喂！”时隔4年再相见的二人紧紧地握起了手。加尔表示通过握手才明白，尤金在这4年里身体锻炼的是越来越棒了，但他觉得不太够，随后在身上翻找起来。尤金知道他想干嘛，连忙想制止他，但还是晚了。只见加尔拿出他们家族的不传之秘，他专门为尤金带来的肌肉增长剂，被尤金果断拒绝。他想不通，尤金父亲也是靠这个增长剂减掉赘肉长了肌肉，尤金则表示他可不想长满胡子。随后他连忙岔开话题，问加尔来找自己到底所谓何事。加尔问他知不知道那条名为布莱克的街，尤金当然知道，那不就是李德经常出去鬼混的地方吗？加尔严肃地告诉他，听说那里出售巨人族的蛋蛋。尤金听得亚麻呆住了，你说你要买什么？加尔再次重复了一遍。尤金满头大汗地问他买那东西做什么。加尔说那东西有很高的魔法价值，他要买来交给炼药师，制作成适合他的肌肉增长剂。随后他伸手向尤金借点金币备用，他觉得自己带的钱可能不太够，但听说他想借钱，尤金果断拒绝，告诉他车子房子老婆外加钱一律不外借。没料到尤金如此绝情，加尔怒目圆睁，顿时他竟直接就给尤金跪下了。尤金被臊得满脸羞红，只能无奈答应借给他。加尔对此万分感谢，表示他以自己名义起誓，一定连本带利还给尤金。加尔还告诉尤金，这次的拍卖场将会出产许多珍贵的宝物，但尤金却是一脸兴致缺缺。加尔看他没兴趣，也觉得有了尼德的尤金确实不太看得上一般的东西。尤金则表示，相比于拍卖场，他对布莱克那条街更感兴趣，因为几天前他在魔塔走廊碰到过李德，当时的李德出现了对魅魔毒素的戒断症状。这次的15月圆之夜，他一定还会去布莱克找魅魔玩耍。尤金要借此机会跟上去看看李德是不是真如传闻中一样，已经无可救药。男人究竟看到了什么，竟如此大惊失色？只因他收到了去往最好图书馆的推荐信。尤金回到红色魔塔，正为去布莱克街做准备，就收到了塔主罗德的召唤。他转念一想，正好可以问问罗德关于他哥哥李德的事。不多时，他便来到罗德的所在之处。罗德热情地招呼着他，准备跟他商量一些事情。尤金好奇罗德叫他过来是想商量什么。罗德随即用魔法控制着一张纸飘向他，让他先看看再说。看着手中的东西，竟是阿克里昂的推荐信。尤金很是震惊，300年前就很有名的皇家图书馆阿克里昂保存着比魔塔还要庞大的魔法书籍。尤金觉得这是该谦逊的时候，于是他告诉罗德自己担不起这份殊荣。罗德却不以为然，他认为现在推荐尤金去阿克里昂正合时宜，因为现在的尤金有无限可能，哪怕暂时理解不了那里的魔法书，光是记住就受益匪浅，并且总有一天，那些知识将会让尤金的魔法变得更加强大。尤金回想起阿克里昂有从神话时代就传下来的古魔法，还保存有历代最强者的著作，于是他询问罗德那里是否有塞尼亚的著作。罗德告诉他那是肯定的，虽然红色和绿色魔塔都有塞尼亚的著作，但塞尼亚晚年将自身魔法精髓整理后，写成了著作《巫术》，3卷原版都保存在那里。《巫术》被称为阿洛特史上最优秀的魔法书，外面连复印版都不存在。目前虽然公开的只有上卷，但里面有大量知识是许多魔法师都不知道的。罗德表示，他第一次看了上卷的时候，觉得他学了一辈子的那些魔法不过如此。虽然他无法保证推荐信能让尤金得到阿克里昂的出入证，但他想听听尤金的意见再做决定，所以他询问尤金接受他写的推荐书吗？尤金表面担心自己能力不足会为罗德带来困扰，内心却得意地想，有必要问吗臭小子？当然同意啊。罗德让他不必担心，这点事不足以对他造成困扰。看着罗德那么开心，尤金觉得现在就是提问的最佳时机了，于是他向罗德询问起关于李德的事情。他想知道传闻是不是真的。他告诉罗德，他刚来阿洛特就听闻，李德不仅不努力修炼，还经常去不安分的街道找魅魔玩耍。罗德听到他说的这些，一时间没了言语，显得有些尴尬。看他的反应，尤金明白过来，
罗德一定知道李德在干什么，但他竟然还放纵不管。曾经的男人们为得魅魔青睐至死方休，但如今形势发生改变，魅魔做事开始留一线，不再吸干男人们的精气。罗德尴尬地向尤金解释着这一变化，他表示李德的事情他也注意了几次，但却无法阻止李德的行为。尤金则觉得即便如此，李德也不该因此走上不归路。然而罗德却让尤金试着理解一下李德，这倒让尤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李德那么干还有理了？罗德解释，李德4年前满怀期待来到阿洛特，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虽然罗德和魔塔的魔法师都尽心教导李德，但终究他资质太差，无法进步。而且李德的身份让他备受煎熬，沉重的负担感压垮了他，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他，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可能早活不下去了。听完罗德的解释，在本家待了4年的尤金也明白，本家有神经质的迪士尼和可怕的安妮，经常针锋相对，以及资质过人、野心勃勃的西安和希尔存在。资质平凡的李德家在他们中间经常受压迫，所以哪怕在魔塔受尽嘲笑，也不想回本家，因为比起本家，他在魔塔活得还更自由些。虽然知道他过得不如意，但尤金认为他跟魅魔厮混着实过分了。魔族终究是魔族，是不可能和人类和平共处的。尤金觉得还是有必要亲眼看看李德和魅魔在搞什么。15月圆之夜的布莱克大街热闹非凡，尤金和加尔使用变身魔法来到了这边。加尔问尤金为什么要使用变身魔法，尤金告诉他，本家的人被发现出现在这种街道的话，会受到严厉的处罚。话音刚落，尤金的魔法电话就响起，他接起电话问对方有没有看见李德。之前的导游告诉他暂时没有发现，但只要一出现他立马就能找到。尤金很好奇他为何如此笃定，李德用变身魔法的话要怎么找到他？导游告诉他，李德从不用变身魔法，装束也一直未改变，很容易就能认出来。听闻此话，尤金十分恼火，这要是他儿子的话，他非得做到改正为止。结束通话后，加尔问他要去处理事情了吗？需不需要帮忙？尤金表示还不到时候，这点小事他自己会搞定的。现在还是先去拍卖场看看热闹再说。布莱克街道虽然有着众多拍卖场，但规则却是很统一，竞拍的人会被引领到不同房间，大家都不会知道对方的身份。尤金和加尔来到了其中一间密闭房间，静等拍卖会开始。加尔问尤金，你不是对拍卖不感兴趣的吗？尤金表示总得找点事情消磨一下时间。二人正小母牛扇风扇吹牛时，前方投射出拍卖师的身影。在他的开场致辞下，本场拍卖会宣布正式开始。他向竞拍者介绍，本次拍品包含众多珍贵的魔法材料，其中穆尔穆德的魔法材料珍贵程度无与伦比。经历一系列拍品后，拍卖师拿出了一个木盒，随后将其打开展现给竞拍者们。尤金在看清拍品的瞬间彻底震惊，他没想到会在这里再次见到这东西。曾叱咤风云的神剑却沦为美人的饰品，如今更是沦落至拍卖场无人问津。此时的拍卖场正如火如荼地拍卖着第一件珍宝，随后更是推出了恶魔的果实、千年老人参以及百年难遇的曼陀罗兰等等珍宝。尤金看得连连叹气，丝毫提不起兴趣。他问加尔，巨人族的蛋蛋真的会有吗？看到现在的加尔也不太确定，毕竟也只是他听来的东西。这时拍卖师让人端上来一个铁制木盒，介绍这是件流拍多次的物品。尤金无聊地听着他的长篇大论，也听出来确实是件无人问津的物品。拍卖师还在那继续渲染这件东西的珍贵性，后来实在没办法了，他告诉众人买回去当做饰品也不错，在月光下散发出绚丽的蓝色光芒，很是美丽。接下来不抱希望的他宣布起拍价100万，先到先得哦。然而他话音刚落，尤金竟直接按下了竞拍按钮，一旁的加尔都看得有点懵，拍卖师更是惊讶，没想到竟有人愿意花100万买这么个东西。而此时尤金的内心已是惊涛骇浪，他没想到竟能在这种地方见到那东西，从未在历史中遗留下来的剑，所到之处皆是破灭。他确定那就是传说中的神剑月光剑的碎片。不等拍卖结束，他就迫不及待进行了交接。加尔问他买来干嘛，他也不理会，只是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木盒，拿在手中，他更加确定这就是月光剑的碎片。这个碎片被发现的地方，就是前世月光剑被封印的场所。莫非是贝尔姆特离开赫尔穆特时又封印回去的吗？月光剑每次挥舞就能产生巨大的破灭之力，看来是贝尔姆特觉得单纯封印不稳妥，所以他才会将月光剑打碎的吧。现在尤金手中的碎片看起来毫无力量可言，尤金不确定它还有没有威力存在，也没有像300年前那样充斥着不祥气息。正出神间，尤金的魔法电话突然响起，接通后那头的导游告诉他已经发现李德了。尤金二话不说向着门外走去，加尔连忙询问他不继续看看了吗？尤金明白他的意思，掏出黑卡，让他如果发现巨人族的蛋蛋就用这卡买，里面的钱管够。来到街上，尤金电话询问导游该怎么走，导游让他找到门口有芭蕉花的店就是了。一番寻找后，尤金终于来到店门前，门口竟还有2个魔族在这里当保安，看来魔族的日子也不好过。转生以来第一次遇到恶魔的尤金，差点像前世一样冲上去留下这2个恶魔的腰。不过冷静下来后，他按耐下这股冲动，向2个恶魔表明他要进去。恶魔告诉他入场费200万，根据需要做的梦另外结算费用。听闻此话，尤金毫不犹豫地从裤兜里掏出了200万，2个恶魔立马毕恭毕敬将尤金迎进了门，看得尤金一阵唏嘘。果然，超能力在哪都管用啊！这个男人竟向小姐姐提出过分的要求，而小姐姐不但不气恼，还满脸娇羞地答应了他。尤金追踪李德来到了魅魔的场地，这里熙熙攘攘，很是热闹。他刚入座，就有美丽的魅魔为他端茶送水，
随即他迫不及待地问魅魔在哪里可以做那个梦。魅魔看他这么着急也不废话，直接开始上手，告诉他在这里也行，不过地下室有专门的房间哦。魅魔本想给他灌醉再带他去地下室，哪知尤金直接拒绝，你把我灌醉是想让我流泪吗？直接去地下室看你犯下的所有罪吧。魅魔听他情歌都整出来了，也是一脸娇羞，也就同意了他的要求。二人来到地下走廊，尤金表示自己是第一次有点害怕，实则他是在借机观察周围地形。魅魔让他不用担心，就要他一点惊奇。也就第二天腰酸点，尤金一番观察后，地下构造已被他了解清楚，担心犯错的他连忙阻止这次暗合，掏钱给魅魔准备结账。魅魔没想到还有这操作，还没上岗就拿到酬劳了，真不错。随后尤金再次回到地上，地下入口的迎宾礼貌向他问候，欢迎贵宾下次再来。伪装的像刚耕耘完的人，尤金特地要了一大桌子菜开始补充体力。正当他吃得尽兴时，两个恶魔架上来了一个男子，正是刚在地下室玩耍完的李德。此时已是虚脱乏力，尤金见李德这副状态十分愤怒，找魅魔玩耍完竟还要人搀扶，真是丢雷恩哈特的脸啊。随后他在后面一路跟踪，他要弄清楚恶魔会把李德带去哪里。同时他不由得猜想，莫非还要续下半场不成？只见恶魔将李德带进了一间昏暗的房屋内，躲在拐角的尤金立马冲出，准备跟进去看看，结果却被人拦住了去路。几人一看就来者不善，领头的嘴里抹了开塞露喷个不停，告诉他这不是他该来的地方，让他赶紧滚蛋。尤金可不怂，问他们这是哪里，他怎么就不能来了？领头的见他不识相，一把掐住他的脖，准备给他点厉害尝尝。尤金却是咧嘴一笑，你竟敢锁我后头，准备好承受后果了吧？说完他一记上勾拳狠狠砸在领头的下巴上，800斤的壮汉被他轻飘飘就揍上了天，嘴里还在不停吞吐红豆奶茶。两个小弟见大哥被干，拔剑冲上去就要留下尤金腰子，结果二人还未反应过来，尤金就犹如微风拂过他们脸颊般从他们身旁划过。待到尤金现出身形之时，二人犹如被多人狂揍了一顿，周身都是密集的拳头手，享受完爱的鞭策，二人才相继倒地进入梦乡。尤金本想问问他们这到底是哪里，结果发现三人都睡熟了，不忍心打搅他们好梦，尤金只好亲自进去查看情况。随后来到门前的他，很礼貌地敲开了小黑屋的大门。3种族的嗑药联谊会竟被人意外撞毁，只因男人进屋从来不敲门，一脚就踹开了他们的大门。毫无准备的3种族被闯进来的尤金吓了一跳。进来的尤金闻到满屋子的药味，他没想到李德旭的下半场竟还用了药。尤金为他们的种族大和谐鼓起了掌，没想到3个种族竟能其乐融融一起用药。受不了他唠叨的3人提剑就向他冲来，你是敦煌吗？那么多壁画。然而尤金却是对着他们动锅3连击，3人瞬间被尤金打翻在地，失去了战斗力。尤金拔刀威胁地问他们李德在哪里，不说就让他们领盒饭。3人虽恐惧，但始终没敢开口回答。尤金也不能真让他们领盒饭，只好自己寻找。他蓄力暴起，使出剑气充斥整个空间，剑气在他的指挥下瞬间击破1、2楼各个房间的房门。尤金一番感应下来，并未发现李德的踪迹，看来是在3楼了。随后他对着天花板来了一记强力定风波，瞬间炸出一个直通3楼的破洞。尤金使用魔法浮空，顺着破洞飘上了3楼。看着只有一个房间的3楼，尤金这下确定了李德的位置。然而这时前方房门竟冒出暗红色魔法波动，瞬间反应过来的尤金连忙将刚到手的月光剑碎片抛出。他刚做完准备，房门内顿时轰出了汹涌的暗红色魔法攻击，强大的魔法攻击被挡在他身前的月光剑碎片全数吸收。尤金暗道好险，幸好碎片保留了吸收灵气的特性，不然就得凉了。尤金收好碎片，询问施法之人，刚才你用的是黑魔法吧？然而这人还处在震惊之中，他不明白明明是重之必死的魔法，尤金为什么没事？此时尤金回想起吉列夫明明曾说过不要掺和黑魔法，但该死的李德作为直系长子竟做出这种事。尤金现在只想尽快找到李德，他愤怒地开始蓄力暴起，瞬间白岩氏专属的白色火焰充斥他周身。黑魔法师看到这一幕，才反应过来尤金是雷恩哈特家族的人，他正犹豫不知怎么办，房间内却走出了2个恶魔。尤金认出他们是之前扶走李德的恶魔，看来李德果然是在里面。2个恶魔变出他们万年不醒的黑色美甲，准备施展9阴白骨爪。尤金见此不慌不忙摆出架势，准备迎接他们的攻击。2个恶魔也不废话，挥舞着利爪就朝着尤金袭来。这2只恶魔竟会传说中的9阴白骨爪，自以为已炼制大成的他们毫不客气地冲向持剑的男子，结果持剑的尤金只是一招拔刀斩，平地就起了一阵龙卷风。其中1只恶魔当场被重创，浑身伤痕累累，另1只恶魔也被吓得瞪大了双眼，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冲向尤金，凑至近前，朝着尤金挥出他引以为豪的9阴白骨爪，结果却是被尤金剁了他的1只鸡爪，以后只能转练黯然销魂掌了。不过尤金可不给他机会，定住身形转身就准备向他抓去。随后尤金一记龙爪手抓住恶魔的大脸，向着后方的墙壁狠狠砸去。受此重创，恶魔直接瘫软在地没了动静，确实是没机会改练黯然销魂掌了。而这时尤金由于用力过猛，变身魔法被动解除，露出了真容。黑魔法师看着他那帅气逼人的俊脸，瞬间失了神，他不敢相信眼前之人竟是大名鼎鼎的尤金·雷恩哈特。尤金见他听过自己的名号，让他识相的话就赶紧让开，
随着尤金步步紧逼，黑魔法师被吓得慌了神，连忙让尤金停下听他解释。眼见尤金没有停下，他把心一横，豆豆鞋紧身裤我是路人甲，你记住，都是你逼我的。随后他抬手向着走来的尤金轰出了黑魔法，然而尤金只是轻挥手中的尼德，他的这记魔法球就被斩成了两半。紧接着尤金挂上2档加速，持剑冲向还在震惊之中的黑魔法师。在他还没反应过来之时，尼德剑已经挥向了他的脖子。尤金将剑架在他脖子上，问他身上怎么有李德的香水味，是不是李德在他身上犯的罪。见他不说话，还被吓得貌似湿了裤裆，觉得无趣的尤金收回尼德走进房间。房间正中映入眼帘的是消失许久的李德，此时他躺在床上进行着某种仪式。房间里摆放的大碗中，不知名的东西还在有节奏的跳动着。尤金询问黑魔法师那大碗里的是什么东西，黑魔法师战战兢兢地告诉他，那是独角兽的心脏。听闻此话，尤金着实惊讶了一番。独角兽有着强大的神力和灵气，是被称为神兽的存在。尤金好奇问他是用来和魔王签订契约吗？黑魔法师惶恐地表示，那东西不够格和魔王签订契约，是和贝拉公爵麾下的魅魔签订契约用的。尤金没想到那梦魔女王竟活了300多年，那魅魔虽然没有达到魔王层次，但在幽禁与灭亡共同治理的国家中被称为公爵，说明还是有2把刷子的。所以李德竟只是要和公爵麾下的男爵签订契约吗？为此还献上独角兽心脏，成天沉迷于吃药和魅魔玩耍中，是吗？听见尤金愤怒的质问声，黑魔法师吓得磕头求饶，声称都是李德要求他这么做的，购买独角兽心脏的钱都是李德给的，他实在不能拒绝李德的命令。尤金嘲讽他，你当然不能拒绝，一边收着李德的钱，一边安排他和你主人签订契约，好个一箭双雕啊！如果契约成功，你还能从你主人那里获得力量，说不定贝拉还会和你签订契约，所以不要在那里装无辜，不想死就给我把嘴闭上。男人的大哥10月国庆就在家躺平，恨铁不成钢的他上去就赏了大哥一个大逼斗。作业做了吗？钱赚够了吗？放假就知道躺平，还有没有点追求啊？本在睡梦中和魅魔玩耍的李德，被尤金这一下打得红豆奶茶到处喷。清醒过来的李德刚准备骂街，却是看到尤金站在他床前。尤金阴沉着脸道，终于醒了呀，我的好大哥。李德捂着刚被爱抚过的脸颊不敢说话，他知道自己完了。缓了半天劲，他才磕磕巴巴问尤金怎么会在这。此刻压着怒火的尤金很不解，我已经努力在理解你了，但是你好像没认清现实啊。如果你是心情烦闷，只和魅魔玩耍，一起做甜蜜的梦还好，但是你不该碰黑魔法的。作为雷恩哈特家族直系嫡长子，下一任家主的候选人，你竟打算和魔族缔结契约，居然还是和低等级的魅魔。李德试图狡辩，称他也是没办法才那么干的。然而回应他的只有尤金的大头锤。恨铁不成钢的尤金再也忍不住，你可真是邻居门头晒花椒妈了隔壁。什么叫没办法呀，你这疯子，你难道不知道和魔族缔结契约入门黑魔法，你的灵魂都将属于魔族了吗？你觉得只是你的事吗？一旦你成为黑魔法师，整个家族的名声将比鲱鱼罐头还要臭，而且掌控你灵魂的魔族，让你杀了亲人献上家族宝物，你要怎么办？那时的你只能服从。听完尤金这番话，李德却还在继续狡辩，声称已经约定好不会下达无理的命令。见他还不醒悟，尤金更是愤怒。约定？你以为那是谁？那可是魔族，他们会和你讲信誉吗？还说什么没有必要无条件服从？也对，确实可以这样，只要不怕死就可以拒绝。但是像你这样沉迷于酒色的家伙，你敢吗？被尤金骂崩溃的李德开始怨天尤人。你以为你都知道什么？凭什么责怪我？尤金被他气乐了，看来我的好大哥有什么难言之隐啊！我在此洗耳恭听。李德声泪俱下开始抱怨，成为本家养子受到家主支持的你，4年前就万众瞩目，而我呢？尤金不想听他蜜蜂赖床逼逼赖赖，直接打断了他，说的还以为大哥你被区别对待了呢。你和我都有被家族支持，也都继承了白岩氏，并且也都被送到阿洛特学习魔法，对吧？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能做好不是因为被区别对待，而是我一直很努力。李德控诉自己没有天生的才能，做不好。尤金告诉他，不是因为有天赋才能做好，不努力空有再好的天赋也白费。本家的西安和希尔他们不努力吗？这点你应该很清楚吧？而在他们努力的时候，你却在和魅魔醉生梦死，真是好不快活。你以为仅凭黑魔法你就能当上家主吗？李德表态，他并不想成为家主，他要成为黑魔法师去赫尔穆德。他觉得在那个自由的地方，他的能力才会得到认可。然而他话音刚落，尤金的铁拳已经砸在了他的大脸上，这不留余力的一拳直接将他轰飞了出去。男人为何对自己大哥下如此狠手，打得他大哥神魂颠倒，还原地跳起了托马斯，好半天才爬起来的李德，被尤金挚爱的鞭策感动得鼻血翻飞。尤金怒斥他，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伟大的贝尔姆特的后代，居然想去赫尔穆德得到魔族的认可，比起家人的认可，是魔族的来得更好吗？而且你好像搞错了一件事啊，如果不是因为你是雷恩哈特本家嫡长子，没有任何作为的你好像没什么价值啊。你认为我说的对吗？我的好大哥，一出生就在别人终点都到不了的地方，竟本末倒置想去做魅魔小弟，你可真是可笑。不想再跟李德费口舌，尤金掏出魔法电话通知罗德过来处理。不多时，黑魔法师路人甲被卫兵带走，罗德也来到了现场。罗德看着这副鬼样的李德很是失望，也十分自责。终于怕了的李德急忙向罗德辩解，
说他还没有入门黑魔法，不算什么吧。罗德对他很失望，你虽然还没有做，但是你已经打算那么做了。罗德怒斥李德玷污了雷恩哈特的名字，侮辱了把他交给自己的吉列弗，同时也侮辱了教导他魔法的魔塔魔法师们，更是侮辱了力排众议留他在红塔的自己。李德没想到事情这么严重，连忙想要辩解，但罗德直接打断他，警告他继续说话的话，要让他尝尝侮辱自己的代价。罗德愤怒道：麻烦你不要再向我辩解，不然我怕我忍不住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你的理由留着向送你来这里的吉列弗和迪士尼说去吧。说完，罗德便带着尤金先行离开，留下李德独自在那痛哭流涕。当天深夜，接到消息的吉列弗和迪士尼连夜赶到了阿洛特，得知事情原委的二人脸色十分难看。众人正准备商讨解决方案时，门外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来人自称克洛克达尔，是黑魔塔的现任塔主。听闻此话，尤金心中一惊，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他，传说中与幽静魔王直接签订契约的3人之一。看到来人，迪士尼很不爽，问他有什么脸坐在这里。罗德让他冷静一点，这次事件和黑魔塔塔主无关。哪知迪士尼却将矛头对准罗德，说李德入门黑魔法的是你，说和黑魔塔塔主无关的也是你，我要怎么相信你啊？这时克洛克也声称，主导此事的人隶属于魔法师公会，并不在他们黑魔塔管辖内。迪士尼还想与他争辩几句，却是被吉列弗伸手阻止。吉列弗脸色阴沉地看着克洛克，既然你说和你们黑魔塔无关，那你有什么资格坐在这里？这个年轻的老头为何如此愤怒？只因身为对抗魔王的勇者后代，他的长子竟想与恶魔缔结黑魔法契约。作为管理黑魔法师的黑魔塔塔主，也登门撇清责任。听闻这等说辞，吉列弗脸色阴沉。既然与你等无关，你有什么资格继续坐在这里？黑魔塔塔主克洛克淡定回应，此次前来是要为这件事负责。虽然雷恩哈特家族不接受黑魔法，贝尔姆特和幽静魔王达成协议前，学习黑魔法也会被处死，但那之后学习黑魔法属于个人自由。虽然我想尊重雷恩哈特的立场，但现在入门黑魔法是对契约的延续，并不能再称之为罪了。他的话让吉列弗很是不爽。你的意思是要我为了家族的颜面，低下本不该低的头吗？克洛克嚣张道。确实是这个意思，但我并不想和雷恩哈特作对，所以不会非要履行职责不可。毕竟如果按照阿洛特的规则，所有在布莱克街工作的人都会被关进大牢，那些魅魔也会受到制裁，而李德也会受到相应的惩罚。迪士尼问他所谓的为此事负责指的又是什么？克洛克表示为表歉意，他会将准备和李德签订契约的魅魔男爵咔嚓掉。话音刚落，他的指尖就亮起了黑魔法，原来是幽静魔王给他千里传音，让他转告一些讯息。听到这个名字，尤金心中一惊，今天他真是接触太多关于幽静魔王的东西了。克洛克将收到的讯息在现场摊开解读，他告诉众人，幽静魔王说给亲爱的贝尔姆特的后代带来麻烦这事，他感到非常抱歉，为此他决定亲自砍下男爵的头，平息雷恩哈特家族的怒火。但此话却让尤金气得咬牙切齿，该死的幽静魔王竟敢称亲爱的贝尔姆特。吉列弗也被这亵渎先祖的话语气得浑身颤抖。克洛克再次低头致歉，宣称这虽然无法平息家主你的怒火，但请理解幽静魔王和黑魔塔，我们并不想给雷恩哈特家族带来不快。随后他起身告别，希望下次能在一个令人高兴的地方相见。临走前，克洛克特意回头瞟了一眼尤金，留下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后转身离去。尤金很不爽，真是蜘蛛侠骑马，马拉德皮特，真想现在就宰了他，可惜现在打不过，等以后强大起来了，尤金要让他们知道投身魔族的后果。尤金正出神间，心情烦闷的吉列弗对他表示抱歉，希望他能先出去一下，明白吉列弗他们有事要讨论。尤金识趣的先行离开，吉列弗向罗德表示歉意，没想到李德给他造成了那么多麻烦。罗德也自责，觉得是他太过忽视李德了。吉列弗紧接着提出要将李德带回本家，一旁的迪士尼大惊失色，怎么能就这样带回本家去？这个年轻的老头为何哭得梨花带雨？在他提出要将闯祸的长子带回本家时，大惊失色的正是跳出来阻止，不想儿子就这么丢人的回去。他试图挽回，他认为李德只是试了一下，并没有入门魔法，没必要带回本家吧，而且已经犯过一次错了，以后肯定不会再犯，有了这次教训，李德一定会更努力的。但吉列弗脸色阴沉，雷恩哈特300年的历史中，本家从未有人碰过黑魔法，李德的作为是在为家族名誉抹黑，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将他再留在阿洛特。迪士尼很是气愤，现在的本家哪里还有李德的位置？西安和希尔在李德来阿洛特的期间，已经获得了本家的认可，李德留在阿洛特才有机会重新来过。他怒斥吉列弗有为李德做过什么，可恶的安妮和他的孩子以及养子都获得了宠爱，李德呢？看他这么胡搅蛮缠，吉列弗很失望。你真的这么认为吗？他对每个孩子都很公平，孩子想要的他都会给。李德想学魔法，他就送李德来阿洛特，岂料迪士尼拍桌怒喝，你真为李德好的话，你就应该费尽心机不择手段，也要让他当上罗德的徒弟才对。你真关心他，更应该派个能管住他的人，时刻监视他，避免他犯下这等大错才对。吉列弗被他这番言论气得双手掩面，羞愧难当，但他不依不饶，表示吉列弗依然坚持带走李德的话，他就带李德回娘家，他绝不会让李德留在没有他一席之地的本家，至少在娘家还可以自由学习魔法。听闻此话，吉列弗心灰意冷，如果你觉得这么做合适的话，并且李德也愿意的话，你就带着他回娘家去吧。这边刚从里面出来的尤金正准备回到住处休息，一旁的阴影处却是有个人影出声叫住了他，正是刚才就离开了的克洛克达尔。
他表示想跟尤金交流交流感情，刚才在议事厅他都没机会和尤金聊一聊，所以才会等在这里。但尤金表示自己不想和黑魔法的人浪费口舌。克洛克觉察出尤金对他的敌意，他问尤金是不是不喜欢他。尤金表示喜欢你个鬼，你个糟老头子，所有的黑魔法师我都讨厌。克洛克却告诉他，刚才之所以愿意承担责任，有一部分是为了他才会那么做。很是不爽他的尤金脸色更是阴沉，你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帅气逼人的男子有多豪横，为博得红魔塔塔主一笑，竟愿意送出珍贵的阿克里昂推荐书。他拦住准备离开的尤金，想要和尤金好好聊聊，但尤金讨厌所有黑魔法师，更何况他这个黑魔塔塔主。身为黑魔法师的克洛克却向尤金解释，虽然过了300年，但大家依然不认同黑魔法，他觉得自己很冤枉。虽然他是黑魔法师，但他是个好人，还让尤金不要讨厌他。看着他南服做拉面巨能扯，尤金直接沉默以对。顿觉尴尬的克洛克连忙转移话题，表示他关注尤金有一段时间了，还听说最近罗德为推荐尤金去阿克里昂，给了他珍贵的推荐信。他说刚才之所以愿意承担一部分责任，都是因为尤金才会那么做，这让尤金很不爽，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克洛克则表示，只有红塔塔主罗德的推荐信，也不一定能得到去阿克里昂的资格，而他愿意助一臂之力为尤金写一份推荐信，毕竟单一塔主推荐容易被其他塔主拒绝。看他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尤金问他是想干什么。克洛克表示他对尤金的能力很有兴趣，而且因为他是黑魔法师，罗德很讨厌他，所以他给尤金写一份推荐信助力，罗德应该不会再那么讨厌他，也能向雷恩哈特展示善意。见他如此多花活，尤金表示你写了我会接受，但其他的事情与我无关。克洛克开心道，只要不继续讨厌我就行。随后他跟尤金告别，转身准备离去，但尤金这时却追问他，彼得和魅魔的事情真的与你无关吗？克洛克停下脚步说道，我为身为黑魔法师而自豪，存在无能的黑魔法师本就是种耻辱，因此哪怕是雷恩哈特本家的嫡长子，本身却没有厉害的天赋，那在我眼里什么也不是。这么说的话，你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吧？说完他跟尤金挥手示意，随后离去。尤金回想起李德的那些哭诉，也是感到一阵无奈，还想去到那边彰显你的才能，真是个可悲的家伙呀。回到卧室后，尤金看着桌上的独角兽心脏，一阵沉思，而此时的独角兽心脏依旧充满活力，在那有节奏的跳动着。之前吉列弗认为他阻止李德有功，将这些心脏奖赏给了他。尤金伸手准备去拿起心脏，同时心里思索各种使用方法，但最干净利落的方法还是直接将心脏中的灵气抽出来最好。感受着吸收来的纯净灵气，尤金心情大好。随着心脏里的灵气被他慢慢抽空，尤金觉得这样下去，20岁之前他就能达到4星层次，那他将是雷恩哈特历史上第一个达到如此成就的人。这让他赖戈堡帕荷叶有点跳，毕竟像吉列弗和基德那种6星层次的高手，就已经是目前屈指可数的强者了。尤金下定决心，从5星层次开始，他就要开始融合了。他要将贝尔姆特创造的白岩石和哈梅尔的一切相融合，这一世他要成长为强悍无比的存在，去完成上一世未达到的目标。这个年轻的老头竟是个18岁的青年，只因他们家族的肌肉增长剂虽然增长肌肉，但带来的副作用却是年纪轻轻就老了。之前他为拿下巨人族的蛋蛋做肌肉增长剂，不惜下跪请求尤金出资帮助他，得到应允后他还保证哪怕赌上名誉也会连本带利还上。现在他找到尤金，表示巨人族蛋蛋已被他拿下，只需3亿他就能实现梦想。听闻这数字，尤金一阵火大，真是小到拉屁股开了眼了，果然没脑子的人才会花那么多钱买这玩意。但老头加尔不依不饶，急不可耐地让尤金赶紧给他。尤金一脸冷汗，让他说话注意点。拗不过他的尤金只能带着他去银行取钱。工作人员看到尤金掏出的黑卡也是一惊，连忙询问尤金要不要在这办个会员卡，充会员打折哦亲。尤金果断拒绝，并取完钱出来后，加尔招呼尤金去他的住处一起欣赏蛋蛋，因为交完钱那边就会把蛋蛋送到他住处。这么难得的机会，他让尤金千万不要错过。而尤金却是一阵恶寒，我是疯了吗？为了看个蛋还得去你的住处？不过尤金随即想起了什么，表示可以一起去看看。加尔问他是不是心动了，心动的话到时候可以分1点给他。尤金果断拒绝，因为他跟过去不是对什么巨人族的蛋感兴趣，而是想看看加尔的红岩石。他想要知道红岩石和白岩石比较起来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他本来还在想能不能将两者结合起来，却是突然看见了什么。他不敢置信，竟然在这里看到了那道身影。不顾加尔的阻止，尤金一个翻身跳跃跨过护栏，落地后他直接挂上2档加速，向着前方疾驰而去。他觉得自己可能是看错了，因为那身影不该出现在这里才对，但是他还是想看个究竟。心急的他穿过拥挤的人潮，奋力向前。那头散发着紫色光芒的秀发，那其中蕴含着的庞大灵气，不会错了。尤金终于赶至近前，而那道身影赫然就在他的前方。尤金满心复杂的看着那熟悉又陌生的身影，他颤抖着呢喃道：“塞尼亚呀，真的是你吗？”兄弟们，非常遗憾，怨种兄弟归来已更新至最新章节，后续每周才会出最新话。对此我也很难过，我和大家一样也非常喜欢这部漫画，不为别的就是单纯的很喜欢。出新章节我一定会再更的，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和支持，爱你们哟！阔别300年，
男人终于见到心中挂念之人，这一瞬间他心情忐忑，不知该怎么开口诉说心中的思念。女子还是和300年前一样未有丝毫变化，而男子却已转生，非前世模样。他觉得如果被眼前的塞尼亚知道他转生成好兄弟的孙子，应该会被骂的吧。毕竟以塞尼亚的脾气，即使过去300年应该也还是那样子。激动的尤金就想上前牵住塞尼亚的手，然而他的手却直接从塞尼亚手臂上穿过。尤金心中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塞尼亚难道出事了吗？本来他以为这是塞尼亚的灵魂，但细看之后却发现不对劲，眼前之人是用魔法做出来的幻影，并不是塞尼亚的真身。本以为见到了前世的伙伴，然而却是这么个结果。尤金心情有些低落，不过尤金忽然发现，一直未曾有过动静的幻影居然有了些许反应。他转身看向站在他身后的尤金，像是在确定着什么。再次看到这张顾盼流转的容颜，尤金不禁红了脸庞。塞尼亚的幻影终于确定了他就是哈梅尔，脸上泛起笑容的看着他。随后塞尼亚缓缓说完后，幻影就在尤金眼前开始渐渐消散，最终幻影化作漫天光点，一点一点消失在了尤金面前。尤金忧伤地看着光点，你难道找到我了是吗？不过很快他脸上露出笑容，看来塞尼亚是认出我了呀。转过身的尤金满心欢喜，我也找到你了呀，塞尼亚。随后他潇洒转身离去。看着人来人往的街道，尤金陷入了沉思。毫无疑问，塞尼亚还活着，刚才是特意来找自己的，但是怎么认出自己的呢？是跟精灵王一样，通过灵魂认出自己的吗？如果不是的话，是因为我的这个吊坠才会找过来的吗？不管如何，塞尼亚知道尤金转生了，但没能亲自过来寻他，有可能是出了问题过不来。按此推测，尤金认为塞尼亚一定是被封印了。他不知道塞尼亚是自我封印，还是被什么人给封印了，或许是幽禁魔王也不一定。但不管如何，尤金已经明白了塞尼亚的处境。他笑道，既然这次你来找我了，那下次换我来找你吧，一定要等我呀，塞尼亚。这个年轻的老头做事有多任性，无论在哪里，一言不合就爆衣袖肌肉，还斥3亿巨资买下巨人族蛋蛋，只为制作他们家族的肌肉增长剂。离开许久的尤金终于被他找到，他问尤金刚才干嘛去了，不是说好要一起去看巨人族蛋蛋的吗？回过神的尤金才想起还要看他的红岩石，于是招呼加尔带路。不多时，二人来到加尔在阿洛特的落脚点。听到尤金想看红岩石，加尔疑惑不解，你不是学了白岩石了吗？为什么还想看红岩石？不过他表示尤金想看也没什么问题。刚说完，浑身衣服就被他震得粉碎，直接开启爆衣袖肌肉模式。尤金有点汗颜，问他是不是不这么做就无法施展红岩石。加尔表示他只是觉得这样比较帅气。尤金一阵嫌弃，你真是山羊放绵，羊皮洋气又骚气。不等他说完，加尔口吐火焰为引，开始蓄力爆气，顿时他周身散发出红色烈焰，造型和白岩石十分相似。紧接着他再次振气，整个房间都被他的红岩石充斥着。尤金好奇他们家族的红岩石会不会核裂变。加尔说之前的红岩石并不能核裂变，但在他们家族先祖努力下，成功达到了5星层次，并且在他所知旁系家族中衍生的红岩石，只有他们家族能达到5星层次。他本想在尤金面前秀一波，表示他已达到2星层次，岂料尤金在思考事情，就没理会他。尤金觉得经过数百年发展，红岩石上限却也只能到5星，而白岩石只作为本家核心传承，并不会对外公开，只交给旁系和随从红岩石的情况下，本家和旁系的发展也就产生了差异。这是让尤金很不解的地方。按道理贝尔姆特不是那么小气的人才对，本来他还想把红岩石也学过来，但现在看来是没有必要了。随后他便跟加尔道别，准备离开。加尔纳闷他咋就要走了？不看巨人族蛋蛋了？听他又提及蛋蛋，尤金反手给了个国际友好手势，你自己慢慢欣赏吧。回到魔塔后，尤金来到他的练功房，他在思考怎么才能弄到塞尼亚留在阿克里昂的魔法书。他觉得那里面一定有关于塞尼亚的线索。现在不仅是罗德，连克洛克也要给他写推荐信。对于阿克里昂的出入证，他又进了一步。塞尼亚呀，既然你等了我300年，应该不介意再等我一会儿吧？看着眼前的月光剑碎片，尤金陷入沉思。月光剑是可以吸收并破坏灵气的存在，但仅靠那么一点碎片是无法摧毁高阶魔法的。不过只是低阶魔法的话，这碎片还是可以轻易吸收的。所以尤金想试试看。他拔出尼德运气灵力，只要碎片无法破坏他的魔法，那就代表他所拥有的魔法强度比白岩石的更高，也能证明他走的路没有错。这个一身腱子肉的男人让女人羞红了脸。为避免男人发现他的异样，女人连忙擦干嘴角的泪水。毕竟身为魔法师的他，每天见到的都是柔弱不能自理的男魔法师，完全提不起兴趣。尤金的健硕不免让他怦然心动，他觉得这趟没有白来。之前他受尤金以白岩石入门魔法启发，本来在研读魔法书，准备研发新项目。这天魔法学徒来向他禀报，最近几天11号训练室总是传出持续的爆炸声。海拉知道那是尤金的专用训练室，接连几天都传出爆炸声，确实不太正常，担心尤金过度修炼魔法造成损伤。海拉特意过来训练室查看下具体情况，然而他刚敲门询问尤金有没有事，需不需要帮助，训练室内就传出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步步的讲究礼仪。海拉焦急地推开大门，想看看尤金有没有受伤。只见烟尘散去，尤金满身是汗的身影缓缓出现在海拉面前。
遵循有烟无伤定律，啥事也没有的尤金向他打起了招呼。被他那一身腱子肉吸引了目光的海拉，连忙羞红着脸询问他在做什么。尤金表示，我在训练我的魔力强度，我打算把灵力和魔法结合起来使用。听闻他在练习魔法，海拉有些疑惑，他并没有看到有魔法阵的存在呀，而且为什么周围的地面都凹陷碎裂，而那个悬浮的碎片底下的地面却完好无损？尤金只好现场给他来一发，就像这样。说完，尤金运起白岩石，同时掌心汇聚魔力，紧接着将手中凝聚的魔法球朝着远方轰去。他灵力形成的灵力弹更是紧随其后，随着魔法球一起轰击了出去。魔法球和灵力弹同时撞击在训练室墙壁上，产生了巨大的爆炸。海拉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相比于第一次使用魔法时，他变得更快更猛了，而且他居然真的做到同时使用灵力和魔法对目标进行攻击。难得的是，他的灵力并不是虚有其表，和他的魔法一样强大，没人会相信这只是普通的魔法球和灵力弹。海拉忐忑地问他是在练习魔法决斗术吗？尤金表示，他只是在锻炼魔法的整体质量，有了一点进步罢了。其实一开始他的攻击还没爆炸就被瓦解了，现在他可以强行控制在碎片附近爆炸了。海拉为他的进步表示祝贺，之前还担心你训练太刻苦弄伤了自己，看来我的担心多余了。尤金问他是因为担心自己受伤才过来的吗？海拉说不单是这一点，罗德大人也想见见你。尤金捡起上衣问他，罗德是在魔塔顶楼吗？我这就去见他。然而海拉却说罗德没在魔塔，而是在皇家图书馆。阿克里昂这个男人竟被大他30岁的女人看上，为掩饰心中尴尬，男人打量起远方宏伟建筑，这是坐落在五角大楼内，在5座魔塔拱卫的中心点建立的皇家城堡，名为亚伯兰。亚伯兰建立在大湖中心点，有封印结界覆盖，只能坐船抵达，不能打空中飞滴和使用魔法穿越。当年塞尼亚将这个封印法阵当作礼物送给皇室，哪怕数百年过去依旧完好如初。尤金觉得这个法阵的能力太过强大，根据他对魔法的了解，他没见过有任何法阵能笼罩住那巨大的湖和城堡。海拉见他盯着亚伯兰看不停，问他是不是想去那里拜访。尤金表示那里确实很不错，但应该不是想去就能去的吧。海拉赞同道，的确如此，只有贵族和魔塔塔主才能拜访亚伯兰，而且哪怕是魔塔的塔主也不能在那里使用魔法，只有皇室和宣誓效忠他们的人才可以。尤金问他，这是否意味着塔主们并没有对皇室绝对忠诚？海拉觉得不全是这样，塔主们不会无条件接受无理的命令，这更像是一种合作关系。与魔塔有渊源的是议会，而皇室也有魔法师，所以魔塔的魔法师主要为议会服务。不过这并不是说2个魔法师组织会有矛盾。谈笑风生间，2人就抵达了皇家图书馆。阿克里昂，海拉告诉尤金，目前有3个人不同意关于你被推荐给阿克里昂的事，分别是蓝绿双塔的塔主和议会的长老。如果获得他们的认可，那去阿克里昂就10拿9稳了。说完，海拉向尤金行礼道别，那么我就先回去了。亲爱的尤金大人，他忍不住为尤金加油打气，你不要太紧张哦，祝你好运。尤金对着他来了个侧颜杀，谢谢你的鼓励。进到议会大厅的尤金向众人行礼道，我是尤金·雷恩哈特。上方坐着的人分别是议会长老维克托、红魔塔塔主罗德和黑魔塔塔主克洛克达尔，以及绿魔塔塔主奥尔良、蓝色魔塔塔主杜雷斯，还有白魔塔塔主哈亚和魔法工会的吉伦。这时上方响起一道声音，请抬起头来。说话之人是比尤金年长几岁的皇室王储霍南，他表示几年前就听说过尤金，没想到会在这里相见，而尤金也听说过他。这人也是一名出色的魔法师，成年之前就达到了5圈层次。这时蓝魔塔的塔主语气不满道，我听说过你，虽然红黑魔塔2位塔主也极力推荐你，哪怕你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但魔法和剑术终究是2回事。杜雷斯心里嗤之以鼻，刚入门魔法的17岁孩子能有多厉害？这背后一定有不为人知的勾当。红魔塔塔主一直和雷恩哈特的族长交好，而黑魔塔塔主估计是想借此向雷恩哈特示好。尤金淡然回应，我知道你想表达什么，我现在需要做什么才能去阿克里昂？罗德让他向众人展示自己的魔法就好，这里的人能看出你值不值得被推荐。杜雷斯插嘴道，本来还需要你的论文和魔法研究，但估计你现在也拿不出来。尤金没理会他在那阴阳怪气，淡定答应展示自己的魔法，等着吧，我会让你刮目相看的。说完，尤金蓄力运气，3颗星河闪耀无比的显现出来。男人竟施展出传说中的自在极意功，那如雄狮鬃毛般的白色火焰环绕周身，气势磅礴。不久前蓝魔塔主杜雷斯还当众嘲讽他，只是个舞枪弄棒的武夫，不懂魔法。此刻尤金的实力却让他有些震惊，他感觉刚才有些孩子妈妈失踪，丢大人了。另一边的议会会长维克托看出尤金是使用白岩石星河共振形成魔力圆圈，而魔法工会会长吉隆则是在感叹，真不敢置信尤金竟只修炼了4年的灵力。绿魔塔主奥尔良则认为还不够，拥有出色的魔力控制不代表对魔法有出色的理解。这时尤金像是在打他脸般，掌中轻易便凝聚出魔法旋风，紧接着将其化作魔法弹四散开来，转而又瞬间合在一起融成魔法火球。尤金做完这些，又在左手凝聚魔法气刃，寒光闪烁，锋利无比。见此操作，维克托很惊讶，他竟没念法咒就做到了，不能完美理解魔法是无法做到的。这时一道阴沉的声音响起，你能同时使用魔法气刃和剑术吗？尤金转头看向出声之人，却是微微一笑，并未应答，感觉被冒犯的奥尔良面露不爽。怎么了？你做不到吗？尤金不跟他废话，而是维持施展魔法状态，拔出腰间的女
见他这么自信，一直默不作声的白魔塔主哈亚，此时也是认真观看起来。只见尤金手中的尼德被白岩氏专属灵力剑气包裹，并且此时尤金左手仍是维持魔法器人，他完美的同时使用出了魔法和灵力剑气，这下连杜蕾斯也不得不惊叹。虽然用星河构建成圆圈，但并不妨碍他继续使用星河共振的星河旋转成魔法圆圈，提供魔力的同时竟同样能提供灵力使用。待尤金表演结束，罗德问奥尔良认为如何，奥尔良无言以对。说啥？说自己刚才光屁股拉磨转着圈丢人了。不过他很快调整好状态，表示大家需要好好谈谈。罗德认为当然没有问题，他亲切地询问尤金能否先出去一下。刚秀了他们一脸的尤金心情大好，但还是仪态端庄地应承了下来。随后留下心思各异的众人，潇洒转身离去。待尤金离开后，杜蕾斯再次向罗德确认：红魔塔主，你真的没有教导过他魔法？他的质疑让罗德有些烦躁。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尤金没有接受过任何人的指导，从他入门魔法以来的这几个月，都是他独自在修炼。杜蕾斯有些疑惑，既没人指导，又只研读过入门魔法书籍，就能对魔法有这么深的理解？这时许久未曾开口的霍南打断他：你要知道，他可是从雷恩哈特走出来的人，是伟大的贝尔姆特的后代啊！整个大陆都知道他们的血脉有多强大吧？上百岁的女人年纪轻轻就已是魔塔主。在众人讨论尤金是否值得被推荐时，她发表了看法。刚才尤金展示的魔法你们也看到了，虽同是第一圆圈，但他的魔力绝对超过普通圆圈，而且他魔力结构的稳定让人很惊讶，哪怕是第4圈魔力强度也无法击散他的魔法。霍南也赞同，毕竟是伟大的贝尔姆特后代，整个大陆都知道他们的血脉有多强悍。从尤金与众不同的魔法来看，他觉得尤金是当之无愧的天才。哈亚刚要表示赞同，旁边一人插嘴表示尤金太年轻。正是持反对意见的魔法师会长吉隆，虽然他也承认尤金是天才，但他觉得尤金还太弱。考虑到阿克里昂的威望，只需红塔主教导尤金几年，让他强大到无人反对才更合适。议会长维克托则觉得，才17岁的孩子就已经达到这种成就，虽年纪尚浅，实力不足，但提前让他加入阿克里昂，确实是一项不错的投资，也能和他建立良好关系。虽然我们和雷恩哈特家族的关系已经很融洽，但给予尤金个人的恩惠，也是一件值得的事情。奥尔良插嘴表示反对，即便如此，他终究是个养子，不可能成为族长的他没多大价值。克洛克微笑着接过话茬，确实是这样。龙凤胎中的西安更有希望成为族长，本来应该是李德继任族长，但考虑到他给他们家族荣誉抹黑来看，他不会赢得竞争。但即便尤金不能成为族长，成长起来的他在本家的地位也绝不会低。维克托也觉得是这样，但如果尤金结婚生子的话，将不得不离开本家，所以我们更应该邀请他来阿克里昂。成长起来的他只要不忘今日之恩，一定会是个强大的盟友。克洛克也帮腔道，听说尤金在4年前的家族仪式中就已经大放异彩喽。雷恩哈特本家也是从此觉察到他的潜力，在阿克里昂的支持下，他有可能会成为伟大的贝尔姆特2代。听闻此话，奥尔良不由得冷笑出声：你的赞美未免太夸张了。克洛克达尔啊，你确定你刚才所说是你的真心实意？克洛克语气也是冷了下来，你什么意思？你是想表达什么？奥尔良嘲讽道，我在想你与幽静魔王签订了契约，他的思想是否影响到了你？克洛克被他气笑了，幽静魔王可是一直在忙赫尔穆德的事。紧接着他话锋一转，语气森然道，如果我真被幽静魔王控制，我会更肆意地使用我的力量，真是豆腐都有脑儿你却没有。奥尔良虽被他对得脸色发黑，但也抓住关键不放，你要怎么使用你的力量？话毕，现场一时间寂静无声，气氛一下子变得微妙起来。但克洛克的语气很快恢复如初，因为涉及到魔王，让我的话带有侵略性，真是非常抱歉。这时哈亚也出来圆场道，就此打住，我们不要偏离今天的主题，既然大家的意见始终无法统一，那不如就用投票来解决，不要让那孩子久等了。见此，霍南也觉得这个提议不错，他率先赞成了向尤金颁发阿克里昂出入证。与此同时，在门外等待结果的尤金，从墙上的石刻中发现了关于塞尼亚的事。近100岁的女人竟看上了眼前的男人，上来对着男人就要抱抱求贴贴，顺便要男人和她完成一场交易。毕竟众人激烈讨论尤金是否值得被推荐时，是他提议采用投票解决问题的。当时尤金还在门外查看石刻，因为上面记载了关于塞尼亚的事，他觉得阿克里昂与其说是皇家图书馆，倒是更像一个博物馆。就连墙上的石刻也记载着阿洛特的历史，其中也包括了塞尼亚的事情。尤金从中了解到，塞尼亚的记录存放在12到14层，他是唯一用了3层楼存放记录的人。这时背后响起一道欢快的声音在呼唤他，白魔塔主哈亚正热情地向他走来。这个女人是当今最强的精灵召唤师，是历史上同时与2个精灵王签订契约的存在。尤金询问他是否讨论出结果，哈亚表示确实结束了，不过如果要求全部人统一意见，一整天都不会有结果。要不是他提出用投票来解决这个问题，才不会那么快结束。此次有5个人同意尤金进入阿克里昂，2个人反对，还有1个人选择了弃权。尤金淡定道，所以这是表示我可以进入阿克里昂了，对吧？哈亚坏笑道，你不想知道谁反对谁弃权吗？尤金表示无所谓，大多数人赞成就行。哈亚告诉他自己弃权了，并不是不支持，只是想落个清静。哈亚指着楼道那边问尤金，你看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大变？哪怕已经投票决定，但他们依然会找个地方继续争论。这时杜蕾斯转头看向他们这边，随后很不爽地离开了阿克里昂。
哈亚觉得有些好笑，你知道吗？蓝魔塔主投的是同一票哦，意想不到吧？一开始他是最反对的那个，结果最后竟然同意了。接着他幸灾乐祸地问尤金：“你想知道是哪两个投反对票吗？”尤金表示不感兴趣，但他依然自顾自说道：“是绿魔塔主和魔法师工会长哦。”尤金嫌弃道：“我说过我不在乎了。”哈亚也吐槽他完全不像是17岁的孩子，反应太过平淡了。你不应该生气或者沮丧才对吗？他们竟无视雷恩哈特的威严。尤金懒得理他，没什么事情我就先走了。见他要离开，哈亚连忙叫住他：“你腰间挂着的是风暴剑尼德吧？被风之精灵王赐福过的那一把。”尤金好奇他为什么突然问起尼德来。哈亚表示一直想和风之精灵王签订契约，但无论怎么呼唤他都不回。他还曾求过雷之精灵王和地之精灵王，但二者却告诉他，风之精灵王不会和任何人签订契约。为此我还向雷恩哈特写过求助信，但却被拒绝了，因为他们觉得我会带着尼德躲起来。他们怎么能那么想我？我只是想借助尼德和风之精灵王签订契约。尤金无奈道：“我也没办法把尼德借给你，严格来讲我也只是向族长借的尼德。”哈亚满脸通红，喘着粗气凑上来：“没关系，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你就满足我吧。”上百岁的女人对眼前的男人投怀送抱，但男人却看不上她，转身就准备逃离。女人为和风之精灵王签订契约，直言男人想走可以，留下腰间的风暴剑尼德一用，不然今天他就要对男人用强。但尤金不为所动，直接拒绝了他。面对这钢铁直男，哈亚很是恼火。这时尤金向他解释，严格来讲尼德也只是自己从族长那借来的，没有允许没办法借。听闻此话，哈亚满面潮红，他让尤金悄悄借给他，他保证不告诉别人，哪怕只是借给他1天也行，实在不行尤金也可以在一旁看着他使用。尤金觉得他的提议不错，毕竟这4年每生一星他都尝试召唤精灵王，但都失败了。他觉得是自己灵力不够的关系。如果是白魔塔主的话，毕竟眼前这位可是同时和2位精灵王签订契约的存在，说不定风之精灵王会回应。但是尤金认为，既然他那么积极，何不吊着他胃口呢？说不定会有更多的收获。随后他询问哈亚在哪里出入证，哈亚积极地为他指明了方向。不多时，尤金便拿到了这来之不易的阿克里昂出入证，看得尤金一阵感慨，终于是拿到了这东西，可以去寻找塞尼亚的线索。这时哈亚问他：“你知道吗？这里的使魔都是伟大的魔法师们留下的，在石刻中有记载的大魔法师都在这里留下了使魔，包括贤明的塞尼亚也是。”但听他说完，尤金只是默默地看着他，并没有多余的反应。期待落空的哈亚有些无奈：“你的反应真无趣，我以为你对塞尼亚大人感兴趣呢。”来到阿洛特第1天就去了他的故居，之后去了雕像广场，还遇见了女朋友。尤金问他为何对自己的行踪这么了解，哈亚表示虽然你可能不知道，但你非常有名哦。尤金觉得这点不需要他说，哈亚则吐槽他真是个混蛋，顺便再次向他借尼德。尤金果断拒绝他，二人拌嘴间来到了1楼电梯口，哈亚让他把身份卡插入前面的洞，就可以选择楼层了。见他要去12楼，哈亚继续逗他：“看来你真的很喜欢塞尼亚大人啊。”尤金懒得理他，进入电梯后询问他是不是要在这等着。哈亚无奈地表示，虽然很想和你一起去，但时间上不允许，而且和你一起上去的话，到时候你可能会感到尴尬的。毕竟当你见到真相的时候，第一次的反应一定是最激烈。哈亚紧接着坏笑地表示，要不要给你准备一点纸尿裤呀？尤金好奇地询问他准备那个东西干什么。哈亚光是想想那个画面就有点把持不住，因为你不湿了裤裆呀。听闻此话，尤金真想给他2个大逼斗，但想想又打不赢，气恼的尤金只能狂按关门键谢幕。门外的哈亚还在祝他玩得开心点。此时的尤金不会想到，等会儿见到的人会让他失了方寸。到达12层，电梯门缓缓打开，门口已经有人在等候他。只见那人优雅地取下魔法师帽子，随后向他行礼：“欢迎来到塞尼亚大厅。”小女孩甜美的声音响起：“尊贵的尤金·雷恩哈特大人。”尤金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之人：“你是塞尼亚？”男人震惊，眼前之人竟是朝思暮想的他。但少女表示自己只是负责塞尼亚大厅接待的使魔。尤金回想起哈亚曾说过，这里面甚至有塞尼亚的使魔。看着那熟悉的容颜，尤金还是有些不敢置信。他有些不确定地询问少女：“你是如何得知我叫尤金·雷恩哈特的？”少女无语地告诉他：“你不是在1楼大厅登记过了吗？”明白自己想多了的尤金有些尴尬。少女解释道：“这里所有使魔都和阿克里昂魔法系统相连，谁进来谁离开我们都知道。”明白原委的尤金询问该如何称呼他。少女开心地表示：“塞尼亚大人叫我梅尔。”尤金有些嫌弃：“你是说塞尼亚用他的姓氏给你取的名，是吧？这名字很酷吧？”梅尔一脸天真地看着他，看着眼前矮小的使魔，尤金有些想不通。塞尼亚不但做了个跟他一样的使魔，还用他的姓氏给使魔命名，他在计划什么？尤金有些不确定道：“这里所有使魔都和你一样像人类吗？”梅尔表示：“这是当然的，但我是特别的，造就我的可是以他性格为基础的伟大的贝尔姆特的伙伴塞尼亚。”尤金回想起家族仪式上罗德曾说过的话，他询问梅尔：“用魔法创造生命不是禁忌吗？”梅尔却告诉他，自己并不算是活着的生命，我不像其他生物一样有自己的灵魂，我的身体是塞尼亚大人用魔法创造，至于我的意识，则是在那里面。说着，梅尔就指向他的后方。这时尤金才将注意力转向那东西，那到底是什么？听到尤金的询问，梅尔雄赳赳气昂昂地说道：“靓仔，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结果头仰得太高，
让他的魔法师帽子都掉在了地上。他连忙回身捡起帽子戴上，但刚才装杯失败让他有些小郁闷。不过很快他装作若无其事地介绍起来，那是塞尼亚大人一生魔法的精髓所在，名曰巫术的魔法典籍。听闻此话，尤金十分震惊。传说中塞尼亚消失前才写完的著作，分为3卷的巫术。他不信地指着那东西，不是说是一本书吗？梅尔对他有些无奈，你这是过时的偏见。他的态度让尤金感到不满。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梅尔则表示你不明白很正常，毕竟就算是塔主人，都无法领悟塞尼亚大人的魔法。看着他那洋洋自得的小模样，尤金一时有些失神，那居高临下的态度，那自豪的笑容，都完美的复刻了塞尼亚的性格。他再次向梅尔确认，塞尼亚消失之前的性格也是这样吗？梅尔则说自己只是年轻时的性格。塞尼亚大人优雅又高贵，很少笑的他都在一心研究和开发魔法。回想起塞尼亚那活泼好动的模样，尤金想象不出优雅高贵能和他沾边。最终尤金转移话题，你说你的意识在那里面是什么意思？梅尔解释道，我的意识由巫术的魔法维持，200年前塞尼亚大人就让我保护和维持巫术。听完他的讲解，尤金开始向着巫术走去，他想见识一下塞尼亚所著的巫术到底有多厉害。有人曾经为了世界和平勇闯魔王殿，勇士哈梅尔为救好兄弟永远留在了那里。这个美丽的女人为他的死伤心欲绝，如今重生归来的他来到女人留下的遗迹。红魔塔主曾对尤金说，我第一次见到巫术时，感觉一生钻研的魔法就是个玩笑。现在他终于明白当初罗德为何会那么说，这已经远远超出普通魔法的范畴。他询问女人的使魔，你早就知道塞尼亚要隐退了是吗？使魔梅尔表示当然不是，塞尼亚大人的隐退非常突然，所有人包括我都不知道。但即便如此，当时有名望的魔法师们都来审问我他的下落，哪怕我说不知道他们也不信。那些能力不足的混蛋还翻看我的记忆，哪怕一无所获，依然每隔几十年就来一次。听闻他的讲述，尤金很清楚，那些人不单是寻找塞尼亚的踪迹那么简单。如果不是阿洛特的魔法师尊重塞尼亚，他这完美的使魔早被他们拆解做研究了。这时尤金询问梅尔，巫术是最有名的魔法典籍，那3卷都在这里了吗？梅尔却说这里只有第1卷，塞尼亚将后面2卷都带走了。紧接着梅尔好奇道，你好像对塞尼亚大人很感兴趣哦。尤金淡定回答，哪个魔法师不感兴趣呢？真的吗？但你不是传统的魔法师呀。说起来，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伟大的贝尔姆特的后代。据我所知，塞尼亚大人回到阿洛特后，从来没有和雷恩哈特家族有过任何联系。这点尤金也知道，在雷恩哈特的记载中，贝尔姆特归来后从未再联系过当时的伙伴，直到贝尔姆特的葬礼，塞尼亚和阿尼斯以及莫龙才再次聚首。这点尤金也想不通，即使贝尔姆特再不善于交际，也不该到死都不和伙伴联系啊。带着好奇，尤金询问梅尔，塞尼亚有没有提起过他的伙伴？梅尔爽快回应，当然有聊过。塞尼亚大人提起过笨蛋莫龙，也称呼阿尼斯为狡猾的女人。听着这些外号，尤金有些汗颜。他询问塞尼亚是怎么称呼哈梅尔的，梅尔淡定道，白痴，一坨狗屎，迟钝的混蛋。尤金不爽道，你不是说他高贵又优雅吗？那是在外人面前，独自一人的他提起伙伴时总是很难过，特别是提起曾经的伙伴哈梅尔时，他是最痛苦的。尤金现在的身份也无法对此说些什么。他询问塞尼亚有说过贝尔姆特什么吗？此时梅尔的神情却变得冷漠起来。对于贝尔姆特，他没有任何赞美或者诅咒，从没有提起过他。你能相信这个小女孩竟活了几百岁？男人见她伤心难过，想对她来个摸头杀，却被无情拒绝。刚才2人来到塞尼亚的画像前睹物思人，画像上的塞尼亚依然是面带微笑。尤金发现这幅画与之前在故居看到的一样。这时梅尔指着画像表示那个微笑是假的，塞尼亚大人从未那样笑过。当年梅尔刚被创造出来时，为准确复制塞尼亚的个性，他曾问过塞尼亚，为什么画像上的你面带微笑，但现实中的你却总是悲伤呢？当时这个问题让塞尼亚沉默许久。后来塞尼亚告诉他，如果要传给后代瞻仰，与其悲伤不如留个笑脸的好。梅尔表示自己不能离开阿克里昂，但他也知道有个一样的画像挂在故居，画像上的微笑都是画师擅自加上去的。塞尼亚大人并不喜欢这个笑容，但正如他所说，留下笑容让人看到总是很美好的。见梅尔如塞尼亚般容颜的脸上写满悲伤，尤金有些于心不忍，他下意识地伸出手，想要摸摸梅尔的小脑袋安慰一下，却被察觉到的梅尔一把扇开，小子，你越界了。见梅尔一脸不爽，回过神的尤金连忙道歉，刚才情不自已，对不起。梅尔叉腰生气道，虽然我看起来小，但我已经存在200多年，不可无礼。不愉快的小插曲过后，梅尔带着尤金在塞尼亚大厅游览起来。梅尔指着前方的魔法装备向尤金讲解，那是塞尼亚大人最喜欢的一件装备，而他说的便是塞尼亚的法杖阿卡莎。对此尤金也挺意外，他没想到这柄法杖会在这里。梅尔一脸坏笑，嘿嘿，我就知道你看到它一定很震惊。相传有一种仙树只会生长于精灵的圣地萨玛森林，世界上最强的法杖阿卡莎就是那棵仙树的树根制成。精灵相信这个树承载他们祖先的灵魂，它的根基支撑着整个世界，而那些强大的精灵竟用其树根制成法杖，送给塞尼亚大人。尤金对此也很清楚，塞尼亚既不是精灵也不是半精灵，但他却和精灵有着密切联系。他不知道父母是谁，还是婴儿的他便被遗弃在萨玛森林中，路过的精灵被他的哭声吸引，寻找到他，
就这样，他被带到了精灵统治的地方。起初，精灵们并不接受塞尼亚，但察觉到他强大的魔法天赋后，精灵们认可并教会了他精灵魔法。梅尔继续讲解道：“塞尼亚大人是第一个拥有仙术制成法杖的人，但这不是全部。你知道那颗红色宝石是什么吗？那可是……”尤金打断他：“那是荣星。”梅尔认可道：“没错，世上只有2根法杖拥有荣星哦，一根是阿卡莎，另一根是……”尤金脸色阴沉道：“我知道，另一根名为血腥玛丽。如今它的持有者是同克洛克一样，与幽静魔王签订契约的3人之一，名为艾布奇的黑魔法师。男人为何见到伙伴的法杖却脸色阴沉？只因这让他想起齐名的法杖血腥玛丽，那是当年杀死他的罪魁祸首。300年前，那根法杖被幽静魔王的下属巫妖贝纳利所持有。尤金不由自主捂住胸口，仿佛当初那道伤还在，痛得让人窒息。当年他们攻打幽静魔王城万分艰难，相比于其他魔王城，守护幽静魔王城的魔兽及魔族，其实力足以与其他魔王的贴身随从匹敌。更有幽静魔王强大的魔器幽静之刃，以及幽静之盾和贝纳利的法杖血腥玛丽阻碍他们的步伐。当年他摧毁幽静之盾与贝纳利战斗完时，已身受重伤，身负那柄法杖的诅咒之力，因此灵力和魔力都枯竭的他，为给来不及反应的贝尔姆特挡下攻击，才会被穿胸而死。回忆结束，尤金询问梅尔自己能不能试一下使用阿卡莎。梅尔俏皮一笑：“当然可以，不过我估计你是不能用它施展魔法的。阿卡莎只承认塞尼亚大人为主人。”塞尼亚大人隐居后，想得到他认可的魔法师都失败了。听闻此话，尤金还是想要试试看。只见他伸手牢牢握住阿卡莎，运起魔力开始尝试取得其认可。然而他很快发现，阿卡莎拒绝了他的魔力涌入，显然并不认可他，这让尤金深受打击，对于塞尼亚的安排有些不满。当初遇到塞尼亚的幻象魔法时，尤金以为塞尼亚会留下阿卡莎给他，结果却不是这样。如果可以的话，他更希望是留阿卡莎给他，而不是只能用来思念的项链。此时梅尔好奇道：“你好像很喜欢塞尼亚大人。”尤金否认自己那并不是喜欢，但梅尔并不认同。讨论起他时，你的眼睛总是闪闪发亮，看到他的物品你也总是出神。尤金继续否认：“我只是对老物件和故事感兴趣罢了。”听闻此话，梅尔兴奋道：“真的吗？那你一定会对那本书感兴趣。”说完，他就欢快地向远处跑去，准备把书拿给尤金。不多时，他就在高大的书架上找到了那本书，随后他将其递到尤金面前。书的封皮已经被时间磨损残缺，但尤金看到书名时，脸不由得开始抽搐。伟大的贝尔姆特的冒险故事，梅尔兴奋道：“对的，这是第一本告诉世人伟大的贝尔姆特的传说之书。由于塞尼亚大人和同伴不愿谈论赫尔穆德的事，所以世人都只能通过这本书去了解。然而尤金却大为恼火，根本不认同书中的故事。”梅尔好奇询问为什么，尤金愤怒道：“我最尊重和钦佩哈梅尔，但这本书却将他写得一无是处。”但梅尔说这本书是300年前的第一版，与后来修订过的不同，虽然一样没有署名作者。听闻此话，尤金想看看有何不同，随即伸手接过这本书翻看起来。哈梅尔是个白痴，第一次见面就向贝尔姆特挑战，结果连人家一脚都没碰到，就跪地掩面痛哭。看到这里，尤金火冒三丈，虽然当初自己输了，但好歹让他流了一滴血，而且这怎么像是阿尼斯的口吻？见他不再继续看下去，梅尔表示：“如果你真的喜欢哈梅尔，那有个地方你会感兴趣。”说着他转身就走，并让尤金跟上他。见他说的那么神秘，尤金好奇地跟了上去。然而看到梅尔所说之物后，尤金难掩震惊之色。为什么这里会有他和伙伴的幻象存在？那个男人为何羞红着脸满心欢喜？只因他竟在朋友的故居看见当初伙伴们的全息投影。他没想到还能再次见到当初伙伴们的容颜。一旁的梅尔向他解释，这些都是塞尼亚大人提取的个人记忆，是他们的真实模样。站在中间的英俊男人是伟大的贝尔姆特，在他旁边笑眯眯的金发女人是阿尼斯，常随身携带酒瓶，他称其为圣水。而那个常让人困惑是人类还是巨魔呢？便是勇敢的莫龙。最后那个一脸坏笑的便是愚蠢的哈梅尔，他的样貌只在这里有存留。尤金点评道：“那个男人真帅。”梅尔激动的附和：“的确，贝尔姆特确实帅。”尤金打断他的赞美：“我是说哈梅尔帅。”梅尔一脸不可置信：“你的品味真独特。”尤金羞红着脸辩解：“贝尔姆特确实帅，但哈梅尔更帅，那野兽般的魅力。”自己赞美自己，让尤金莫名感到羞耻。说不下去的他让梅尔忘了刚才的话，之后和梅尔看了半天魔法典籍。尤金的老脸终于不再羞红，他询问梅尔：“既然塞尼亚的痕迹被保存12至14楼，那14楼里有些什么？”梅尔表示：“13层是塞尼亚魔法研究记录，但现在的你还无法理解那些东西，而14层是将那些魔法研究串联成的魔法书，上面的注解可以让你理解起来难度小一些。”尤金却不这么认为，那些魔法书比巫术还难懂吗？梅尔表示这两者没有可比性，巫术很难用语言表达，你何不亲自体验一番？说完，他带着尤金再次回到摆放巫术的地方。他向尤金讲解，巫术是专为圆环创造的优化魔力方法，不用咒语就可强化你的魔法，还可将魔法印在潜意识并储存在那里，提升施法速度，还能根据不同刺激自行施法。虽然众多魔法师开始修习圆环，但只有巫术能完美驾驭圆环，可用最少魔力发挥最大威力。尤金汗颜地表示，虽然我听懂了你的每一个字，但我理解不了你的意思。听闻此话，梅尔很傲娇，
那是当然，要不巫术怎么会被称为最伟大的魔法术？尤金觉得他赖格堡爬荷叶属实有点飘，又不是你写的字好啥呢？反正听不懂。尤金索性问梅尔自己该怎样才能阅读巫术。梅尔向他演示步骤，闭上双眼，将手放在巫术上灌入魔力，你自然就会读懂了。随后按照他的说法，尤金靠近圆环，抬手摸向巫术，紧接着他调动体内魔力涌向巫术。此时尤金有些忐忑，他的魔力圆环由白岩石转换，他不知道是否影响他阅读巫术，但还不等他思考完，眼前发生的变化让他一惊。只见眨眼间，他的周围变得一片昏暗，他的五感瞬间被剥夺。这里是哪里？男人五体投地，竟是为掩盖尸裤裆，只因他为探索最伟大的巫术，将魔力灌注其中，随后莫名来到黑暗之地。突施无感的他乱了方寸，便不明方向，让他感觉天旋地转。这里类似于梦境，但又不同。此时他的身体也不受控制，无法动弹，犹如鬼压床般，虽清醒却无法掌控身躯。对于这种情况，他感到无能为力，只能任其摆布。突然前方出现亮光，他细看之下，发现是一片汪洋。低头看去，他已置身于海洋中。这时他才感受到，这竟是魔力组成的汪洋大海。还没等他对此惊叹，随后便被魔力海洋吞没。再次出现时，不着片缕的他已被抛向高空。待他俯身看去，却发现了惊人的一幕：一望无际的海洋中竟出现魔力圆环，圆环的威能震得周围的海水止不住翻腾。紧接着圆环内接连浮现环环相扣的小圆圈。尤金这才明白，这竟是魔力圆环发展的演示。眨眼间，无数小圆环便已铺满最初的大圆环，即将演示最终奥义。但等尤金期待着接下来的演变时，他却整个人呈大字形趴在了地板上。还处在震惊之中的他看见一旁的梅尔，才明白自己的意识回归身体了。但他开口询问梅尔的第一件事却是：我刚才有失了裤裆吗？梅尔一脸坏笑，真是可惜，还差那么一点。不过你已经很不错了。众多魔法师第一次接触巫术时都失了裤裆，你不过是口吐白沫晕倒2小时而已。要知道现任白魔塔主和蓝魔塔主当初可都难逃此劫的哦，你可比他们厉害多了。听闻此话，尤金回想起当时哈亚提醒他不要被吓掉，对此尤金一脸黑线，原来不是逗他玩，是哈亚已经有经验了。这时梅尔询问他进去巫术内的收获如何，尤金尴尬地表示，我虽然感觉理解了个大概，但好似又什么都没领悟到。我看到圆环的形成，也看到无数小圆环的产生与分裂，但最终只看到它上升到9圈。梅尔自豪道，当年塞尼亚大人创造巫术时便是到达9圈，但他依然继续研究，最终他成功超越自己设定的界限，达到了新的层次，那便是被称为永恒黑洞的境界。而且有且只有塞尼亚大人达到这个境界，在那之后也有许多魔法师想要突破桎梏，但无一例外都无法跨越第9圈。虽然永恒黑洞境界很难达到，但通过它施展魔法其实非常简单易行且强大。比如永恒黑洞境界施展出的小火球，可比第9圈施展的顶级炼狱火还要厉害。而且虽然无法证实，但永恒黑洞境界的塞尼亚大人其实已经可以单杀魔王了。对此尤金不置可否。从赫尔穆德回来的塞尼亚继续修炼下变得更强大，再正常不过。即使是让人看不惯又无可奈何的阿尼斯，以及那个大脑都长满肌肉的莫龙，还有贝尔姆特，之后肯定都变得更强了。但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再挑战魔王？对于他们的行为，尤金无法理解。现在了解到这一点的他更是只剩满腔怒火。这些该死的家伙到底在想些什么？难道真的期望魔王改邪归正不成？上百岁的女人为何满脸羞红急不可耐？只因进入阿克里昂图书馆1月有余的女人，在今天终于走了出来。一直想要跟男人借宝剑一用的女人，对男人这么久才出来发起了牢骚。一旁的罗德打断他的抱怨，询问尤金此次阅读巫术收获如何。尤金尴尬地表示，自己现在拥有的学识并不能解读巫术，估计得需要几年时间才行。哈亚很赞同，这些是数百年的魔法精髓，哪怕你再聪明，没有老师引导也很难悟透的。随后他献媚道，如果你肯将尼德借给我，我就为你讲解10卷魔法术，是不是很划算呀？尤金故作沉思状，这听起来是有些诱人，但是他一脸坏笑地看着哈亚，你那里还有没有其他好处供我选择呢？见此哈亚也明白过来，笑骂尤金真是个懂谈判的小鬼。随后他列举出一箩筐自己拥有的魔法法杖，告诉尤金用这些可轻松控制魔力和简化施法。尤金对此不太感兴趣，罗德在一旁适时辅助，他也有不错的法杖可以借给尤金使用。哈亚一脸不爽地质问罗德为何横插一脚。罗德回怼他，你不是签约2个精灵王了，为何还要贪心？哈亚明白罗德的心思，是怕他再次签约一个精灵王，因此打破他主间微妙的平衡。但他还是很不爽，几十年的朋友了，你还不了解我？我可不想参与到那些糟心的事中去。罗德对此不置可否，说是这样说，但当拥有过于强大的力量后，人很容易善变的。见罗德并不相信自己的说辞，哈亚只得用自己的魔力起誓，绝不会参与任何权力纷争。听闻此话，罗德爽快答应，既然你已经做到这一步，那我也没理由阻止了。哈亚则是一脸问号，没反应过来。回过未来的他愤怒不已，你真是赖格堡找青蛙，长得丑玩得挺花呀，原来是在这里等着我呢。这时尤金自己往枪口上撞，我不需要法杖。哈亚气恼道，是借给你不是给你啊喂。见是这个意思，尤金果断拒绝，认为只是借的话他宁愿取消这个交易。哈
哈亚感觉自己要被这两个家伙气炸了，真是两只可恶的狐狸。但为了尼德，还是强忍怒火，表示只要借用1天尼德，自己的东西就可以借给尤金1年。尤金向他确认道：“那如果借用1周就是7年喽？你就这么想和风之精灵王签订契约吗？”哈亚坚定地表示：“那是当然。身为雷恩哈特的你不会了解，风之精灵王对于我等精灵召唤师的意义，那是伟大的贝尔姆特签订过契约的精灵王。如果我成功的话，将完成众多召唤师的夙愿。”这时罗德在一旁再次助攻：“尤金，如果你不需要法杖的话。”哈亚连忙让他闭嘴，但罗德依然说道：“白魔塔主可是有一件珍贵的神器哟。”哈亚冲上去只想堵住他把不住门的嘴。听闻此话的尤金神色诡异，看来某些人并不想达成这笔交易了呀。上百岁的女人竟被气得浑身颤抖，满脸通红，只因她本想用一堆破烂法杖敷衍了事，向男人借用能召唤风之精灵王的珍贵风暴剑，然而却被一旁知晓他底细的罗德无情拆穿，声称他有一件珍贵的神器。罗德还告诉尤金，那是名为黑暗斗篷的神奇物件。一旁的哈亚被他气得暴跳如雷。罗德装作不解：“你不是10年没用过了吗？”哈亚怒吼道：“你知道我费多大劲才得到的吗？”继续装无辜的罗德表示，即便如此，与其当作装饰品，借给需要他的人不是更好吗？被他绕得有些头晕的哈亚一时竟找不到反驳的话语。这时被勾起好奇心的尤金连忙问哈亚黑暗斗篷是什么东西，哈亚则是极力掩饰，那只是一件具有冬暖夏凉功效的魔法斗篷，并无特别之处。罗德倒是很热心，那是含有时空魔法的斗篷，可将攻击转移到指定的方向。哈亚试图掩盖，没那么好，无法精准计算空间坐标的话，达不到想转移的方向。罗德继续推荐道：“即便如此，你穿上也可以用来抵挡第5圈魔法师的攻击。”哈亚做着最后挣扎，那也要你的魔力强度足够才能实现。罗德进行最后的暴击，斗篷的空间魔法可以储存东西，很适合喜欢使用众多武器的你。再已受不了的哈亚愤怒道：“你个混蛋，你真是熊猫点外卖，损到家了。”听完罗德的讲解，尤金非常中意，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东西。我决定就要这个黑暗斗篷，但我还需要先请示一下族长再说。哈亚则傲娇地表示：“我还没同意用这个和你交换呢。”见此，尤金装作遗憾道：“那真是可惜，我现在有些饿了。罗德阁下要不要一起用餐？”反应过来的罗德连忙附和尤金，他知道一个味道很不错的餐厅，可以去看看。随后二人将哈亚晾在一边，开心地讨论起等会儿要点些什么特色菜。哈亚完全斗不过这两个500分2半的250，只得无奈做出妥协。我怎么好像听见他同意了？尤金装作惊奇道：“哎呀，哈亚塔主还在呀，我还以为你走了呢。”哈亚浑身颤抖，咬牙切齿说道：“如果你真的想要黑暗斗篷，我同意借给你小子使用。”尤金一脸欠揍道：“不用着急，不是说了要等我先上报族长再说吗？”见他那么无耻，哈亚再也忍不住，问候了他一堆含妈量爆表的话。他那扭曲的表情吓得二人不敢靠近。尤金小声问罗德，他是不是准备要变身了？之后收到消息的雷恩哈特并不反对这场交易，但家主表示需要有高层在场见证。这天是雷恩哈特高层抵达阿洛特的日子，三人再次聚首等待他们的到来。见哈亚换上黑色的斗篷，尤金好奇询问这是否就是那黑暗斗篷。哈亚得意地向他显摆：“怎么样，很酷对吧？”尤金故意低声说：“穿我身上才更酷炫。”随后无视哈亚快气炸的脸，尤金安慰他不必动怒，要为我们能达成交易而开心才对。听他提及正是哈亚询问是哪位高层过来，他可不认为会是族长亲人。尤金表示是由刚加入黑狮的基德以及守护者阿塔利带队，他们顺便要调查里头的事。哈亚难得严肃起来：“守护者，被称为雷恩哈特猎犬的那些人吗？”尤金也好奇那些人，他们是家族的守护者，雷恩哈特家族的黑狮，总之有很多称谓，外人更喜欢称呼他们为猎犬。他们遵守的戒律清规比任何族人都要严格，只要实力强大，对家族忠诚，无论血脉远近族人都可加入。而基德1年前也加入了其中。白狮骑士是侍奉本家的势力，黑狮则是守护整个雷恩哈特家族，而领导黑狮的便是参议院，由在雷恩哈特历史中有名的强者组成。哪怕是当代家主吉列弗，有时也得听他们的命令行事。此时尤金对黑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本家住了4年，他一次都没见过。这传言中雷恩哈特最厉害的骑士团，已经让尤金迫不及待想见识他们有多强。在几人对黑狮的到来各怀心思之时，雷恩哈特的马车已然降临此地。但让尤金没想到的是，车内还坐着一个对他朝思暮想的女孩。男人究竟看到了什么，竟如此大惊失色？只因他没想到眼前的女人竟会出现在这里。刚才他和红白魔塔的2位塔主一起等待家族高层的到来，白魔塔主哈亚对于他们家族的人却是有些不屑，嘲讽他们估计找不到地方降落。他的话让尤金有些疑惑：“你不是挺尊敬伟大的贝尔姆特的吗？”哈亚讥讽道：“我尊重的是贝尔姆特，不是雷恩哈特家族。我可不喜欢本家打压旁系的家族。”罗德阻止他继续前列腺发言：“如果你真想见尼德，那你应该隐藏这种态度。”说话间，半天不见降落的空中飞低，终于找到停车位，稳稳落下。哈亚并不认同罗德的话：“我可不会对他们卑躬屈膝，我与他们的交易很平等。”然而正经不到1秒，哈亚就满脸鼻涕：“我可是在用最心爱的斗篷与他们交换。”一旁的尤金嫌弃的让他不要用斗篷擦鼻涕，那可是之后他要穿的东西。在二人斗嘴间，前方的马车门缓缓开启，下来之人正是许久不见的希尔·雷恩哈特。
尤金对此非常惊讶，他没想到希尔会跟着黑狮的人一起过来。本来他还满心期待的想看看黑狮的人，结果首先下来的却是希尔。他对希尔的到来有些疑惑。希尔淡定的向他解释：“我母亲生日要到了，这次是过来购买生日礼物的，同时顺便过来看看你过得好不好。”说完后，希尔有些期待尤金的反应，但听闻此话的尤金却恢复平静，呆呆的说道：“原来是这样啊。”他的反应让希尔有些气恼，这该死的直男癌晚期患者。在希尔对尤金的反应正感到失落又无奈时，他身后的马车内缓缓走出一人，此人是当代家主的弟弟基德，也是教导尤金4年之久的老师。他开心地向尤金打着招呼，在他后面出来的大胡子打断他们的叙旧。虽然知道你们很久没见了，但之后会留时间给你们的。现在我们还是先处理一下今天的正事吧。虽然没见过这个大胡子，但尤金能感觉他身手不凡，从他那衣服都包不住的腱子肉以及行走姿势来看，一定是个鸡毛高手。还不等尤金分析完，大胡子身后再次走出一人，从这人瘦弱的身躯以及气息来看，应该是个魔法师，估计是为了李德的事情来的。尤金看向那魔法师身后，至于他后面的那个是……他应该就是黑市里的高层阿塔利了吧？没想到竟这么年轻。而且尤金看向他那充满力量的手掌，虽被手套遮掩，但还是能看出些许端倪，既不像用剑的手，也不像用矛战斗，看来是仅凭双拳战斗的拳手。这还真是来了个了不起的人物呢。这个英姿飒爽的女人竟已100岁，不但年轻貌美身材哇塞，还是个实力强大的拳手。这时女人上前和罗德打招呼：“20年不见，听说你当上了红魔塔主。”罗德无奈道：“上次见面时就告诉过你，我将很快登顶塔主之位。”阿塔利则表示：“有说过吗？时间太长我不记得了，不过这也无所谓。”说完他转头看向一旁的尤金：“你就是尤金·雷恩哈特。”尤金向他恭敬行礼，表明自己的身份。然而阿塔利紧接着丢出的消息却让尤金呆若木鸡。他声称自己是尤金的姑奶奶，但让尤金别这么叫他，会显得他比较老。尤金对此很惊讶，他竟是家主的小姨，真是小母牛上蒸笼真牛批。但想起罗德和哈亚的年龄，尤金很快平静下来。此刻他更在意的是，这种辈分的人竟千里迢迢赶来这里。这时罗德微笑道：“外面风大，我们还是进屋再讨论吧。”随后众人进到红魔塔内，在会客桌前依次落座。阿塔利·雷恩哈特是上任族长的妹妹，她也并未结婚。加入黑狮的他现在是第3骑士团的团长，莱森·雷恩哈特是黑狮第3骑士团副团长，来自其中一支旁系家族。同样来自第3骑士团的帕高·雷恩哈特是来自罕见的魔法师旁系家族，他负责今天交易的具体事宜。此时帕高再次对交易内容进行确认，每出借1天风暴剑尼德，白魔塔主的黑暗斗篷就借给尤金1年，对吗？一旁的哈亚懒散地确认了他的说法，同时让他快点搞定，不要浪费彼此时间。得到肯定答复的帕高不再赘述，施展魔法召唤出准备好的合同。哈亚认真查看起其中的内容，以防有诈。很快哈亚提出质疑：什么叫不允许我冒险摧毁尼德？摧毁后的代价又是什么？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你的生命。坐在窗边的阿塔利回答了他这个问题。风暴剑尼德是价值连城的宝物，你要借就要做好赌上性命的准备。哈亚认为他言过其实，对其挑衅道：我的生命也是不可估量的，那要怎么算？阿塔利对此很无所谓，在阿洛特或许会是像你说的那样，但在雷恩哈特并不是。见气氛莫名紧张起来，帕高适时出面调和，并不是让你现在就付出生命。作为魔法师，我也很尊重你，我并不认为你在尝试和风之精灵王签约时会试图摧毁作为媒介的尼德，那只是预防出现那种情况而提出的条约，等真出现的时候再谈代价不迟。他这话让哈亚非常不爽，所以这次交易是要由你们雷恩哈特说了算。叼着雪茄的阿塔利回补道：你不愿意也可以选择不借，若不是为了族长，我才不会在这里和你扯皮。哈亚也毫不认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专门为我而来。哈亚这话意有所指，阿塔利掏出怀表淡然道：确实如此，我来这里是有更重要的事，而不是为了这种小事。1小时后我将会见克洛克，让他陪我去阿洛特的监狱，审问那个胆敢蛊惑李德的黑魔法师。他这话让罗德脸色发黑，当初已敲定此事将按阿洛特的律法来，这和吉列弗的决定不一样啊。这个近100岁的老男人为何满脸发黑？只因跟他同岁的女人竟不顾当初他与家主的约定，准备对黑魔法师进行私下审问。女人对此却无所谓。虽然家主做出了决定，但对于玷污家族名声的黑魔法师，参议院并不打算放过。尤金强忍笑意看他从衬衣口袋拿出超大怀表，他还没见过有人在那放不舒服又沉重的东西。哈亚也很好奇，你为什么又戴手表又戴怀表的？还有你为啥一直叼着雪茄却不点燃？但阿塔利没有理会他这无聊的问题。我已经得到阿洛特王室的许可，与其为这问题伤了和气，还不如就让我们来审问处置。尤金却明白，看来是家族给的太多了，王室那边才会允许黑狮审问黑魔法师。这时阿塔利询问哈亚到底决定好没，他可没时间跟哈亚耗下去。哈亚则在考虑时间问题，3小时内完成与风之精灵王契约签订的话，最多2个月就能拿回斗篷。既然如此，就没什么好犹豫的。他二话不说就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后尤金穿上帅气斗篷，头发梳成大人模样，哈亚也终于拿到梦寐以求的尼德。这时尤金看到阿塔利直勾勾地盯着斗篷，他一脸无语，心想这人肯定夜猫子进宅没安好心，
果然，阿塔利称赞其斗篷设计的不错，领口像狮子的鬃毛，这让我想起了雷恩哈特的标志，就是颜色不太大，若是白色就更好了，像白岩蕨的火焰一样。他现在的颜色貌似更适合黑狮的人。听完他的长篇大论，尤金瞪大了双眼，假装听不懂也不回应。阿塔利见尤金如此不开窍，同样一言不发地盯着尤金。希尔及时出来缓解尴尬，把斗篷给他，他是想穿穿看。尤金傲娇道，他并没有说过要穿。希尔再次强调，他表达的意思就是这样。尤金转头看向阿塔利已经脱下披风，以及那无形的压迫感，只能满脸不情愿地将斗篷递过去。你试试看吧。阿塔利毫不客气地扯过斗篷披在身上，随后他摆出一系列骚气又洋气的造型，真是厕所里照镜子臭美。终于得偿所愿，装完杯让他浑身舒爽。对于黑暗斗篷的评价更上一层楼，将斗篷还给尤金时，他提出整改意见，弄一枚家族徽章镶上去会更气派。对此，哈亚气愤地大声抗议：我只是借给你们，并不是送给你们，不要损坏我的斗篷。但阿塔利直接无视他的叫嚷，转身吩咐黑狮众人准备出发。离开前，基德转头提醒并未挪动脚步的希尔，还不跟上。对于他的催促，希尔早已想好借口，我会和尤金一起等你们回来的。之后二人来到街上闲逛，准备为家主夫人挑选生日礼物。尤金借机将偶然发现西安喜欢兔耳朵的事告诉希尔，希望希尔扳正西安的爱好。希尔听得一阵恶寒，我会转告母亲的，但这不是尤金希望的结果。他让希尔委婉转告西安就行。希尔应答下来，并装作随意的样子问尤金，你不喜欢兔耳朵，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耳朵？尤金表示喜欢正常的。该去选礼物了，而且我并不知道安妮夫人喜欢什么，为什么要我一起来？希尔让他闭嘴，跟着自己就行。尤金反驳他，如果你只想让我跟着你，为什么还把我叫出来？这时希尔转头看向不解风情的尤金，眼里满是失望。女人为何满眼哀怨，一脸失望？只因自己朝思暮想之人竟是个不解风情的直男，不但看不出让他陪自己逛街意欲何为，还满腹牢骚想丢下自己。他气恼地质问尤金，你是想把我独自丢在异国都城？我走丢了怎么办？但尤金依然不解风情，说的就像你无法照顾自己一样。希尔小脸羞红，警告他，大家都知道我和你在一起，我丢了的话看你怎么交代。被他拿捏住的尤金只能放弃离开的想法。这时希尔询问尤金上个月的生日做了什么，有没有举行聚会。尤金则表示自己只是在图书馆看书，罗德和海拉送了礼物给他，不过他并没有收下。希尔敏锐地察觉到那个没听过的名字，询问海拉是谁，是女人吗？尤金无语道，听名字就知道是个女人。他不想希尔追问，连忙转移话题，一路走来都没见你选礼物，你跟随阿塔利前来还有其他的事要做吗？见他提到这事，希尔有点不好意思，看来被你发现了呀。我在求他收我为徒，反正我哥会成为家主，我对那个位置也没想法，而且我母亲想为我包办婚姻。说到这里，希尔偷看尤金是何反应，结果尤金一如既往的平静，并未出现他所期盼的反应。失望的希尔转过头继续解释，我讨厌包办婚姻，但我也不想被关在本家假装成淑女。听明白他意思的尤金总结道，所以你才想要加入黑狮骑士团。希尔则表示，现在他并不能加入，但他想先得到阿塔利的指导，见他开始尝试走自己的路，而不是想依靠本家生存。尤金很欣慰，随后询问他西安过得如何。听到他的夸赞，希尔有些意外，真是难得得到你的称赞。至于西安则不用你担心，他经常把你挂在嘴边，还让我向你请教修炼白岩师的诀窍。听到这话，尤金询问希尔，西安是到3星了吗？希尔表示并没有，和你离开时一样还是2星。接着尤金询问他有没有见过李德吗？他只听说李德回了本家，并不知道结果如何。对于李德的事，希尔很是反感。听说迪士尼找了魔法师在家中教导他，都已经做了那种蠢事，却还是让他继续学习魔法。不过他不可能成为族长，随他去吧。希尔说完就亲昵地搂住尤金的胳膊，不说那些不愉快的事了，带我去吃好吃的吧。听闻此话，尤金提醒道，餐馆倒是有很多，但味道可比不上本家的。希尔却意味深长地看着尤金，味道什么的并不重要，关于美食，看的并不仅仅是味道，氛围也很重要呀。与此同时，在阿洛特另一边的监狱中，莱森擦拭着手上的血迹，冷漠道，真是不耐造，居然就这么死了。见此情况，阿塔利总结道，承受如此酷刑到死也不招供，看来幕后之人手段不错，这么低级的黑魔法师竟能接触到嫡长子，估计是被魔法消除了恐惧感，不然他可没那胆子。这时一旁传来对此事的分析声，我想他是走投无路了，修炼黑魔法几十年却毫无建树，就这么老死灵魂会被契约恶魔收走，连转世轮回都没机会，所以他必须铤而走险，哪怕会招来杀身之祸，但只要成功，他就能摆脱困境。但阿塔利却冷漠地打断了他的分析，我听说梦魔女王贝拉公爵并没有参与此事，对此你是怎么想的？黑魔塔主克洛克达尔。身为恶魔仆从的男人却是个热心好人，不但引领对方前来将手下审问致死，还热情为对方答疑解惑。但阿塔利明显不信任他，冷声质问梦魔女王是否参与此事。对此克洛克很无奈，我不知你为何总针对我，在这事上我已经表示足够的尊重与道歉。阿塔利却不以为意，相比于一个微不足道的黑魔法师，不如怀疑你是幕后主使更有意义。克洛克并不认同他的观点，我这么做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吗？如果我真是幕后主使的话，绝不会留下这么明显的线索，以至于让你们怀疑到我。而且阿塔利爵士，我有很多的敌人，我侍奉着幽静魔王，
也感谢他对我的信任和爱护。但这让赫尔穆德的许多人对此不满，千方百计找我的麻烦。所以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个讨厌我的人，想要借此让我陷入困境的龌龊手段。但阿塔利指出他并没有证据，克洛克反驳也没有证据证明是他干的。随后他意味深长地笑道：“阿塔利爵士，我应该不是你唯一的怀疑对象吧？”阿塔利讨厌他的拐弯抹角，让他有话就直说，但要做好为自己的话负责的觉悟。这时克洛克虽保持笑容，语气却变冷。身为幽静魔王的仆从，我尊重他的意愿与雷恩哈特交好，但我毕竟是凡人，无法做到面对无端指控可以一笑而过。我乃克洛克达尔，黑魔塔主，幽静魔王的仆从，我无法容忍这无休止的侮辱。见他蓄势待发，基德连忙挡在阿塔利前方，以防克洛克暴起发难。阿塔利冷漠道：“我不想在异国他乡做出失礼的举动。”克洛克让他不用担心，如果你愿意，我会尽我所能不让任何人察觉到你的侮辱。听闻此话，阿塔利无所谓道：“想做到这一点，你得确保你的脑袋能留在原位。”面对他的威胁，克洛克沉默以对。一时间，现场气氛紧张到极点。但这时阿塔利话锋一转：“看来我得再想想了，到底是谁想损害雷恩哈特的家族威望？这只是一种直觉，因为我们无法通过酷刑和心灵魔法找到线索，一切都太干净了。”接着他毫无歉意道：“这就是我怀疑你的原因。”他的话让克洛克再次恢复微笑。看来刚才我说的有点过分了。作为回报，我想给你看看令人不太愉快的景象。但阿塔利直接拒绝，表示并不想看他提供的东西。走到克洛克面前的他嘲讽道：“我看过太多残酷又恶心的东西，其中一个就在眼前。”克洛克凝聚出魔手，既然你那么坚持的话。他的头顶上方被黑魔力笼罩，形成的黑云中间出现光圈，随后一颗梦魔的头颅被传送至他手中。他的灵魂已经被幽静魔王收割，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提供给你。说完，不等阿塔利回应，他就将头颅随手丢弃，但头还未落地就被阿塔利一脚将其踢飞。鲜血飞溅到克洛克脸上，但他的笑容却丝毫未减，而阿塔利也不再理会他，招呼着众人离开。走之前，他回头警告克洛克：“如果你试图接触尤金·雷恩哈特的话。”手指轻视鲜血的克洛克直接打断他：“能指挥我行动和欲望的只有幽静魔王。”他嚣张的态度让阿塔利眼里充满了杀机，但他却毫不在乎。阿塔利爵士，你无权命令我做任何事。男人面对黑岩灼烧却面带微笑，哪怕被侮辱的满脸鲜血也毫不在乎。面对阿塔利临行前的警告更是不在意，他霸气回应：“能命令他的只有幽静魔王。”眼见再争执下去毫无意义，阿塔利带着基德等人转身离去。途中，阿塔利开口询问基德：“你认为这件事的真相是什么？”但不等基德作答，他接着分析：始作俑者可能是与克洛克齐名的米利亚，那是个与克洛克有矛盾的人。幽静魔王虽压制与其契约者的自由意志，但不会干涉他们争名夺利。这个推测让基德很惊讶。如果米利亚是策划者，那岂不是纳哈马国才是幕后黑手？阿塔利肯定了他的推测。最近纳哈马与邻国图拉斯争执不断，未来几年内他们可能会宣战。一旦战争开始，家主就得提前做准备，整个雷恩哈特家族可能会被召集起来。这让基德意识到，所以米利亚才想要率先分裂雷恩哈特。阿塔利认为，哪怕不会造成分裂，也会埋下种子。也有可能李德被魅魔蛊惑只是个偶然事件，并未牵扯那么深，但我们依旧要保持怀疑。随后他询问基德对刚才克洛克的挑衅怎么看，如果不忽视会发生什么？基德认为，如果爆发战斗的话，除了阿塔利外，他们可能都会死。阿塔利调侃他还真是谦虚。基德尴尬地表示自己不擅长和魔法师战斗，对此阿塔利也坦率承认，他同样没有足够的把握，所以才会放弃战斗。接着他提起对于李德的处罚，以后李德都会被监视起来。参议院也派了一支黑狮过去，虽因他是嫡长子免除了死刑，但不会有下次，而且他的继承权将被剥夺，余生都要活在监视下。他们不会阻止迪士尼为李德寻找魔法导师，如果此事真有黑手，那一定会尝试联系李德。基德回想起李德曾是那么的热爱魔法，他想不明白为何李德会去接触黑魔法。虽为李德以后的生活担忧，但基德还是选择尊重家族的决定。离别的时刻很快到来，他们即将启程返回雷恩哈特本家。尤金和罗德相约为几人送行，基德和希尔开心告别尤金，让他有时间就回本家聚一聚。尤金欣然答应，虽然他也不知道何时才会回去。这时阿塔利转头询问他想不想加入黑狮骑士团。目前二团长的侍从职位空缺，如果尤金愿意，他可以立即推荐。他这突如其来的邀请让尤金一时没反应过来，一番思索后，尤金还是拒绝了他的邀请，郑重向他道谢。听到尤金回答的阿塔利沉默注视尤金良久，随后他转身招呼众人出发，只留下一句：“真是可惜。”尤金和罗德站在原地目送着空中马车离去。这时尤金询问罗德：“白魔塔主那边有消息了吗？”对此罗德一脸无奈，如果哈亚成功的话，早就过来炫耀了，现在看来估计还在挣扎。与此同时，白魔塔上便被狂风大作，塔顶人影单手举剑向天，此等天象便是他手中被魔力充盈的尼德造成。这人正是不着片缕的哈亚，此时他还在努力召唤风之精灵王。女人净手持长剑引雷劈几声，而他这么做是想与灵界沟通，达到与风之精灵王缔结契约的目的。但无论他如何呼唤，都未曾得到回应，这让他忍不住咒骂起来。为增加对风的亲和度，不着片缕的他已被风吹得鼻涕横流，但哪怕如此，他依然坚持将魔力灌入尼德。他相信京城所至，今时为开，
果然，天边出现金黄色闪电，有声音自闪电中呼唤着他。但探亲来者后，哈亚却没有丝毫喜悦，因为来的是雷之精灵王莱文。对此，哈亚很是不解，他呼唤的是风之精灵王啊，并没有呼唤过莱文。莱文表示是过来传达风之精灵王的意思，他让你闭嘴，他并不想和你缔结契约。哈亚并不打算放弃，依旧高呼：“我是最伟大的精灵召唤师，是唯一值得与你缔结契约的存在，所以请出现在我面前，我可以给予你想要的一切。”得不到任何回应的哈亚逐渐癫狂，放声高呼让风之精灵王赶紧出来。看着他不着片缕的站在那发疯，雷之精灵王无奈的叹气连连，随后直接扔下雷霆劈的哈亚外焦里嫩，阻止他再继续闹下去。享受一番无死角电击疗法后，哈亚浑身电光闪烁，瘫倒在地，终于消停了下来。离去前，莱文提醒哈亚：“你并不能给风之精灵王想要的。”伴随着乌云散去，天空恢复了晴朗。远去的莱文喃喃自语：“风暴欲北上，征服北方魔界，完成100年来仍未忘怀的遗憾。”10天后，哈亚一脸颓废地出现在尤金面前，尤金看得冷汗直流。10天不见，他怎么累成了这副熊样？他关心地询问哈亚发生了什么，契约签订成功了吗？岂料哈亚对他咒骂不已：“你明明知道了答案，还问什么？你个混蛋！”瑟瑟发抖的尤金悄悄嘟囔：“那也没必要骂我吧。”再以绷不住的哈亚彻底爆发：“那个该死的风之精灵王！”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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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旁的梅尔猛地跳下椅子，终于忍受不了了他，径直朝着哈亚走去。来到哈亚身旁，他提醒道：“湿裤裆女士，请保持安静。”结果他的这个称呼更是把哈亚气得放声尖叫，一旁的尤金只能塞住耳朵默默承受。他打断哈亚发疯：“风之精灵王真的没有和你签约？”哈亚愤怒回怼，表示自己没有撒谎的必要。得到答案，尤金拍了拍斗篷，只接到今天刚好是10年，现在还给我可以优惠到9年。听闻此话，哈亚许久才反应过来，9年。思及至此，他连忙颤抖着双手交还尼德给尤金，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他伤心不已，请好好照顾黑暗斗篷。对此，尤金只能报以同情，让他回去好好休息。送走哈亚后，尤金再次研读那本出版冒险故事。此段介绍的是关于遭遇巨人族的事。他们长得又粗又大，所向披靡。当年数万军队齐聚阻挡魔王走狗巨人族的进攻，虽体型差距巨大无法战胜，但当时的人们并不对此感到惊慌，因为伟大的贝尔姆特在他们身旁。身高万丈的巨人无情践踏人类家园，但对于他们的到来，人类却不惊慌。哪怕巨人以一敌千，且人数众多，也丝毫不能让人类屈服，因为此刻伟大的贝尔姆特就在他们身边。他的到来振奋人心，骑士们宣誓誓死追随于他。但骑士虽说的一本正经，不过是想蹭一蹭贝尔姆特的声望，好让自己流芳百世。毕竟他们的实力可不够格参与其中，真正能与贝尔姆特并肩作战的只有一人，那便是勇士哈梅尔，贝尔姆特最信赖的伙伴。二人的默契无人能比。贝尔姆特示意哈梅尔攻击巨人左臂，自己抵挡巨人强壮的右手，但哈梅尔表示自己更想攻其右手，只因他自认不比贝尔姆特弱。面对高大无比的巨人族首领科尔，也只有他俩能这般风轻云淡的聊着天。因只有圣剑能截断庇护科尔的魔王之力，而圣剑又只认贝尔姆特为主，所以科尔最终被贝尔姆特斩杀。最后其他巨人被美丽的塞尼亚施展魔法焚烧殆尽。看完这段故事的尤金很肯定，这不是塞尼亚就是阿尼斯所写。梅尔被他的言论惊得久久回不过神，随即嫌弃的让他不要说如此疯狂的话。尤金尴尬解释道，这里面对塞尼亚用了很多高贵的形容词类，但梅尔反驳那是在侮辱塞尼亚，毕竟谁会在写自己时加上那么多形容词。随后他举起小拳头威胁尤金，你再这样侮辱塞尼亚大人，小心我捶你胸口。见此，尤金不敢再与他争辩，连忙表示自己需要去透透气。梅尔好奇地询问他要去哪里，尤金告诉他自己想再去试一试巫术，但梅尔却觉得不妥，认为以他的水平再去尝试有些傲慢，而尤金认为挑战不可能才更有成就感，不是吗？梅尔跟在他后面嗤笑不已，你总是失败，有什么值得炫耀的？10天来，尤金都在不断尝试巫术，但现在的他依然无法到达永恒黑洞。永恒黑洞是指巨大的圆圈包含无限小圆圈，它增强了投入其中的任何魔法，而尤金是以白岩石取代圆圈，所以他要用这个方式形成更多的圆圈。前世他集百家所长修炼魔力，塞尼亚也曾帮他修正过，最终他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法门，他只需1秒便可爆发全部魔力。因他的灵力是以爆炸的方式形成魔力，仅凭这一点他就轻松斩断了巨人首领4肢，就连贝尔姆特都夸赞他具有高超的战斗天赋。对于他花高价购买廉价修炼法门，虽然塞尼亚感到不解，但也惊讶于他竟靠这些垃圾法门就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这便是尤金的过人之处，化腐朽为神奇。此时尤金再次进入巫术当中，参悟永恒黑洞，现在他不会再看到黑洞就昏迷，已经能看清魔力的运转方式，以及大圆圈内无限再造的小圆圈是如何形成的。尤金坚信一定能用白岩石达到永恒黑洞层次。在尤金不断的尝试中，2年匆匆而过。男人每天不吃不喝修炼魔法，在魔力海洋尽情参悟至高无上法，2年来每天都过得枯燥又充实。此时已是2年后的夏天，在阿克里昂图书馆内，19岁的尤金此刻正在加班加点赶制毕业论文。由于太过专注，梅尔呼唤许久他才反应过来，梅尔只好再次重复，告诫他注意休息，先去吃了午饭再回来。尤金表示并不饿，
现在离开会影响自己的写作思绪。梅尔不明白他为何那么着急写毕业论文，况且如此急躁很容易出错。但尤金认为自己现在很冷静，目前为止并没有出错的地方。梅尔对他的回答很不满意，普通魔法师可是需要花几十年来完成论文，而你竟然傲慢到已经开始写了，与其浪费时间，不如再花10年巩固知识。见到他如此严肃的模样，尤金会心一笑，真是可爱的小梅尔啊。他的话瞬间让梅尔小脸通红，呆愣原地，接着他着急地挥舞着小拳头，我可是大你200多岁，你要学会尊敬我。听闻此话，尤金坏笑着回应，没想到我们小奶奶还挺害羞。梅尔一阵无语，这小子嘴巴一直这么厉害。这时尤金却没再继续开玩笑，只是低声说，你就这么不想让我离开吗？被说中心事的梅尔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应。尤金询问梅尔，2年来我是唯一经常来这个楼层的人对吗？梅尔慌张地表示，那是因为其他魔法师早已研究过巫术，第一次见识巫术时，所有魔法师都惊讶万分，试图去掌握巫术，但最终都失败了。之后他们就去研究自己擅长的魔法，而你与他们不同，2年以来你每天都会过来研究巫术，你的执着和进步是其他人无法比拟，就好像你来阿克里昂的目的就是为了巫术，一旦你的论文写好，你就会离开，对吧？尤金对此不可置否，认为到时候他也没有留下来的理由了。梅尔开心地向他讲述留下的好处，罗德非常欣赏你的天赋，只要你想，罗德一定会把塔主之位传给你。议会长维克托也很中意你，想要招揽你进他们部门，就连皇太子霍南也很喜欢你。如果你为他效力的话，未来几十年你将扬名立万。但尤金对梅尔的这些提议都不感兴趣，他还有许多事要去完成，不想被束缚在此。梅尔有些气恼他的反应，你又不能成为组长，为何非得回去雷恩哈特呢？对此尤金有些无语，我为什么要为了成为组长才回去雷恩哈特呢？他的回答让梅尔有些不知所措。所以写完论文你确定是要离开的对吗？尤金告诉他自己也不算在写论文，他只是在整理魔法公式细节，并不想发表出去，因为尤金明白他创造的魔法公式还原诀没有人能够使用。当初罗德表明过，理论上其他魔法师是无法学习还原诀的。你以白岩氏入门魔法，这方法很独特，但这不代表其他会白岩氏的族人能模仿。罗德曾经尝试过尤金的还原诀，不会白岩氏他便用圆圈魔法替代，结果却发现魔力在倒流，这证明尤金创造的还原诀只适合他自己，别人没办法修炼。尤金不但凭借白岩氏4星入门魔法，在这个圆环内他像前世哈梅尔一样点燃魔力形成无数法阵，旋转的圆环可锁住魔力不外泄，这便是尤金自创的还原诀。在这个魔法师穷尽半生才能有所成就的世界，男人仅用2年就自创出独一无二的修炼法门，就连身份尊贵的魔塔主都对他赞不绝口。但他并未因此骄傲自满，而是每天努力学习魔法知识，充实自身，从中利用更多火系魔法完善自创还原诀。他拜罗德为师后，罗德时常帮他完善还原诀的不足之处，协助他完成论文写作。2年来罗德都对他非常严格，但这也让他受益匪浅。回忆结束，尤金问梅尔，是不是因为我要离开所以你生气了？我为何要生气？想走就走，那是你的自由，我没权利阻止你。梅尔故作无所谓，摊开小手，我从来就没有想要离开的念头，但即使我想也无法离开阿克里昂，所以对于你的离开我并不生气，虽然这会让我感到孤独。严格来讲我并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人类喜欢自由。对于梅尔的真情流露，尤金很平静，边收起论文边询问梅尔真的这么想吗？梅尔坚定地表示，我活了200多年，当然很确定这一点，但至少……此时梅尔的情绪异常低落，但至少你离开时能来和我告别吗？不要像塞尼亚大人一样无声无息地离开。直男尤金很随意地答应了梅尔的请求，情绪刚酝酿一半的梅尔被噎得说不出话，羞怒的梅尔大声表达自己的不满，我深情地说了那么多，你却无动于衷，你真是个混蛋。准备离开的尤金仍然不明所以，梅尔追在后面不停咒骂他，他气恼地质问尤金，接受长辈的建议有那么难吗？你就不能留下来吗？可是他却又突然害羞地低下头，但如果你因为我留在阿洛特，我会感到很为难。他的性格是基于塞尼亚的幼年时期，有时他会无法控制地做出幼稚行为，所以他认为自己刚才说的那些话很幼稚，希望尤金不要介意。尤金依旧淡定地表示自己明白了。梅尔对此很难为情，他认为塞尼亚不会做出这种事，他感觉他的行为是对塞尼亚的侮辱。然而尤金却对他温和一笑，真正的塞尼亚也会做和你相同的事。听闻此话，梅尔虽有些开心，但他认为根本不可能，你都没有见过塞尼亚大人，你怎么知道他会做我这种幼稚的事？但尤金依然温柔地回应他，对此我很确定。梅尔认为他是因为读了那本冒险故事才会有这种荒谬的想法。对此尤金并未继续和他争论，表示自己写完论文就会离开阿洛特，如果我不贪婪的话，夏天结束前我就会完成论文。对于他强行转移话题的行为，梅尔并不满意，转过身不想理他。但尤金并不在意，我离开前会来和你好好告别的，那时我可能会有些话要对你说。听闻此话，梅尔奶凶奶凶地警告他，如果你敢耍我的话，我就揍扁你。尤金并未理会他的威胁，只是微笑着注视了他许久。在梅尔眼巴巴等他的下文时，他却潇洒转身，不要心急，等时间到了我会告诉你的。200多岁的少女依然奶凶奶凶，但男人并不理会她的威胁，全程报以姨母笑。在少女眼巴巴等他回应时，男人潇洒转身离去，表示下次来时自会告诉他。
尤金刚离开塞尼亚大厅，就碰见维克托，看着他那灿烂无比的笑容，尤金顿时一副吃了翔的表情。这家伙还真是阴魂不散。他很清楚对方来是想要做什么，但他对那件事并不感兴趣。果然，维克托再次邀请他加入宫廷魔法师，给他许下诸多好处，但尤金依然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可不想被束缚在此。不死心的维克托当即采用迂回战术，声称他可以帮尤金检查论文，想以此博得好感。他表示红魔塔主擅长的是召唤魔法，而他更擅长战斗魔法，对尤金的帮助更大。对此，尤金果断拒绝，委婉地表示维克托并不知道他在写什么，应该没办法找到有问题的地方。这让维克托内心不停吐槽，还不是你们藏得太好不给我看的原因。但表面依然保持微笑，如果我可以看看的话，也能提出很多合适的建议的。尤金不得不再次拒绝，很感谢你的帮助，但那样做会冒犯到红魔塔主。维克托连忙表示他们可以悄悄地进行，不让红魔塔主知道就行。但尤金不再理会他，丢下一句失陪了就转身开溜。再次邀请失败的维克托叹气连连，明明就是个小鬼，咋那么难忽悠呢？而此时的尤金也是烦躁不已。如果被维克托发现他已形成永恒黑洞的话，尤金笃定以后的日子里，哪怕是睡觉也要被维克托纠缠。想到那种场景，尤金恶心的满脸黑线。不过施展还原绝食与白岩石外形相差不大，不注意观察的话，哪怕是维克托也发现不了。这意味着在高级魔法师面前，尤金也能隐藏自己的实力。不多时，地下实验室中烟尘四起，罗德在默默观察着什么。很快他给出评价，抛开你使用的魔法不谈，只看魔力强度的话，你的实力已达到第5圈。但尤金表示自己仍是第4圈巅峰，而且更高级的魔法也无法融入永恒黑洞，是因为自己对他们的理解还不够吗？对此，罗德则认为应该是容量的问题。毕竟尤金的还原诀无法完美复刻巫术，你是用白岩石的星河替代了圆圈，不能用正常的衡量标准去看待你的实力。简单的来说，你的白岩石每提升1星，你的永恒黑洞应该说还原诀就会变得更强。不过不要放松警惕，现在还原诀虽看不出缺点，但当你提升等级时可能出现危险。说到这里，罗德欲言又止。尤金询问他是想要自己不要使用高级魔法吗？罗德警告他不要使用第6圈魔法，因为还原诀并不是普及的圆圈魔法，存在诸多隐患。见罗德如此郑重其事，尤金也明白其中风险，表示自己不会鲁莽使用高级魔法。谈完正事，罗德询问尤金论文写完有什么计划。听说你并不打算回雷恩哈特家族，尤金敷衍地回应道，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首先想去鲁尔王国尝尝大冰蟹，实则是因鲁尔王国是混蛋莫龙建立的国度，他是想去那里寻找关于伙伴的线索。男人年纪轻轻就已是魔法大师，如今学有所成，准备开启美食之旅，尝遍世间美食。但这只是明面上的说辞，他实则想开启的是扫墓之旅，去前世伙伴待过的地方寻找他们留下的线索。罗德竟不知道他还有美食方面的癖好，忙说不用跑那么远，阿洛特就有特色餐厅。尤金继续沿王拉2湖鬼扯，我喜欢去原产地吃新鲜的，味道更好，而且吃完大冰蟹我还想去纳哈拉，听说那里的仙人掌蟹也不错。其实是因为那片沙漠是曾为纳哈拉帝国圣女的阿尼斯最后出现的地方。罗德不疑有他，既然你那么喜欢吃甲壳类，那我们现在就去吃龙虾吧。很快二人来到阿洛特的著名龙虾馆就餐，但尤金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那个人。只见皇太子霍南坐在尤金对面，一脸欣赏地看着他。霍南对打扰他们师徒就餐感到抱歉，表示会长话短说，早点结束。尤金，你如果来宫廷魔法师队就职，我以我的名义发誓会让你坐上首领的位置。尤金对他的话表示怀疑，现在的你应该还做不到那一步吧？霍南表示确实如此，但10年后我一定会做到，因为那时我将是阿洛特王。他的话语让罗德眉头一皱，示意他不要随意说这种大逆不道的话。霍南太子，你这么说话很危险。如今的阿洛特王仍然身体康健。霍南表示你误会了，我已经得到父王的承诺，我的继承权丝毫不会有问题。阿洛特的民众也很支持我继承大位。随后他继续刚才的话题，宫廷魔法师听命于国王，而且10年后你有资格做他们的首领。然而尤金还是拒绝了他，你并不能确定我的魔法到了哪个层次，为何如此笃定我有资格做首领呢？霍南微笑回应，你和红魔塔主这2年竟隐藏得那么好，虽不知你们为何如此，但一定有让你们那么做的理由，估计你也不会告诉我，那我只能妄自揣测一番。说罢，他眼神瞬间变得犀利，紧盯尤金。在他眼里，尤金浑身都充满了魔力，总量大的令人惊叹，5圈魔法师都达不到这个地步。你是在研究巫术中的永恒黑洞对吗？而且看来你是领悟了。他的洞察力让尤金有些意外。霍南无奈表示，你好歹回答一个问题吧，就当满足我的好奇心。见此，尤金直截了当的表明，虽然我不会对太子你撒谎，但我也不打算说实话。就先回答你之前的问题，宫廷魔法师首领的位置并不是我自命清高，确实是我不想要。对此霍南表示理解，毕竟以尤金的天赋来讲，在任何地方都能拥有很好的待遇。他话锋一转，那关于巫术的后2卷你是否有兴趣？众所周知，塞尼亚创造了巫术3部曲，但阿克里昂只保存着第1部，而在王宫内可是有后2卷哦，不知这个能否值得你留下来？此话一出，尤金和罗德都震惊万分。尤金明明记得梅尔曾说过，巫术后2卷和塞尼亚一起消失了。罗德也紧张地询问霍南，皇室是什么时候拥有那2卷的？你们知道塞尼亚大人的下落？霍南皱眉道，那是塞尼亚大人赠与皇室的副本，皇室也不知道塞尼亚大人和正本的下落。这时尤金询问他，你的意思是愿意给我观看皇室珍藏的副本？
但霍南表示现在不可能，毕竟连他也做不到随心所欲观看那2卷素材。不过当他成为国王时，他保证会让尤金研读巫术后2卷。随后他胸有成竹地看向尤金，你觉得这个提议怎么样？尤金爵士。尤金冷漠注视着他，这皇太子果然不简单。男人画下大饼，妄图让别人为他卖命10年。此时的他胸有成竹，因为这是对方拒绝不了的条件。但尤金却看着他一言不发。当今皇太子果然善用帝王权术。尤金这2年一直在研习巫术第1卷，凭借他2世为人的经验，也仍然无法研究透。而且霍南给他的诱惑不止这一点，如果能接触到巫术后2卷，说不定能从中寻到塞尼亚留下的线索。但他也不是涉世未深的邻家男孩，不可能这么轻易就接下霍南画的大饼。思及至此，尤金给出答复：既然你说了要10年后才能登基为王，那何不如那时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听闻此话，霍南也不气恼，毕竟这代表还有回旋的余地。他欣然应下，表示加冕时会给尤金写信。随后此次重要会晤便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结束。转眼间夏天即将结束，而尤金的论文也已完结。重生之后，尤金无时无刻不在忙碌，不曾放松片刻，所以才会如此高效写完论文。回想19年来挥洒的青春与汗水，尤金一阵唏嘘，但为了完成夙愿，这都是值得的。当初自己太早退场，后续发生的事谜团太多。消失在沙漠中的阿尼斯，自己建立国度的笨蛋莫龙，以及突然隐居的塞尼亚，还有敢和幽禁魔王签订契约的贝尔姆特。这些伙伴的下落以及契约的内容，尤金发誓要全部弄清楚。他不相信那些家伙会那么轻易死去，他们一定还在世界的某个地方。这天，尤金如约来到阿克里昂图书馆，梅尔拿着他给的论文仔细研读，里面的内容让他很是惊讶。星河与永恒黑洞完美结合，在结构上他都无法找出需要改进的地方。虽然这不如塞尼亚的永恒黑洞，但尤金的还原诀已远超当前的圆圈魔法。看完论文，让梅尔忍不住的赞叹起来。但看着尤金那副志得意满的模样，梅尔傲娇的表示还是有不完美的地方。还原诀只能尤金自己修炼，这就是不足之处。随后他将论文推到一旁，询问尤金何时离开。尤金表示既然论文都写完了，那后天就准备启程。我还以为以你的个性明天就会走。尤金无奈道，我是人类，也需要休息的，而且罗德他们准备为我举行告别派对。听闻此话，梅尔闷闷不乐，真羡慕你可以去吃很多美味的食物，还能收到各方祝贺。见他那失落的小模样，尤金宠溺微笑着，并未接话。他转移话题道，还记得几个月前我说过的话吗？离开时我会告诉你一些事。果然这话成功吸引梅尔注意，他好奇地询问尤金到底是何事。正在往外走的尤金询问他能否保密。我的秘密你应该不会告诉别人吧？被怀疑的梅尔气愤地抱起小手。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信任呢？虽然我不是人，但你怎么可以质疑我的保密能力？他追在后面不依不饶，你是害怕我将你的论文内容告诉别的魔法师吗？尤金再次发挥直男特性。是的，你有告诉过别人吗？听到这话的梅尔悲愤交加。你知道以前绿魔塔主他们是怎么对我的吗？就算他们解剖我和巫术，我也什么都不会说。关于在塞尼亚大厅的对话，我全储存在巫术最深处，除非有人将巫术彻底破坏，否则你的资料绝不会泄露。听完他的解释，尤金还在直男发言。那我接下来要告诉你的事也请你绝对保密。受不了他的梅尔只得再次絮絮叨叨解释自己有多么守口如瓶。尤金直接打断他的话，我记得我的前世了。这话让梅尔瞬间沉默下来，过了许久才表情不自然地询问他在说什么屁话。前世？尤金再次重复。是的，我记起我的前世了，包括前世生活的点点滴滴。梅尔无法相信这种事，让他不要开玩笑，况且这玩笑一点都不好笑。尤金并没有在意梅尔的质疑，只是微笑着继续说道，我前世的名字叫哈梅尔·戴维斯。你在说什么？我的前世是你口中愚蠢的哈梅尔。今生我叫尤金·雷恩哈特。200多岁的少女为何满脸无奈？只因男人竟说她记起了自己的前世。此时的梅尔被震惊到呆若木鸡，慢悠悠蹦出一句：“你是认真的吗？”尤金则在旁边静静等他消化这信息。片刻后，尤金才温柔的微笑回应：“你觉得我是在说谎吗？”梅尔红着脸避开他的目光：“你的说法实在让人难以相信。虽然转世没什么特别的，这世上大多数人都可能是某个人的转世，但要想找到保留前世记忆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倘若你说的是真的，你那许多令人费解的事也就说得通了。修炼魔法才2年的你，不但领悟了巫术的永恒黑洞，还将其完美复刻自创成适合你的还原诀。”但梅尔还是迟疑道：“如果你真记得自己的前世，如果你真是哈梅尔，是伟大的贝尔姆特的伙伴，那你应该知道愚蠢的哈梅尔是个十分独特的人。贤明的塞尼亚大人成长于精灵森林，由精灵亲自教导魔法。勇敢的莫龙是北方巴亚尔部落首领之子，他们的部落以战斗力强悍闻名于世。而阿尼斯则是神圣帝国尤拉斯的候补圣女大人。”梅尔试图说明他们都有着惊人的背景。至于伟大的贝尔姆特，尤金看着贝尔姆特的幻影打断他：“我知道，
贝尔姆特最初只是个奴隶，当年恶魔族到处抓捕人类当祭品，贝尔姆特便在其中。为活下去，他偷走了恶魔的佩剑，仅靠那把剑，他成功击杀众多恶魔和黑魔法师。之后更是在带领奴隶逃离赫尔木德时，一路斩杀数百只强大的魔兽。听完他的叙述，梅尔则认为那传说太过夸张，因为许多神话故事就是这么来的。尤金表示自己虽没见过那情景，但他觉得那是真的，因为贝尔姆特就是那样的怪物。此时梅尔却并没有接话，只是犹豫着说起了哈梅尔。愚蠢的哈梅尔不像他们那样具有强大背景，在他幼年时居住的村庄被魔兽摧毁，全村只剩下幼小的他幸免于难。后来成为雇佣兵的他，对魔兽和魔王都恨之入骨，但哪怕没有英雄背景，他依然凭借自身的努力成长到与伙伴比肩的高度。所以如果你真是哈梅尔转世，那我能理解你这不可思议的成长速度。尤金表示梅尔说的也不全对，他并没有那么好的天赋，当初因为自己没有魔法天赋，只专注于武器，通过不停的刻苦训练才精通剑和长矛，哪怕是这样，他也一次都没有打败过贝尔姆特。梅尔拖着小下巴做出认真思考的样子，即便是这样，哈梅尔也是个异于常人的天才。尤金却摊开手表示无所谓，我不在乎别人是否认为我是天才，我只想打败该死的贝尔姆特，哪怕只是一次，虽然到死都没能实现愿望。这时梅尔突然打断他的自言自语，满脸黑线指着哈梅尔的幻影说道，那之前你一直夸哈梅尔帅气，其实就是在夸你自己，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对此尤金仍然厚着脸皮继续夸道，前世的自己确实很有魅力啊，怎么？难道他不吸引人吗？玩闹过后，梅尔忧虑不已。你突然告诉我这些，是想知道塞尼亚大人的下落？可是我并不知晓，我并没有这个想法。之所以告诉你这些，只因这2年来看着你就想起了塞尼亚。尤金宠溺地看着他，你无论是长相还是性格，真的很像他。他温柔的目光让梅尔有些不自在，毕竟我是按照幼年时期的塞尼亚大人创造的。亲爱的小梅尔，我越线了吗？你越界了，尤金爵士，我可是大了你200多岁，你应该尊重我。这一次我就原谅你了，毕竟你是塞尼亚大人的伙伴。尤金看着梅尔，仿佛看到了塞尼亚，一时间感慨万千。此时尤金忽然提出一个问题，你觉得塞尼亚还活着吗？梅尔激动大喊，塞尼亚大人一定还活着。对此尤金也很坚信，塞尼亚不是那种会无声无息死去的人，这也是他那么执着要寻找伙伴足迹的原因，也是他重生以来最主要的目标之一。前世和伙伴们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浮现眼前，他们在身旁吵吵闹闹的样子都还历历在目。尤金相信他们一定活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他坚定地向梅尔发誓，无论花多长时间，我一定会找到他们。300年前，男人与伙伴勇闯魔王殿，为救被偷袭的伙伴，他用身体挡下致命一击，只留下伙伴们看着他的尸体空悲切。与他斗嘴最凶的女人最为悲伤。如今转身归来，学有所成，却不见昔日伙伴身影。他坚定地向梅尔发誓，无论需要多久，我都一定会找到他。他的誓言让梅尔大受触动。尤金爵士，你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会将塞尼亚大人带回来吗？尤金微笑着问梅尔，你难道不相信我吗？梅尔表示当然相信，我很期待那天的到来。既然如此，我更要把那个混蛋找回来。他竟敢抛弃他可爱的使魔200年之久。此话一出，温情的氛围荡然无存。梅尔恼怒地让他不要侮辱塞尼亚，但尤金显得更不爽。你知道300年前他侮辱过我多少回吗？你应该还记得那部冒险故事吧？写那本书的人不是塞尼亚就是阿尼斯，竟敢给我取名愚蠢的哈梅尔，这不是想让我遗臭万年吗？听闻此话，梅尔面色古怪地盯着尤金以及他背后哈梅尔的幻象看了半天。那你记不记得书里的哈梅尔还说，塞尼亚，我喜欢你呢？这让尤金非常抓狂。我从没有说过那种话，这完全是在诽谤。那你的意思是塞尼亚大人说你喜欢他，他那么做是为什么呢？尤金不爽地质问梅尔，你是在耍我吗？我怎么知道他为何那样写？梅尔无语地表示，塞尼亚大人也不可能给自己加上美丽优雅之类的形容词。听闻此话，尤金也有些动摇，那就是阿尼斯写的，以那个女人的恶趣味最有可能这么写。梅尔没有跟他继续争论，而是略带担忧问道，关于你是愚蠢的哈梅尔转世这件事，你能在巫术面前发誓吗？听他又那样称呼哈梅尔，尤金有些无奈，我愿意发誓，但你能不能不要再加上那该死的绰号？梅尔询问他要怎么称呼才行。混蛋哈梅尔可以吗？尤金一本正经道，叫伟大的哈梅尔，或者富有魅力的哈梅尔也可以。这称呼让梅尔一脸嫌弃，看来你真的很羡慕贝尔姆特的称号啊。见自己的心思被戳穿，尤金略显尴尬。梅尔没有再理会尤金，而是将他带到了巫术面前，等待他的誓言。尤金抬起手郑重起誓，我尤金雷恩哈特在此以我的血统发誓，我是哈梅尔戴维斯的转世，绝无半句谎言。梅尔的双眼和身后巫术同时发出耀眼光芒，像是在验证尤金的话。塞尼亚大人隐居后，许多魔法师曾解剖过巫术和我，但有些东西是他们发现不了的，这些信息隐藏在巫术的最深处，就像之前我告诉你的，
除非破坏巫术，否则这些秘密绝不会暴露。而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整个阿洛特的人都不曾知晓的。在塞尼亚大人隐居前的某一天，他曾告诉过我他的使魔被人杀了。竟有人敢杀塞尼亚的使魔，而且塞尼亚不只有梅尔这个使魔吗？梅尔继续向尤金透露，那天塞尼亚大人来阿克里昂看望我，本来开始一切都很正常，但塞尼亚大人突然痛哼着瘫倒在地，当时我吓坏了。他说自己的使魔被杀了。说到这里，梅尔有些不敢看尤金，但还是继续说道，他说那个使魔是被……我从没见过塞尼亚大人如此愤怒过。他说有人闯入了哈梅尔的坟墓。你在说什么？我曾有过坟墓？男人还活着却被告知自己有了坟墓。200多岁的少女表示那是她前世的坟墓，但如今却被人破坏了。当年她的伙伴得知此消息怒不可遏，男人惊讶万分。他本以为前世的自己死后不可能有坟墓。当年他被巫妖诅咒了灵魂和身体，按道理死后灵魂和身体都会消散成空，所以他从没想过自己会有坟墓存在。梅尔表示自己也是那时才知晓的，而且也是自那以后塞尼亚就消失了。梅尔语气低落，因为塞尼亚大人没告诉任何人就消失了，所以我也不想告诉别人这个消息，怕为他惹来不必要的麻烦。但既然你是哈梅尔的转世，那你就有权知道这个消息。听完尤金顿悟了，既然能转世，那我有坟墓就不奇怪了。梅尔也同意他的这个观点，既然他能转世，那就证明他前世的尸体也保留了下来。二人讨论后，尤金得出结论，关于我的轮回转世，塞尼亚肯定参与其中。尤金一直和梅尔谈至深夜才离开阿克里昂。此时尤金不断思索那个坟墓会在哪里，应该会被塞尼亚选在一个隐秘的地方，莫非是建在了我前世死的地方。300年前缔结和平契约后，魔王和魔族放弃了入侵计划，遍布大陆的魔族回到了赫尔穆德。100年过去，毁灭魔王一如既往保持沉默。幽禁魔王作为魔族代表开始弥补他们造成的伤害，但太多王国遭到魔族的攻击导致毁灭。哪怕魔王亲自出面道歉，幸存的人眼中依然充满恐惧以及刻骨的仇恨。幽禁魔王只能调整方向，对外宣称在魔王中也存在和平派和激进派，所有罪孽都是已故的3大魔王犯下，与他这个和平派毫无关联。就连战争中一直保持中立未曾出面的毁灭魔王，也被他塑造成讨厌这场战争的形象。当然这个锅那些死去的魔王只能背下，毕竟都死了不是，哪还有他们反对的机会。至于他们剩余的手下则全被幽禁魔王收编。除此之外，幽禁魔王还慷慨资助周边王国，帮助他们重建被破坏的家园，还在赫尔穆德周边为难民建造宏伟的城市，为他们提供了居住场所。不但如此，还投入大量资金作为赔款，投入主要受害王国，为其铺设道路，修建新的建筑。300年过去，这项政策依然在实施，那些王国仍然能得到魔王的财政支持。赫尔穆德就这么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帝国。但在尤金看来，那并不算帝国，不过是魔族以及将灵魂出卖给恶魔的黑魔法师们共存的地狱。然而许多王国仍然承认了赫尔穆德的帝国身份，以求能继续得到魔王的资金扶持，而且还将赫尔穆德的国都命名为失序之城，幽禁魔王的城堡就在其中。所以按这种情况来说，尤金的坟墓不可能在赫尔穆德，在那个魔物横行的地界，塞尼亚无论如何都不会将他埋葬在那里，不然就是对哈梅尔一生努力的侮辱。既然如此，与哈梅尔有羁绊的地方就只有……难道是在我前世的故乡吗？就在这时，克洛克出现在尤金身后，被打断思绪的尤金此刻相当不爽，他不耐烦地回头询问克洛克有什么事，这么值得你午夜时分突然造访？克洛克感觉自己有些无辜，好像每次见到你都是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是因为我吗？尤金语气低沉地回怼他，你觉得呢？但克洛克并未接话，自顾自道，听说你要离开阿洛特了是吗？但你要知道北方的鲁尔王国很接近赫尔穆德，你去那里会有危险的。尤金不想和他过多纠缠，不耐烦地询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克洛克直言道，雷恩哈特家族的影响力覆盖不到那里，鲁尔王国曾禁止魔族入内，但现在局势变了，而且赫尔穆德有很多魔族存在，但并不都听命于幽禁魔王，毕竟那里不只有幽禁魔王，还有排在第一的毁灭魔王。听闻此话，尤金脸色阴沉，你的意思是毁灭魔王准备发动新的战争了吗？男人自认帅气无双，双手插兜便无敌手，但只要遇见一人就会让他畏战心败，再好的心情也会瞬间烦躁，只因这人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那无形装杯的气势最为致命。你能不能不要瞎编了，继续为他们讲剧情吧。克洛克向尤金表明，如果你执意要前往鲁尔王国，可能会引来毁灭魔王的关注。这话让尤金以为毁灭魔王准备再次发动战争，脸色瞬间阴沉下来。但克洛克否定了尤金的推测，他表示毁灭魔王不喜欢暴力，也尊重幽禁魔王的决定，只要幽禁魔王不出手，毁灭魔王便不会出手。这个名字让尤金想起不怎么愉快的回忆。毁灭魔王是最强大的魔王，正如他的魔王称号一般，他所到之处尽是毁灭。当年他和伙伴们只是远远的看见那家伙，众人都骇然失色，他们不敢相信那种东西会存在。其实他也无法确定当时看到的究竟是什么。开阔的平原上只有一抹红色在缓慢移动，但那强大的威压却令人窒息。塞尼亚脸色十分难看，食指紧握法杖，颤抖着询问伙伴们要不要一起上。阿尼斯跪在地上，不停地施展神圣魔法让他冷静。
冲动只会让他们陷入难堪的境地。哈梅尔却是被强大的威压震得呆愣原地，动弹不得。克洛克出声打断尤金的回忆，即使幽静魔王和毁灭魔王都保持沉默，但这并不代表其他魔族的态度。恶魔崇尚暴力，却因和平契约沉寂100年，这由我来说虽有些可笑，但恶魔确实不是安于和平的种子。尤金询问他：“你说这些是觉得那些恶魔会对我造成威胁吗？”克洛克表示：“你这么理解也可以，毕竟有这种想法的恶魔可不在少数。如果因你的出现打破这原本就岌岌可危的局面，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来破坏和平这道枷锁。如今5大魔王缺其3，高等恶魔都想坐上3宝座，现在众多恶魔都虎视眈眈，蠢蠢欲动。贝拉公爵就是其中之一。”对此，尤金嘲讽道：“他们就不能通过投票来解决吗？”克洛克被逗乐了，那样的话，他们恐怕会把投票箱砸碎吧。尤金终于开始认真思考起这件事。以我现在的实力，能战胜高等恶魔吗？恐怕还差了不少。他虽很自信，但不自大。仅凭这19年的修为，他知道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时间继续提升实力。现在只能先去纳哈拉沙漠，毕竟相比于莫龙来说，尤金认为阿尼斯知道的隐情会更多。之后还需要去确认月光剑的事。当初在拍卖行买下的碎片来自卡扎德那边，去鲁尔市刚好会路过，可以顺便去调查一番。随后，尤金感谢克洛克的提醒，表示他会先去纳哈拉沙漠，之后再考虑去鲁尔王国的事。但克洛克让他去纳哈拉也得小心为上，毕竟那里也是很危险的。这让尤金不明所以，需要小心什么？那里的沙尘暴很厉害吗？克洛克正色道：“小心名为阿米莉亚·莫温的女人。幽静魔王不是对外宣布与雷恩哈特家族交好吗？他对我动手，幽静魔王不就没脸了吗？他与幽静魔王缔结契约前就是强大的黑魔法师，幽静魔王给了阿米莉亚足够的自由，所以他很有可能对你动手。”说到这里，克洛克召唤出卡片样式的东西，为了以防万一，如果你见到他就把这个给他，那样的话，不管你对他做了什么，他大概率是不会伤害你的。尤金从他手中接过那东西，黑魔法师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心了？毕竟他自始至终都不会相信一个黑魔法师会拥有善良这种东西。尤金询问这里面是什么，自己能不能先打开看看？他觉得克洛克肯定会从中作梗。克洛克示意尤金随意，得到克洛克同意后，尤金当即将信封拆开，他倒要看看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样。但当看清里面的东西后，他却大惊失色。克洛克，你到底想干什么？上百岁的男人帅气逼人，从不失态，但今天却被人对得冷汗直冒，颜面尽失，一扫往日处变不惊的形象。只因他刚才递给了尤金一封信，表示遇到阿米莉亚时将其交出可保平安，但身为黑魔法师的他无法让尤金信任。征得同意后，尤金将信封拆开检查，但看清内容之后，尤金当即质问他想干什么。只因信封里面空空如也，到时候真交出去不得凉凉。你是西门庆请武大郎没安好心啊。克洛克淡定解释，内容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拥有一封我写的信，这就足够了。说着，他施展魔法将信封重新封订完整。我虽无法应对你去鲁尔王国遭遇的危机，但我可以对付来自阿米莉亚的怨恨，所以请一定要带上。听闻此话，尤金询问他想要自己做什么，毕竟这世上可没有无缘无故的好。但克洛克却突然问道：“你讨厌黑魔法师吗？”尤金表示那是当然，毕竟我可是雷恩哈特家族的人，无法做到不讨厌黑魔法师。克洛克表示理解他的心情，那种仇恨是无法避免的，但如果你能对我有一点好感的话，我想我会很开心的。这话让尤金瞬间警觉，好感？莫非你是传说中的耽美不成？克洛克没想到他的脑回路如此清晰，当场无语到呆愣原地，久久回不过神。尤金理所当然道：“毕竟你对我的好很可疑，虽然我没那种倾向，但见你这样，我有些心疼和担心。你不能因为我长得俊俏而为此沉迷，毕竟我真的没有那种兴趣。”听闻此话，克洛克连忙打断，表示自己有点心慌，需要缓一缓。他真怕自信爆棚的尤金再蹦出什么虎狼之词，紧接着满头大汗的让尤金不要误会，他只不过想和尤金建立友好关系而已。阿洛特的许多人都有这个想法，毕竟你那么年轻又天赋异禀。明白是误会的尤金赶紧转移话题，感谢克洛克的好意，并表示很想邀请克洛克参加他明天的欢送会，但又让克洛克不要因为他这么说就过来。如果你真的出现，我反而会不高兴。虽然我对你有一点好感，但我还是讨厌黑魔法师。还没缓过神的克洛克让他不要担心，自己一定不会去的。尤金表示没事的话就先走吧。你的气度让我印象深刻。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你我有缘再会。克洛克没想到离别前能得到尤金的些许认同，看着尤金远去的背影陷入沉思。次日欢送会受邀的几人准时现身，大家见面都在互道春节快乐，宴会气氛其乐融融。阿元借此也祝看视频的你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新年伊始，万象更新。愿所恋之人平安喜乐，愿所想之事顺心如意。这时蓝魔塔主杜雷斯问出心中疑问：你为何会邀请我来你的欢送会呢？我和你好像并不熟吧？尤金表示也不能说完全不熟悉吧，至少这2年也见过几次面，不是吗？杜雷斯还是不太理解。相比之下，不在场的塔主你更熟悉吧？听闻此话，尤金无奈道：既然知道答案，何必再问呢？杜雷斯安慰他，不要总回避绿魔塔主和宫廷魔法师队长，他们都很欣赏你的才华。尤金调侃他，看来蓝魔塔主并不看重我呀。杜雷斯表示自己虽然也对尤金感兴趣，但他并不是那种不顾及面子抢红魔塔主弟子的人。对此，尤金嘲弄道：
但这不就是绿魔塔主一直在做的事吗？杜蕾斯表示，奥尔良那人固执又要强，面子什么的看得并不重，但请不要记恨他。紧接着他询问尤金，虽然有预料到会这样，但没想到你真没邀请克洛克过来。尤金表示，如果真那样做的话，我的师父会感到不悦，我并不想看到那样的场景。这时尤金突然话锋一转，克洛克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听说他曾是蓝魔塔的一员，男人是臭名昭著的黑魔法师，但曾经却也是心怀正义之人。尤金此次受他诸多照顾，却仍无法信任于他，毕竟无论他曾多么善良，如今身为黑魔法师是不争的事实。借着欢送会，尤金询问蓝魔塔主克洛克的过往，只因克洛克投身黑暗之前曾属于蓝魔塔一员，还是当时最耀眼的星人。听他提起克洛克，杜蕾斯表示，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克洛克总是神秘莫测。当时的他本可以成为蓝魔塔最杰出的塔主，但他以拓展魔法知识为由离开蓝魔塔去往赫尔木，让那时比他弱的我得以成为蓝魔塔主，而他却一度了无音讯。直到10年后，他以黑魔法师的身份回国，将注册信息转移到黑魔法塔，并且凭借压倒性的实力成为了黑魔塔主。如今想来，他是想突破人类魔法的极限，但终究无法超越魔王的魔物。说到这里，杜蕾斯不想再讨论下去，而是转移话题，询问尤金是不是要去纳哈拉沙漠。大概了解了克洛克过往的尤金也不气馁，表示自己确实准备前往纳哈拉。对此，杜蕾斯提醒他，那是一个残酷的地方，建议你不要暴露你是雷恩哈特家族的人。听闻此话，尤金表示自己的老师也是这么告诫的，不知道其中有什么缘故呢？杜蕾斯解释道，最近纳哈拉的刺客们活动频繁，他们很可能会选择雷恩哈特家族的人下手，所以你千万小心。尽管之前二人有些不愉快，但尤金还是虚心的接受了他的警告，毕竟对方是在关心自己。离开阿洛特的尤金终于抵达了这里，他的黑暗斗篷不但能调节自身温度，还附带转换魔法可随意改变外形，让他在这高温的沙漠中也能感到丝丝凉意，同时朴实的外观也不会特别引人注目，这让他不得不感叹，阿洛特和基尔帝国不愧是魔法强国。阿洛特被称为魔法王国，不仅是因存在5大魔法塔，还因国内每个人都对魔法无比熟悉。阿洛特将魔法运用于各式各物，除了赫尔木德，他是唯一将魔法运用到这种程度的国家，在传送门的建造上更是站在前面，凭借众多魔法师便能轻松维护数百传送门，这点其他国家无法做到。比如尤金现在所处的纳哈拉，仅有的传送门就只能贵族使用。虽然报上雷恩哈特的大名，尤金也可以借用，但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并没有能力。这时尤金掏出魔法地图，此地图连接他所处空间坐标，能让他准确判断自己的位置。目前他在纳哈拉沙漠的最西方，现在只要他一路向北就能抵达图拉斯，而他前世的坟墓应该就在图拉斯的边界，那里是他前世的故乡。300年前，波普刮起了沙，反常的沙尘暴吞噬附近村庄，曾经的故乡也被埋于沙漠之下。图拉斯只是一个小国，面对如此狂暴的沙尘暴，他们只能选择迁徙。被抛弃的女人成为了纳哈拉沙漠的人。当初读到这段历史，尤金就知道那是人为造成的，这一切始作俑者便是纳哈拉王国。300年前，魔王乱世，魔兽遍地，许多国家奋起反抗恶魔的入侵，但也有国家趁乱扩张领土，而纳哈拉就是其中之一。当时他们试图侵入基尔帝国，但最后因贝尔姆特的存在失败了。300年前，尤金就憎恶纳哈拉。了解到这段历史后，这股憎恶更甚。不过尤金不打算去找那些家伙晦气，当务之急他要先去寻找自己的坟墓，以及……再等等我，塞尼亚、阿尼斯，还有笨蛋莫龙，哈梅尔来找你们了。